我明明是个活人，却在地府立下999件汗马功劳，刚被册封为阴司，就被阎罗一脚踹回了阳间。可我刚落地就傻了眼，只因恐怖末世降临，阳间现在也全都是鬼，并且还有人和鬼签订了契约，成为了遇鬼使。此刻我的面前正站着一男一女，中年男人看着我身上散发的浓郁鬼气，对女孩说道：“这么浓的鬼气，他可能不只是凶险级的鬼，赶紧使用道家手段来对付他。”年轻女孩听后连忙掏出一把黄色符纸，围着我转了一圈，把我围在符纸中间，接着又掏出一把桃木剑就直冲我。我一边暗道晦气，刚回阳间就遇到了神经病，一边伸手把缠绕在四周的符纸全撕了。年轻女孩看到这一幕直接傻了，这么凶的鬼居然连符纸都不怕。年轻女孩不信邪，又拿出一张紫色符纸，径直的贴在我的头上。我皱着眉把符纸揭掉，然后揉成一团随手扔掉后，对着她吼道：“你特么神经病啊！”说着我又夺过她手里的桃木剑，一把给直断了。年轻女孩彻底慌了，所有手段都对这恶鬼没用，于是她想都没想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喊：“李叔，快跑！这鬼太厉害了！”我听后更生气了：“你才是鬼，你全家都是鬼，真特么晦气！”上来就遇见俩神经病。与此同时的不远处，一个披头散发的身影正漂浮在半空，嘴里还喃喃着：“好浓的鬼气啊！如果吃掉对方，我一定可以变得更强。”一边说他一边快速的朝着你的方向飞来。忽然他猛然一怔，随即扭头就跑。怎么可能？这种大人物怎么可能出现在阳间呢？难道是阴阳相隔的屏障彻底没有了？原来7年前阴阳两界隔离屏障破了个缝，一夜之间数不清的鬼全来到了阳间，而这女鬼也是其中一个。要知道实力越强，来阳间的概率就越小。她不理解像我这种阴司级别的存在，如何能出现在阳间呢？就在这时，她身后传来我的呵斥声：“你给我站住！”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的威压就瞬间笼罩住了女鬼。女鬼立马转身求饶道：“莫林大人饶命啊！”我很是疑惑的问：“你认识我？”原来女鬼也是夜兜的鬼，7年前见过还是阴差的自己。我也从她口中得知了，阳间早已是人鬼共存的世界，鬼为了积攒鬼气，有的跟人类签订契约，有的则是霸占某处地方独自修炼。我了解完情况后对女鬼说道：“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女鬼听后连忙感谢，随即就准备离开。然而她刚转身，我却突然伸出手掌拍在女鬼头上，口中吐出一个震字，紧接着女鬼就消失不见了。叮，恭喜您获得鬼迹鬼眼。我脑海里那本7年前就出现的镇鬼书可算翻开了第一页，姓名晨曦，境界凶险级，技能鬼眼，冥币产出20元每天。备注：境界越高，产出的冥币就越高。我看完之后眼睛一亮，冥币是用很多鬼气凝聚而成，无论是鬼还是阴差，都可以用冥币提升境界。册封阴差更需要大量冥币，所以这冥币是修炼的必需品。而我现在只要抓一只凶险级的鬼，一天就能产出20冥币；内抓10只凶险级的鬼，一天就能产出200冥币，一年就有6万多的冥币。要知道自己在阴间做阴差的时候，一年的工资也就不到100冥币。更离谱的是，自己还获得了这个鬼的轨迹。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镇鬼书的强大。与此同时，女鬼晨曦出现在了一个四处都是墙壁的空旷的地方。只见她一边四处乱飘，一边大喊着：“放我出去，放我出！”哎，等等，这里的鬼气怎么这么浓郁？比阴间的鬼气都要浓郁。要知道晨曦在阳间的时候，为了积攒一点鬼气，就要消耗大量的精力跟时间，而在这里她只是呼吸一下，获得的鬼气就比在外面1个月积攒的鬼气都多。这里简直就是厉鬼的天堂呀！然而还没等她高兴，一眨眼她又出现在我面前。我看着一脸惶恐的晨曦问道：“你想让我放了你？”晨曦连忙摇头：“能被您收留是我的福气。”她可不傻，能有一处鬼气浓郁的地方居住，谁不住谁就是傻子。我点点头又问道：“鬼眼的作用是什么？”鬼眼是我的鬼技，使用之后可以看见其他鬼的等级跟拥有的鬼技。我摸着下巴沉思，鬼眼这个鬼技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很鸡肋，但是对于自己来说可是如虎添翼。因为镇鬼书的空间有限，不可能什么鬼都收，所以我完全可以依靠鬼眼去寻找一些强大的鬼。晨曦也立马明白了我的意图，于是连忙谄媚的开口道：“莫大人，我知道一个恐怖级的鬼，以您的实力一定可以收服他，我这就带你去怎么样？”于是我在晨曦的指引下，很快来到一个村子前。我刚准备进去，一个老头就喊住了我：“小伙子，你也是冲着里面那个家伙来？那可是个凶险级的鬼，你最好别去，当心丢了性命。”就在我准备说自己不怕的时候，2辆奔驰刚好驶了过来，车门打开后，走下来一个漂亮女人和5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云老，这是我给你带来的人，您看够用吗？那老头打量了下5位遇鬼使，点头说道：“3位3级遇鬼使，2位2级遇鬼使，够用了。”年轻女人听后微微一笑道：“云老，今天仰仗您老出手，请您务必帮我抓住里边的那只凶险级的鬼。”原来这年轻女人为了能够成功抓捕这只鬼，足足花费了300多万才请来了5位遇鬼使，并且还给了云老2件鬼器请他出手。而他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只要能抓住凶险级的鬼并契约成功，他就能成为3级遇鬼使，彻底稳定在家族的地位。想到这里，他挥挥手冷声道：“封路。”随即就转身跟着云老进了村子，而他带来的几位保镖连忙拉出了拦路架子，拦住了道路，不让人进入村子。我见此就尝试对着保镖询问道：“我能进去吗？”而眼前这几位保镖就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对我视而不见。我也不急，就站在不远处眺望着村子，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什么影响，感觉天更黑了。就在这时，村子里忽然传来那年轻女人的呼救声，而此时的年轻女人正被一阵黑色的烟雾包裹，导致她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唯一能做的就是大声的呼救。就在她绝望之际，我从天而降，并大吼一声：“给我滚！”那包裹着女人的烟雾忽然移至，年轻女人一看到你就连忙喊道：“救命！带我出去，我给你很多很多钱。”我眼前一亮，自己现在是挺缺钱的，于是我一伸手就捞出了女人，然后提着她缓缓退到村子口，把她放下后说道：“你在这里待着，我进去看看。”
看看。年轻女人赶忙阻拦道：“不要去，里边的鬼很厉害，是恐怖级的，你会丢命的。”我没搭理她，而是径直的走向村子中央。很快就看到了那5个遇鬼使的尸体。就在这时，一只带着血的手忽然拍在我肩膀上，我一转身就看见了云老一脸血迹的站在自己身后。小兄弟，我给你3000冥币，快带我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在四处张望，似乎害怕那只鬼突然出现。我没理云老，而是一个箭步冲到正前方的那片黑雾间，随即将手掌伸入其中，然后猛地一拉，一道黑色身影就被我拉出了黑雾。而我的眼前也出现了这只鬼的信息：姓名、处刑、境界、恐怖级、诡计、魂链。使用魂链可以捆绑敌人，约束敌人攻击，然后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看着眼前漂浮的信息，我暗叹这鬼眼还真不错，一个照面就彻底看穿了厉鬼的所有信息。而处刑正龇牙咧嘴的想要反抗，但他的手脚根本没有办法。他不知道的是，我刚刚使用了阴差专用术法困住了他全身的力量。云老看到这一幕彻底傻眼了，这家伙这么厉害的吗？随手一抓就抓住了厉鬼，看来是自己看走眼了。而我正在询问处刑他是奈何桥的鬼还是鬼域的鬼，人类都不知道。其实阴间现在分为3大势力，以阎王为首的夜都为一方势力，以判官跟孟婆为首的奈何桥为一方势力，最后就是以鬼王为首的鬼域。而我和晨曦就属于夜都势力，夜都的鬼都比较平和，很少害人性命。奈何桥的鬼分化比较严重，害不害人的鬼都有，至于鬼域的则都喜欢害人的厉鬼，个个都沾染业障，脾气暴躁。处刑并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骂骂咧咧的怒吼。我也不多说废话，抓着处刑就狠狠地摔向地面，砰的一声，地面就砸出一个大坑，随即处刑的身影好像暗淡了几分。见状，我又是一把抓住处刑，再次狠狠地砸在地面。几个来回，处刑在快被打散的时候，开口求饶道：“大人饶命啊！我是鬼域的鬼。”我听后又狠狠地对了他一拳。最讨厌的就是鬼域的鬼。随即我又一连串问了处刑几个问题：鬼域在阳间有多少阴差，多少阴司？最强的鬼是什么实力？但处刑都摇头表示不知道。我只能放弃提问，随即把手放在处刑的额头，紧接着处刑就消失在原地。叮，恭喜您获得诡计魂链。镇鬼书的第2页也多出了处刑的信息，他每天能产出40元冥币，看来捉的鬼等级越高，每天的冥币产出能翻倍增长啊！而我只要积攒的够多，就可以成为洞主级别的存在。云老看见恶鬼被收服，可算把提着的心放回了肚子里。他看着自己的断臂，无奈的叹了口气，这一趟自己真是亏了，不仅折了3件鬼气不说，还断了一条手臂。随即他连忙对着我重重感谢道：“小兄弟，多谢救命之恩。”云老一边说，一边掏出了3000冥币递了过来。我收下冥币，刚准备转身离开，咔嚓一声，灰白色的灯光瞬间从4面8方照来，紧接着几辆皮卡车驶了进来。当车停下后，一群穿着黑风衣的人走了下来，其中一个女人开口道：“我们是遇鬼社的人，请问需要捉的鬼在哪里？”云老见此立马就明白这是救援来了，于是他赶紧开口道：“恶鬼已经被击退了。”话音刚落，之前被我救出去的女人踉跄的走了出来，对着云老愧疚的说道：“云老，对不起，害你断了一条手臂。”云老无奈的开口道：“仙云，这不怪你，只怪我自大，没提前勘察，没搞清楚这恶鬼的级别。”仙云又扭头看向我问道：“恩人，您没事吧？那只鬼没伤到您吧？”我摇头表示没事后，仙云就连忙安排一辆车把我送到一家豪华酒店住下。第2天一大早，昨晚那个遇鬼社的女人就敲响了我的房门。“你好，我叫李冰烟，是云川市遇鬼社的副社长。我昨天已经听仙云介绍过遇鬼社，这是个国家机构，基本每个地区都有。”还不等我询问李冰烟的来意，他就开口道：“我想邀请您加入遇鬼社，平时我们不会约束您，您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我们只会在遇见无法解决的事情时，请您出手解决，而且还会支付你相对应的报酬。”我听后并不为所动，而是示意他继续说。于是李冰烟再次开口道：“我们遇鬼社有最厉害的情报网，您如果需要找人或者是找鬼，我们都可以给您提供情报。如果您遇到麻烦，我们还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势力上的帮助。”我听后没有一口回绝，自己刚回阳间，还没搞清阳间现在到底什么情况。于是我开口道：“我会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加入。”李冰烟听后也并不失望，而是客气的道了别。离开酒店后，跟在李冰烟身后的男子不满意的吐槽道：“理解，他只是一个遇鬼使，您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他加入吗？”李冰烟用很严肃的语气说道：“他抓住了恐怖级的鬼。”男子下意识的反驳道：“云老不是说他只是把恐怖级的鬼打跑了吗？难道云老在撒谎？”随即男子就想到，这个莫林能抓住恐怖级的鬼，就意味着他肯定已经契约了一只恐怖级的鬼是4级遇鬼使。要是他真的抓住了昨天的那只恐怖级的鬼，不就意味着他拥有了2只恐怖级的鬼？想到此处，男子倒吸一口凉气，顿时明白为什么理解态度那么高。而另一边，我则是坐在沙发上，喝着汽水，吃着零食，看着电视，体验这种失而复得的做人感受。等我吃饱喝足后，才掏出了阎王给我的金色卷轴。打开后，只见上面写着阎王的留言：鬼洞和奈何桥已经在阳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势力，而我夜都一脉在阳间毫无根基。你此去阳间务必小心，子上轻柔正在被鬼洞追杀，若是可以，你务必助他逃命。你摸着下巴沉思，看阎王的意思，这2大势力在阳间混的都很不错，只有夜都混的比较差。而卷轴里提到的子上轻柔是我的学姐，以前我当阴差时，她没少帮我，而且她在所有阴差中实力最强，所以阎王就消耗了很多冥币把她送来阳间发展势力。算算时间也有3年了，看来自己这位学姐并没有发展出什么势力，甚至还被鬼洞的鬼追杀。随即我就想到了李冰烟说的遇鬼社，借助他们的消息网，应该能找到学姐，而且背靠大树好乘凉，怎么算自己加入都不吃亏。于是我就拿出电话联系了李冰烟，表示自己愿意加入遇鬼社。我没想到的是，他和仙云来得很快，李冰烟给我带来了一部专用手机和一张证件，随即我们客套2句后，他就离开了。这时一旁的仙云才说明了来意：“莫大哥，您能帮我抓一只鬼吗？我不会让你白出手，我给你一件鬼器。”说着，仙云就拿出一个小铃铛，我看了眼就知道这是一件不错的鬼器，但对自己而言没啥用处。见我不说话，仙云再次补充道：“我可以再给您1000万现金，1套房子，附加1辆劳斯莱斯。”他实在是太迫切的想要抓一只厉害的。他的弟弟妹妹如今
都是御鬼使，如果他不能成为御鬼使，以后再欠假，他的话语权就会越来越少。我沉思片刻后说道：“你如果能帮我找到一个叫做紫上轻柔的夜兜阴差，我就答应帮你抓一只鬼。”我话音刚落，仙云就激动地回答道：“我刚好知道一位夜兜阴差，但不知道是不是您要找的那位。”我听后很是意外，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就有收获，于是我追问道：“你说的这位阴差在哪里？”仙云又忽然想到什么，脸色难看地说道：“那位阴差现在正在被拍卖。”下一秒他就忍不住后退了2步，只见我身上散发着可怕的威压，冷声问道：“在哪里拍卖？”仙云连忙颤声道：“在净慈堂拍卖。”很快我就从仙云口中了解到，这个净慈堂在之前也就是个破旧的道，一直都没有什么效果。但7年前恐怖末世降临，鬼怪横行，人类沦为最下等的存在，而净慈堂则凭借府主桃木剑等抓了不少鬼。于是在这7年里，净慈堂就逐渐成了颇有名气的道路。仙云说完后看了我一眼，才又小心翼翼地开口道：“净慈堂现在不仅有2位4级御鬼使坐镇，还有5位3级御鬼使，你就这样过去很危险。”我听后直接说道：“你尽管带我去，其余的事情你不用管了。等结束之后，我会帮你抓一只鬼。”仙云见劝阻不了，只能点头答应。然而我们刚来到酒店大厅，就遇到一个光头男拦路：“仙云姐，这是要去哪里啊？”仙云皱眉呵斥道：“别碍事，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光头男不屑地嘲讽道：“重要的事情？难道您指的是昨天晚上害死了5位御鬼使的事，还是您把家族里仅有的几件鬼器都送出去的事？再或者是您身为代理家主不到1个月的时间，花费了将近1万冥币的事？老爷子现在很生气，要剥夺你代理家主的位置，并且要让你禁足半年。”仙云瞬间阴沉了脸，看来自己是被家族里的人针对。还不等仙云再说什么，光头男挥了挥手，随即他身后的2位壮汉就走上前，想要把倩云带走。见此，我很不耐烦地吼道：“赶紧滚开！”光头男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很不屑地说道：“穿一身 coser 服，就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我劝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不再废话，抬腿就是一脚，直接踹飞了光头男，随即头也不回地带着仙云离开了酒店。与此同时，净慈堂的拍卖会已经到了尾声，该卖的东西都卖完了，但阴差一直没拿出来，于是大家纷纷开始表示不满。就在这时，一位中年男子笑呵呵地捧着一个木质笼子走了出来：“别急，阴差，这不就拿出来了？”大家的目光都凝聚在木笼子上，只见笼子盖着黑色的布，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红色字体。中年男子缓缓掀开半边黑布，露出一个缩小版的黑色人影，说道：“这就是阴差，如果你们有人能跟他签订契约，至少能成为5级御鬼使，甚至是6级御鬼使。”所有人听后都迫不及待地跃跃欲试。然而当中年男子报出2万冥币的底价后，聒噪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了。过了好一会儿，也没有人喊价。忽然一个年轻人开口问道：“不能少一点吗？”中年男子摇了摇头：“不行，最少2万冥币，这阴差是别人寄售的，我们净慈堂没有权利改价。”中年男子又环视一圈后说道：“有人出价吗？”就在大家以为没人会买时，一个穿着名牌衣服的年轻男子挥手高声喊道：“我买！”中年男子顿时笑开了花：“王兵少爷真是阔气。”王兵也笑着问道：“我可以验货吗？”中年男子点了点头：“当然可以。”说着就把笼子递了过去。王兵接过后，掀开黑布，仔细地看了看，里边确实是个阴差，只是这阴差被打得快散魂了。但这无所谓，他只是想要让自己的契约鬼把这阴差吸收了，从而升级为凶险级的鬼，到时候他也就是3级御鬼使。而另一边，我们紧赶慢赶，总算到了净慈堂。仙云一边下车一边说道：“莫哥，咱们赶紧的，去晚了，阴差可能会被别人买走。”然而我下车后却停住了脚步，扭头看向一个年轻男子拎着的木笼子，因为我从那里感受到了阴差的气息。此时王兵也察觉到了自己的目光，警惕地开口道：“兄弟，你盯着我干什么？”我指着他手上的笼子询问道：“这里边的是阴差吧？”王兵听后赶紧后退一步，这人看着不好惹啊。于是他开口道：“这阴差是我花了2万冥币买，如果你想要给我2万冥币，我就把阴差卖给你。”我听后略微沉思，自己全身上下不超过4000冥币，于是我只能无奈地开口问道：“能不能用别的东西来交换？”王兵想都没想就拒绝，他就是猜到你拿不出2万冥币，才提出这个要求。随即他身旁的中年男子也开口怒斥道：“赶紧闪开！”一旁的仙云赶忙提醒道：“这人是王家的保镖杨许，是一位3级御鬼使。”他话还没说完，砰的一声轻微的爆炸声忽然响起，只见我的红色官服上就飘出一缕黑色的烟雾。杨许见状猛地变了脸色，刚才自己使用诡计攻击这个男人，居然在对方的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留下。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衣服可是一件阴器，就算是恐怖级的鬼也难以在上面留下一点痕迹。我抬起手轻喝道：“魂链！”话音刚落，一道锁链就径直的朝着杨许刚准备投地，锁链就已经绑住了他的脖子，瞬间他身体就无法动弹。王兵见此立马开口道：“兄弟，别激动，鬼差的事情好商量。”我听后就收了魂链，杨许直接瘫跪在地。云川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狠人了？而我则看向王兵说道：“我不白要你的东西，你把鬼差给我，我给你同等价值的东西。”王兵自知不是我的对手，只能老实说道：“我买这个鬼差是想把我的契约鬼提升至凶险级，你也不可能给鬼升级吧？”王兵咬了咬牙又说道：“算了算了，我把阴差送给您了，就当是做个朋友。”你没等他说完，直接打断道：“我可以帮你把契约鬼提升至凶险级。”王兵听后一脸的不相信说道：“兄弟，你不用骗我，这鬼差我愿意送给你。”我也不废话，而是直接让王兵跟着自己来到不远处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然后对着王兵呵斥道：“出来！”王兵惊疑不定的左右看看，这里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啊，这是在喊谁出来？我看着四处张望的王兵开口道：“你别动，我没有喊你，我在喊你身体中的那位。”王兵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兄弟，你清醒一点，我的契约鬼你换不动的。”然而下一秒，王兵身体之中一道黑色的身影就缓缓飘出，王兵彻底懵逼了，真的换出来了。只见契约鬼颤抖的求饶道：“大人饶命，小人无意冒犯您，我魂弱，感应慢了些，这才耽误出来见您的时间。”我直接开口问道：“
你是鬼域的鬼。那只契约鬼颤巍巍的回道：小人曾经是夜兜的鬼，后来被鬼域的大鬼抓到了鬼域。我看着快要溃散的鬼问道：那你这伤是怎么弄的？契约鬼无奈的说道：大人，当年您在鬼域使出五脏藏鬼术，召唤出了一尊鬼王，大杀四方，我就远远看了一眼，然后就被误伤了，还险些直接散魂。一旁的王兵听得云里雾里，他一个大活人怎么去的阴间？还有那五脏藏鬼术，听着咋那么瘆人呢？这契约鬼的话让你很是尴尬。当初自己的五脏藏鬼术并未修炼到大成，强行催用，为此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而且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整个鬼域的人都知道了自己是天师传人。我叹了口气说道：我现在就替你疗伤。随即我就从镇鬼书中拿出10张面值是100元的冥币，然后将手按在契约鬼的头顶，下一秒冥币就全部化成冥气汇入契约鬼的身体中。契约鬼的身体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等契约鬼彻底恢复后，连不跌的向我道谢。我只是挥挥手，让他回到了王兵的身体中。在契约鬼回到王兵的身体中的瞬间，王兵就感受到了契约鬼的凶险级的力量，也就说他以后就是一位3级遇鬼使。于是他兴奋地说道：莫哥，鬼叉这就给你。说着王兵就带着我准备找杨许拿鬼叉。然而我们刚出门，杨许就开着汽车径直地从我俩身旁擦肩而过。我和王兵都傻眼了，怎么就跑了？我有点生气，自己前脚帮王兵把契约鬼提升至凶险级，后脚杨许就带着阴差跑，这不是明晃晃的白嫖吗？王兵连忙慌张地解释道：莫哥，是这家伙自作主张带着阴差跑，绝对不是我指使的。说着他就连忙拿出手机给杨许打去了电话。你特么跑什么？那边的杨许咬着牙说道：少爷，你先扛着，我这就回去找老爷子来救您。王兵直接破口大骂：你个傻缺，特么赶紧给我回来！杨许见此更是笃定王兵被胁迫了，于是他再次开口道：少爷，我知道您是迫于那小子的胁迫，等我回去找老爷子来救你，一起对付那个小子。王兵听后满脑子黑线，立马大吼道：你在脑补什么？我没有被胁迫，我是心甘情愿的，你赶紧把阴差给我送回来。不知道是不是王兵表现得太过于着急，杨许根本就没有要回来的打算。王兵心虚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机，我此时也明白这是个误会，而且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于是我开口说道：那只能我去你家亲自去拿回鬼叉。王兵连忙点头表示同意。那莫哥，您现在就跟我去我家。我摇了摇头说道：等我解决另外一件事情再说。随即我转身走向静祠堂，冷声质问道：阴差是谁抓的？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我身上，窃窃私语也在周围响起。中年男子眼眸微眯说道：小兄弟，你这是何意？我问阴差是谁抓的。中年男子呵斥道：关你屁事，看来你是来我静祠堂闹事的。随后他身后就出现几个男子，仙云见此连忙小声对你说道：莫大哥，这几人都是3级遇鬼使。我冷漠地解释道：我不是来闹事，我只是询问阴差的事情。中年男子冷哼一声，随即就准备召唤契约鬼，可他突然发现自己体内的契约鬼就像是消失了一样，任凭他如何召唤都没得到回应，而他身后的几个3级遇鬼师也一样如此。我见他们还是不愿意开口，就说道：你们如果不愿意说出关于阴差的事情，我就只能动些手段了。静祠堂的几位遇鬼师丝毫不惧，还在努力沟通体内的契约鬼。见此我低下头，嘴巴张开，呕了一声，不知名的液体就从我嘴里流出。与此同时，我的胸腔也在蠕动，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似的。就在这时，一位穿着道士服的老头忽然出现，并向我拱手道：大人，收了您的神通吧，我是这家道观的道主，有事您可以和我说。我听后就深吸一口气，把原本准备召唤出来的东西又收回了腹中。既然管事的人出来了，自己也就不用施展五脏藏鬼术。但其他人见道主对我如此客气，就很不满意了。道主，这家伙大闹拍卖会，您应该驱逐他。道主听后冷嗤一声：闭嘴！一群没眼力见的东西。随后他又对我说道：大人，让您见笑了，请您不要跟一群没见识的晚辈计较，我们里边说话。说完就领着我向里间走去。而没人发现的是，王兵正一脸便秘的盯着我之前留下的口水，真的要去捡口水吗？这好恶心。见他迟迟不动，他身体里的契约鬼彻底暴躁，快去捡起来！你这个傻缺，这东西可不是口水，而是鬼气浓郁到某种程度形成的液体，对于鬼来说可是大补。王兵感受到了契约鬼的迫切，只能硬着头皮用纸巾把地面的口水捡了起来。等他一抬头，就看见一旁的仙羽用一脸震惊及嫌弃的表情看着自己，而另一边的我则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只想知道谁抓的阴差。道主听后直接对着中年男子说道：青云，告诉这位大人，这鬼是谁抓的？青云看着道主阴沉的脸色，不敢再推脱，连忙开口道：鬼不是我们抓的，是别人寄售在这里的，我们只拿10%的提成。我追问道：对方叫什么名字？什么势力？来自哪里？青云也想了想，开口道：对方自称孙野，好像不是云川本地人，我跟他也只见过一次面，其他的我们也不知道。如果您想找他，等他来拿冥币的时候，我可以联系您。我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就离开了。见我离开后，青云不解的开口问道：老爷子，您怎么对那个小子这么客气？而且没有必要因为他坏了咱们静祠堂的规矩吧？道主听后只是淡淡的开口问道：你们知道刚才为什么召唤不出自己的契约鬼吗？众人都摇头表示不解，因为你们的契约鬼害怕。所有人都不敢置信的看着道主，契约鬼怎么会害怕一个人类？道主见此只是严肃的说道：他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以后都别去惹他。而另一边王兵已经开着车带着我和仙羽来到他家的别墅大门口。我一下车就注意到从王家走出来的一个纹身男，因为他身后漂浮着一片血红色阴影，里面各种残影在惨叫求救，而这幅景象代表着这纹身男的契约鬼吸收了这些残影生前的精血来提升实力。王兵见我打量纹身男，连忙开口介绍道：莫哥，这人叫做龙火，是一位4级遇鬼使。与此同时，龙火也身体一顿，好像在跟谁说话似的，快速抬头看了自己这边一眼后，就加快脚步准备离开。而我也在龙火的身上感觉到了一种很熟悉的气息，于是我一个闪身就拦住了他。老熟人，怎么看见我就跑？龙火满脸不耐的说道：谁跟你是熟人？我又不认识你。龙火说着就想再次转身离开，我再次拦住他说道：我没有跟你说话，我是在跟你体内的契约鬼说话。张鬼，咱
咱俩在阴间也打过几次交道，你还不出来见我？还不等龙火再说什么，一道漆黑色的身影就从他体内缓缓漂浮出来，求饶道：“大人，请饶小人一命。”所有人都震惊不已，4级契约鬼居然这么怂的吗？而我则是毫不留情的怒骂道：“张鬼，你在阴间做尽坏事，来阳间还是坏事做尽，难道不该死吗？”原来这张鬼属于鬼域的鬼，之前自己还是阴差的时候就跟他发生过争斗，而你当时斩了他3回，让他实力大减，却让他逃回了阳间。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张鬼，按下满心怒火，再次开口求道：“莫阴司，我跟你无冤无仇，今日请您高抬贵手。”我不屑的冷嗤一声：“你在阴间杀了我几位朋友，你说这叫做无冤无仇？”我话音刚落，一道锁链就凭空出现，直冲张鬼而去。张鬼想要躲避，可这锁链就如同缚虎之躯，瞬间就困住了他。张鬼自知今日是逃脱不了，于是大声嘶吼道：“莫林，这是阳间，我鬼域独大，这里没有你们夜都容身之处，你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没理会他放的狠话，而是伸出手放在张鬼头上镇压。叮，恭喜您获得诡计。黑雾一旁的王斌等人看见这一幕无不震撼，这可是恐怖级的鬼，莫林居然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镇压了，这也太凶狠了吧！而龙火看见自己的契约鬼被抢走，当即就冲上来嘶吼道：“还给我，那是我的契约鬼！”我一脚踢飞了他后，转头对王斌说道：“送他去治安管理局吧，他至少杀了10几个人。”王斌听后立马就安排人把龙火给绑了。王斌的父亲见你忙完，赶紧出声招呼道：“王斌，别傻站着了，请贵客进屋。”王斌连不跌的答应后，又一巴掌拍在杨许后脑勺：“蠢货，把阴差带过来。”于是很快我就看到了关押着阴差的木笼子。当我掀开黑布后，就看见一个漆黑色的小人，四肢被细红绳穿透，悬吊在最中心的位置。而我在看到黑色小人的瞬间，也明白了这阴差并不是自己的学姐。当我试图打开木笼子时，噼里啪啦一阵电流瞬间被激发，我被电得不得不松开了笼子。下一瞬间，一条红色的丝线就直冲我而来，我当即拔出腰间的长剑，就将红线斩断。随后又一剑挥向了笼子，木质笼子顿时4分5裂。接着我将手掌放在鬼的身上，给他灌输了鬼气，鬼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大小。只见鬼恢复后，立马单膝跪地：“小人李薛参见大人，多谢大人救命之恩。”我开口询问道：“你是被谁抓住的？”李薛见有了主心骨，就连不跌的告状道：“我是被一个鬼域的大鬼和御鬼使联手设计被抓的。”我沉思片刻后又问道：“你知道我学姐子上轻柔的下落吗？”鬼连忙回答道：“子上轻柔她已经失踪1年了，我之前也派其他鬼找过，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见问不出什么有用信息，就开口道：“我知道了，你先找一处地方疗伤，有事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换你。”接着我又对着仙云说道：“仙云，你能借我1万冥币吗？”仙云想也没想的就开口答应下来：“可以，我现在就回家想办法帮您筹钱。”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而我也没有多做逗留，直接回到了酒店。刚回到房间，我就召唤出了张鬼，询问他关于鬼域的事情。张鬼慌张颤抖抖的说道：“鬼域目前占据3个省，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而且他们还跟御鬼使合作，主要是对付夜都来的阴差。目前他们已经劫杀了32位夜都阴差。”我略微沉思片刻后又问道：“鬼域怎么知道夜都阴差的位置？要知道整个龙国地域宽广，所以我很是不明白，阴差为什么就那么轻易的被找到？”张鬼也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大人，我实力浅薄，能知道的也只是些普通消息。我听后也是一阵头疼。鬼域会对付夜都的阴差，那就意味着同样会对付自己，毕竟自己之前在阴间可没少杀鬼域的鬼。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刚接通就传来李冰烟着急的声音：“莫林，你现在有时间吗？”我开口问道：“有什么事直接说。”对面的李冰烟见此也不废话，直接说道：“黄海街26号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鬼，已经死了3位御鬼使，我想请您过去看一下。如果您能解决这件事情，会有2000冥币的报酬。”我听后很爽快答应了，自己现在可是很缺钱。挂断电话后，我就换了身衣服，阴丝袍太扎眼了，别的鬼一看见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在没有打探到鬼域的消息之前，自己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随即我带着自己的配件打车来到了黄海街26号。我刚下车就发现前方的路被人封住了，先生，这里封路，暂时不允许进入。我拿出李冰烟之前给的证件，表明身份道：“我是御鬼社的人，是来解决麻烦的。”男子见此当即说道：“那你跟我来。”男子一边带路，还一边好心的提醒道：“刚刚已经来了4位御鬼使，死了3个，重伤1个，你千万小心。”很快我们就来到一栋烂尾楼前，只见一群人簇拥在一起讨论着什么。男子对着一个扎马尾的女子汇报道：“堂姐，御鬼社的人来了。”唐芳点了点头，就不再理会我。此时他正在打电话，好像是在询问对方大概多久到。于是我就准备自己进入烂尾楼，可刚没走几步，就被唐芳拽住了胳膊质问道：“你干什么？”我很是不解的问道：“不是要抓鬼吗？”唐芳听后不由分说的就把我拽了回去。里边那只鬼很凶，已经杀死了3个御鬼使，你一个人进去不是送死吗？别着急，我请了一位很厉害的御鬼使过来，等他来了，我们一起进去。见此我也不好多说什么。10分钟后，一阵发动机轰鸣声传来，我一抬头就看见一架直升机缓缓停在了不远处的空地上，紧接着一位打着雨伞的女子走了下来。唐芳对着我介绍道：“云灵是3级御鬼使中最强的存在，看见他手上的那件伞了吗？那可是一件鬼器，里边住着一只危险级的鬼。”只见云灵走近后开口问道：“堂姐，现在什么情况？”唐芳皱着眉说道：“情况很糟糕，我们已经损失了3位御鬼使。”云灵听后拍了拍黑色的伞，下一秒一道黑色身影飘了出来，然后这只鬼就趴在云灵耳朵旁，小声的说着什么。云灵点了点头后，就招呼唐芳向烂尾楼走去。我见此也连忙跟了上去。云灵见我是新面孔，就询问道：“你应该是新来的吧？那你一定要跟紧我，等会遇见鬼，我能护你。”说完他就转身带头走进了烂尾楼。然而没走多久，咔的一声脆响，吓得唐芳和云灵一个机灵。我有些尴尬的开口道：“我不小心踩了个石头。”我心里也很是无语，这俩人的反应也太离谱了吧。就在此时，我忽然感应到一强一弱的2股鬼气，也就是说这里有2只鬼，其中有只鬼比较弱，而云灵带的路就是在往弱鬼的方向走，强鬼的方向在另外一边。唐芳见我四处张望，就开口问道：“怎么了？是不是看见什么了？”我指着相反的方向说道：“没事，我往这边走。”不等2人回应，我转身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唐芳看着我的背影无语的说道：“新人可能没有经
经历过生死，害怕了。云林了然地说道：“我们都是从新人走过来的，当初我第一次执行抓鬼任务，也挺害怕的。”忽然，云林身旁的鬼察觉到，朝正前方冲去。见状，云林加快脚步，紧跟其后。与此同时，我刚踏上2楼，一阵莫名的冷气就迎面袭来。我一抬头，就看见一张腐烂的面孔。只见那只鬼挥动手掌，接着一阵黑气朝我扑来。我一抬手就挡住黑气的攻击，然后又一伸手，又使出魂炼鬼技，瞬间就把这只鬼给绑住。我摸着下巴，看着被困住的厉鬼，喃喃自语道：“是只凶险级的厉鬼啊！我之前答应仙鱼送他一只凶险级的鬼，这只就刚好合适。”于是我把手放在厉鬼头上，施展了封鬼术，眨眼间这只鬼就凝聚成一团黑色的球体。被封印住的鬼惊呼一声：“你竟然会封鬼术，你是阴司大人！”随即他就开始求饶：“大人，饶命呀！我不是有意杀人，那几位狱鬼使要抓我，我杀他们只是自保。”我一边把黑色球体装兜里，一边说道：“放心，我不会伤害你。”随即我就直接离开了烂尾楼。而另一边，云林刚把那只危险级的鬼打散，正对唐芳说：“这里应该还有另外一只凶险级的鬼，不然就凭一只危险级的鬼，根本不可能杀死3位狱鬼使。”然而两人在烂尾楼里转了很久，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们只能无奈放弃。与此同时的仙家，一个年轻男子正指着仙云怒吼：“你之前就已经败光了1万多的冥币，现在居然还想再要1万冥币，你是想把整个家都掏空吗？”仙云不甘心地反驳道：“我认识一位很厉害的朋友，他愿意抓一只凶险级的鬼给我，而我只要借给他1万冥币就好。”之前的那位年轻男子嗤笑道：“堂妹，你怕不是在做梦吧？你知道凶险级的鬼有多难抓吗？”仙云的三姨也附和道：“仙云，你可能被骗了，就算抓到了，想要签约也没有那么容易啊。”仙云看着本来支持自己的三姨也站出来反对，心顿时凉了半截。就在这时，仙云的爷爷忽然开口道：“让云儿拿1万冥币吧。”这话一出口，仙云的大伯立马开口反对道：“爸，仙云之前已经毁了好几件的鬼气，家里现在只剩下1万多的冥币，要是都给他了，家就真的要毁了。”仙云的堂哥也适时的说道：“他都败了2/3的家底，我觉得不仅不能再给他冥币，甚至要把他关起来以示警告。”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我看谁敢关他！”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中，我径直走到仙云的身前询问道：“是为帮我要1万冥币吵起来的吗？”还没等仙云回答，仙云的三姨就朝着我询问道：“你就是那个找仙云借1万元冥币的人？”我点了点头回道：“是我。”仙云的堂哥听后又嗤笑道：“仙云，我看你就是个蠢货，就凭这毛头小子还想抓一只凶险级的鬼。”仙云的三姨也开口说道：“仙云，你肯定被这小子骗了。”我没说话，只是挥了挥手，紧接着一道鬼影就凭空出现。欠家的老爷子顿时瞪大了双眼，这真的是一只凶险级的鬼。就在这时，仙云的三姨却怀疑的开口道：“这是凶险级的鬼吗？我怎么看着有点弱？”他话还没说完，脖子就被厉鬼掐住，我连忙呵斥道：“住手！”厉鬼这才退回到了我身边。一旁的仙云的堂哥吓得咽了咽口水，这只鬼也太凶悍了。而我则是扭头对着仙云说道：“这只鬼送你了，签订契约吧。”仙云又是欣喜又是忐忑的问道：“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要知道，在鬼眼里，人类就是下等动物，所以人类想要和鬼签订契约，就要满足鬼提出的条件。越是强大的鬼，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至于具体什么代价，就看鬼有什么要求。但我没让那只鬼说话，直接开口道：“不需要代价，直接签订契约就行了。”接着我又转头对着说：“把契约拿出来。”这只鬼听后很是配合的拿出一张契约，只见这契约上只有签订契约4个字，没有其他任何条件。仙云看看我，又看看厉鬼，很是疑惑这只鬼怎么会如此的听话，但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将手指按在契约纸上。下一刻，这鬼就直接没入了仙云的身体。见契约签订成功了，欠家老爷子开口宣布道：“我老了，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仙云了。”老爷子宣布完后就离开了大厅。仙云再次开口道：“我想用1万冥币，谁还有意见？”所有人不敢再表示反对，纷纷同意道：“您现在是家主，您说的算。”等所有人离开后，仙云拿来1万冥币递了过来：“莫哥，谢谢你，这是1万冥币，答应送你的房子和车子，我也会尽快准备好。”我接过冥币后说道：“不用客气，之前答应好帮你抓鬼，我肯定不会食言，这钱我也会尽快还你的。还有房子的话，尽量帮我找一处阴气重的地方。”仙云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我想着自己不仅差仙云1万冥币，还差王斌1万冥币，于是又开口问道：“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的赚到冥币？”仙云思考片刻说道：“快速赚冥币的方式没有，但如果您有多余鬼气出售的话，就可以一下子赚足够多的冥币。原来在阳间鬼气极为珍惜，一件差一点的鬼气，随随便便就能卖出几千冥币，稍微好一点的鬼气就可以卖好几万冥币。因为一只鬼可能一辈子只炼制一件鬼气，而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有鬼把自己的鬼气给炼。”我听后眼前一亮，在阴间的时候，阎王可是教过自己炼制鬼气的，所以只要冥币足够，自己就可以炼制很多鬼气。想到这里，我再次开口问道：“如果有鬼气，在哪里出售？”云川市中心的4方院，那里是狱鬼使互相交易的地方，只要是鬼气就不愁卖。我听后不再逗留，连忙回到酒店，开始准备炼制鬼气。只见我右手拿着10张面值100的冥币，左手不停地变换着手势，很快冥币就化成冥气，然后又凝聚成一柄小刀形状的虚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刀的虚影逐渐凝实，我皱眉看着手中的小刀，这小刀最多是只能使用7次的低等鬼气，估计也就能卖个几千冥币，但利润也还行。于是接下来的一整晚，我足足耗费了7000多冥币，又炼制出了3件鬼气。天一亮，我就开着仙云锁门来到了4方院的鬼气交易场。我随便来到一个摊位前，拿起一件铃铛鬼气看了看后说道：“这低级鬼气只能使用1次，有点破了。”摊位前的老板听后当即怒吼道：“你小子懂不懂货？这鬼气虽然只能使用1次，但也是极品，那这卖多少钱？”老板就像是看乡下佬一样说道：“3000冥币。”我听后有点呆愣，就这破烂就能卖3000冥币？于是我试探性的询问道：“那可以使用6次的鬼气，大概是什么价格？”老板感觉自己像是遇见了智障，对着我怒斥道：“你小子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吗？可以使用6次的鬼气已经是宝物了，那种罕见的物品怎么可能出现在市场上？原来鬼气可以使用的次数越多，
多，其价值也就越高。而四方院里出售的最有价值的鬼器，最多也是只能使用3次的鬼器。经过跟老板的对话，我总算是明白了，自己炼制的可以使用7次的鬼器，应该可以卖出一个不错的价钱。于是我拿出一柄短剑递给老板，问道：“你看这件鬼器能卖出多少钱？”老板震惊地看着我手里的短剑：“你这件鬼器居然可以使用7次？”我直接询问道：“这鬼器你收吗？”小兄弟，你太看得起我了，这玩意我收不起，不过我可以帮你吆喝一声，绝对有人买。见我点头答应后，老板当即高声喊道：“一件全新的鬼器可使用7次，有人买吗？”这话音刚落，不到10几秒的时间，我就被一群人围在其中。这件鬼器真的能使用7次？你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没有听说过有鬼器可以使用7次的。老板把短剑递给了我，说道：“小兄弟，人我帮你喊来了，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点了点头，拿着短剑展示道：“这件低级鬼器确实可以使用7次。”就在这时，忽然有人打断道：“你小子管这种极品鬼器叫做低级鬼器？这应该是极品鬼器。”我很是无语地问道：“这种有次数限制的是极品鬼器，那可以永久使用的鬼器属于什么级别？”听见这句话的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永久使用的鬼器谁见过？那玩意儿绝对属于无价之宝了。我看七嘴八舌的人群，顿时明白了这群人好像对可以永久使用的鬼器没有概念。于是我把话题拉了回来：“那这件鬼器价值多少冥币？这种极品看你心意了，应该可以卖2万至3万冥币吧？”我听后惊喜不已，没想到这种低级的鬼器售价这么高。于是我大声询问道：“这件鬼器有人买吗？”然而却没有人回应，并不是他们不想买，而是他们穷啊。就在我以为可能没人买的时候，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走过来说道：“这鬼器你要多少钱？”我看着颇有气场的女子说道：“3万2千冥币。”旗袍女子红颜薰直接爽快的答应了。我第一反应就是价格喊低了，我猜到眼前这妹子有钱，没想到这么有钱，3万2千冥币居然都不还价。就在这时，一个蓝头发男子插话道：“我也想买这件鬼器。”红颜薰见此皱眉道：“赵小强，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只是也想买这件鬼器，而且这种极品鬼器谁不想要？”红颜薰顿时生气的说道：“我都谈好价钱了。”赵小强直接打断道：“可是你没有给钱，那就是没有达成交易。我出3万5千冥币。”红颜薰当即就默不作声了，他很清楚赵小强的家底自己比不了，于是他很果断的放弃，刚准备就此离开，我却上前拦住了他：“美女，别急着走啊，我这个人讲信誉，答应把鬼器卖给你就不会食言，你给我3万2千冥币，这件鬼器就是你的了。”我说着就把短剑递给了红颜薰。红颜薰有点猝不及防，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人品这么高尚的人，于是他立马拿出3万2千冥币递给了我。赵小强见交易达成后面露失望，就准备离开去其他地方看看，而我却喊住了他：“这位兄弟，这就要走了？你的鬼器都卖了？”“我当然要走了。”我笑着说道：“别急啊，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件鬼器，你要不要看看？”在场的所有人再次惊呆了，还有极品鬼器，这家伙底蕴真雄厚。赵小强看我腰间的长剑问道：“你准备把这件鬼器卖给我？”我连忙摆手说道：“不是这件，是这件剪刀。”说着我就又拿出一把剪刀型的鬼器。赵小强打量着眼前的剪刀，笑着说道：“这件鬼器是极品鬼器吗？”“我只要极品鬼器。”我笑着保证道。“当然，这件鬼器跟之前出售的那件鬼器一样，也可以使用7次。”赵小强有点怀疑，但在他拿到这把剪刀的瞬间，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真的是可以使用7次的极品鬼器。随即他开口问道：“那这件鬼器多少冥币？”“也是3万2千冥币。”赵小强听后也很是爽快的给我了3万2千冥币，而一旁的红颜薰就黑了脸，他本以为遇见了人品高尚的人，原来是怕自己这个顾客跑了，随即他就要转身离开，没想到却再次被我叫住：“美女，你还要极品鬼器吗？我这儿还有。”红颜薰震惊的看我又拿出的球形鬼器，这家伙到底是哪来的这么多极品鬼器？但他已经没冥币了，于是他摇摇头表示不需要。我有些遗憾，然后又期待的看向了一旁的赵小强，问道：“这件鬼器你要吗？”赵小强犹豫了一下，还是婉拒了。不是他不想要，而是他的冥币也不够了。见此，我只好再次对着周围的人询问有没有人要的，但等了半晌也没人回应，看来今天是卖不掉了。于是我收起鬼器，悠哉悠哉的来到了四方院卖鬼的地方，然后使出了鬼眼技能来鉴别诡异。很快我就被角落的一只日常鬼吸引住了，姓名、血、境界、日常级、技能、无惧。使用技能之后可以让鬼无惧太阳。我震惊的看着眼前的信息，这个鬼技也太离谱了吧！要知道鬼可是特别惧怕太阳，一般的小鬼都不会在白天出现，哪怕比较厉害的鬼也只能在有物体遮挡下的地方出现。就在这时，一个女孩问道：“先生，您要买我的鬼吗？”还没等你说话，旁边摊位的老板就说道：“他这只是一只日常鬼，什么用都没有，您要不要看看我的鬼？”听见男老板的话，女孩无奈的低下了头，她也清楚自己这只是一只日常鬼，并没有什么价值。我没理会男老板，而是对着女孩说道：“这只鬼我要了。”女孩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直愣愣的看着我，而我则直接拿出1000冥币递了过去，问道：“1000冥币够吗？”女孩激动的说道：“够了，够了，谢谢你，银货2清后。”随即我朝着这只鬼抬起了手，顿时这只鬼就被自己收了。接下来我就开车来到仙云给我准备的豪华别墅，刚进屋就迫不及待放出了刚买的日常鬼，然后将手放在鬼的头顶，发动了镇鬼术，镇压了这只鬼。叮，恭喜您获得鬼技无惧，有了这个鬼技，自己就可以在随时召唤鬼出来了。就在此时，阴差李薛忽然出现在你的房间中。阴司大人，您唤我。我点了点头说道：“过来，我现在给你疗伤。”大人，我的伤过段时间就好了，您不用花费冥币给我治疗。我没说废话，而是直接拿出1万冥币，将其化成冥气，然后引导着冥气进入了李薛的身体中。很快李薛的伤就彻底痊愈。多谢阴司大人搭救。我摆了摆手道：“不用客气，你这几天待在这里，我可能会有事情安排你去做。”李薛连忙恭敬道：“任凭差遣。”然后就离开了房间。也就在此时，你的手机忽然响了，电话接通，里面传来一个轻云的声音：“莫兄弟，前段时间来静祠堂售卖阴差的那些人，1个星期后会过来，你如果想找他们，尽量提前做点准备。”我听后当即打起了精神，抓阴差的人终于要出现了，那自己是要好好准备一下。我倒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居然连叶都的阴差都敢抓。挂断电话后，手机再次响起，是李冰烟又打来了电话。一接通就听见李冰烟说道：“明天请您来一趟御鬼社总部，我有点事情需要麻烦你。”我很是爽快的答应了，估计是要给自己安排抓鬼的任务，看来是需要提升
下自己的实力了。于是我把晨曦唤了出来。大人，您唤我有何吩咐？我笑着说道。给你提升实力。随即我就拿出了2万冥币，轰的一声，冥币瞬间被点燃，紧接着缕缕冥气缓缓涌入了晨曦体内。晨曦发出一阵让人惊恐的尖叫，只见他眼眶逐渐的丧红，身体的颜色也逐渐加深，仿若实体一样。晨曦感觉到自己已经晋级到噩梦级，于是他立马拱手感激道：“多谢大人栽培。”我思考片刻后说道：“以后你就不用一直待在镇魂书中，跟在我身后，听我差遣就行。”晨曦激动地答应下来，这表明自己的身份被提高了，不是镇鬼书其他鬼可以比。接着我又召唤出了楚行，随后再次拿出2万元冥币，重复刚才步骤。楚行的身体也逐渐加深，楚行也激动地握了握拳，自己这就晋升到噩梦级了。随即他也拱手感激道：“多谢大人栽培。”我淡淡的嗯了一声后说道：“以后你也跟在我身边，听凭我差遣。”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御鬼社，李冰烟看见我就拿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这是你在御鬼社的身份名片，有了这张名片，不管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找御鬼社帮忙。我点头收下名片问道：“找我来还有别的事情吗？”李冰烟不好意思的开口道：“那个极品鬼器你还有吗？”原来我昨天在四方院出售极品鬼器的事已经在御鬼师的圈子里传开了。我很是爽快的拿出一把小刀鬼器递给了李冰烟说道：“虽然咱俩认识，但该给的冥币还是要给。”李冰烟感受到这件鬼器的厉害，笑着拿出1沓冥币递给我说道：“我给你35000冥币买你的鬼器。”我接过冥币后说道：“你如果有朋友想要买极品鬼器，也可以找我。”李冰烟眉头轻挑，难道这家伙手里还有这种极品鬼器？就在此时，一个西装男忽然走进了房间，李冰烟见状就对我说道：“没别的事情了，你可以先走了。”然而我刚准备离开，就被西装男拦住了：“小兄弟，别着急走，我想问问你手里还有鬼器吗？”李冰烟眉头微皱，开口说道：“楚寒林，他是我朋友，我又没有找小兄弟的麻烦，只是问问他还有没有鬼器。”楚寒林直接打断他的话，随即扭头眼神贪婪的看向我，我再次拿出了一件银针形状的鬼器。楚寒林看见我真的拿出一件极品鬼器，直接从我手中夺了过去，打量片刻后连连夸赞：“这可真是好东西啊！”随即他就把鬼器收了起来。我提醒道：“32000冥币。”楚寒林笑着说了句：“知道了。”就准备转身离开，我直接抬手拦住了对方，再次提醒道：“32000元冥币。”楚寒林见我不识趣，直接收敛了笑容说道：“小兄弟，这件鬼器就送给我，以后我帮你在御鬼社提升一下地位。”我直接拒绝道：“不行，要么给我32000元冥币，要么把鬼器还给我。”楚寒林眉头微皱：“莫林，咱们都是御鬼社的人，以后都是同事，你送我一件鬼器都不行吗？”见我还是摇头拒绝，楚寒林准备来硬的：“小兄弟，你是油盐不进，非要跟我闹僵。”话音落下，楚寒林就召唤出了他的契约鬼，随即这只鬼就直直的锁定了我的气息。鬼器送给我，就当我跟你交个朋友。他话还没说完，一只红影忽然出现，直接扇飞了这只恐怖极的鬼，整栋楼都猛然一颤。谁敢欺负我家大人？晨曦嘶吼一声，恐怖的威压蔓延了整栋大楼。李冰烟心脏猛然一缩，这是噩梦级的鬼。他看了看楚寒林，冷哼一声，就向后倒退，并没有要多管闲事的意思。晨曦又一把抓住了楚寒林，而楚寒林完全反抗不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很快，御鬼社的其他人纷纷都涌了进来。然而，当他们看清是一只噩梦级的鬼时，都六神无主了。还不等这群人反应过来，下一瞬，漫天黑气席卷了在场所有人，紧接着他们的身体都猛然僵硬。只见他们的脖子上都被一条铁链给捆绑住。循着铁链的方向看去，居然又是一只噩梦级的鬼。原来是楚行出手了，而楚行出手的一瞬间，就挟持住在场所有人的性命。一直平静的李冰烟也是头皮发麻。要知道，一只噩梦级的鬼可以屠一场，而我却拥有2只噩梦级的鬼，至少整个云川是无人能敌的。而楚寒林整个人都傻了，这特么的什么情况？噩梦级的鬼什么时候跟大白菜一样了？就在这时，晨曦出声道：“大人，要把这里所有人都杀了吗？”话音刚落，在场众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噩梦级的鬼这么血腥的吗？楚寒林心里咯噔一下，他可不想死啊。于是他连忙道歉：“兄弟，对不起，我给你冥币，我花钱买这件鬼器。”我听后挥了挥手道：“放下他。”晨曦立马松开手，楚寒林狠狠地摔在地面，但他也顾不上自己有没有受伤，立马拿出32000元冥币递了过来：“兄弟，刚才是我冒犯您了，实在是抱歉。态度要多恭敬就有多恭敬。”晨曦见此准备退到我身后，但却不小心触碰到我的头发，他当即一个机灵跪了下来：“大人，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您。”周围众人都傻眼了，噩梦级的鬼都这么卑微的吗？这人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李冰烟咽了咽口水，这莫林到底是怎么把噩梦级的鬼调教成这样的？我没理会众人的反应，而是淡淡的开口道：“没事，散了吧。”晨曦听后松了口气，随后跟楚行同时消失了。楚寒林见此连忙编了个借口道：“莫先生，刚才是我冒犯您了，我老婆生病了，我要去照看她，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说完就直接慌张的逃走了。李冰烟也对着众人呵斥道：“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见众人都走了后，李冰烟才开口问道：“刚才那2只鬼是您的全部实力吗？”我漫不经心的说道：“并不是，这2只鬼只是我实力的冰山一角。”李冰烟听后惊得闭不上嘴，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难道莫林还有比噩梦级更厉害的鬼？还好自己拉他加入了御鬼社，和自己不是敌对关系。随后李冰烟又小心翼翼的问道：“那您还愿意去做抓鬼的小任务吗？”我笑着开口道：“当然，抓鬼的任务尽管安排我去做就是了，任不任务的对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抓鬼，抓一些拥有特殊轨迹的鬼才重要。”李冰烟听后拿出手机道：“那我拉你进云川御鬼使群，群里不定时会安排任务，您如果看着合适就可以接。”我一进群就看见一条消息：西郊3级御鬼使云灵遇见危险，有谁距离西郊比较近，请立即前去帮忙。我摸着下巴思考着，现在是白天啊，怎么还遇见危险了？李冰烟见我也在看群消息，就试探的问道：“莫先生，您亲自去一趟？”我点了点头，很是爽快的答应。而我刚准备离开，就想到让御鬼社帮自己打探消息的事，于是我又转身问道：“你帮我查一个叫做子上轻柔的鬼的下落。”李冰烟诧异的说道：“子上轻柔那个鬼不是消散了吗？”这句话就像是一阵劲狠狠
记住。什么消散？怎么会消散？我冲上前激动地询问道。李冰烟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一激灵，他连忙说道：“他1年前曾经来我们玉鬼社寻求帮助，但玉鬼社上边的领导没有达成一致，就拒绝了。再后来就没有听过他的消息了。我猜测他应该是死了。”我连忙追问道：“他怎么会找玉鬼社？遇见什么麻烦了？”李冰烟硬着头皮解释道：“这其中牵扯就比较广了。我也只是知道一点，他好像被鬼域的那些鬼逼得走投无路，想要寻求玉鬼社的庇护。我听到鬼域这个词就恨得咬牙切齿，在阴间夜斗鬼跟鬼域的鬼就是死敌，现在来阳间了，鬼域的鬼还是阴魂不散，这群鬼真特么的有病，就不能自己玩自己的，非要找夜斗鬼的麻烦。自己现在还不是君主级别的实力，不然就直接去灭了这群狗东西。”李冰烟则有点不知所措的看着生气的我。就在这时，我又开口问道：“你能确定子上轻柔消散了吗？”李冰烟紧张的说道：“不确定，我只是猜测他消散了，我这就去帮你查一下关于子上轻柔的消息，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我点了点头说道：“你查到关于子上轻柔消息后，打电话跟我说就行。”随后我就离开了这里，然后开着车来到了西郊云林所在的学校。当我走进学校，远远就看见一群人正围着云林，我还隐约听见云林咬牙切齿的声音：“我抓的鬼，凭什么给你们？”一个肥胖的男人厚颜无耻的回道：“我们早就看中这只鬼了，只是你动作快，先我们一步把这只鬼抓住了，我们盯上的猎物你应该还给我们。”云林眉头微皱，看来今天是不能善了了。随即他目光四处张望，刚刚自己在群里发了求救消息，应该会有人来的吧。当他看到我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我无视了其他人，径直走向云林，直接开口问道：“这些人怎么回事？”这些人是子龙会的人，我昨天抓了一只鬼，他们想抢我抓的鬼。我有些茫然的问道：“子龙会是什么组织？”子龙会跟我们玉鬼社一样，同属于官方组织，只是子龙会主要处理一下杂事。云林解释完后，又朝着我身后望了望，问道：“其他人呢？”我不紧不慢的回答道：“没有其他人，就我一个。”云林顿时有点慌了，就来了莫林一个，那跟没来有什么区别？胖虎见此笑出猪叫声：“云林，你喊他过来是挨打的吗？”云林咬着牙冷哼一声，然后转身对着我使眼色，示意让我跑。我没理会云林，而是看向了对面的人，只有3个2级玉鬼使，4个1级玉鬼使。于是我很是疑惑的看向云林，询问道：“你是3级玉鬼使，怎么会惧怕他们这些人？”还不等云林说话，对面的胖虎就洋洋得意的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他是3级玉鬼使，怎么了？他就算是再厉害，也不可能在太阳下把鬼召唤出来。”云林眼神冒火，如果不是因为鬼无法在太阳下出现，他早就把契约鬼召唤出来教训胖虎这群人了。我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对着云林说道：“这里交给我。”胖虎不屑的笑道：“你小子准备一个人拦我们一群人？”而我只是一挥手，心难道诡计魂链，瞬间一道铁链凭空出现，狠狠的抽打着胖虎的身上，杀猪般的惨叫声在广场上。胖虎身后的几人看见这一幕，吓得连连倒退。云林一脸的不敢置信的看着这一幕，他怎么可以在太阳下使用诡计？正常情况下，在太阳下我也无法使用诡计，可我刚获得了一个很变态的诡计无惧，使用技能之后可以让鬼无惧太阳，在阳光下随意走动。但对付胖虎这群小喽啰，不至于召唤鬼，使用诡计就行了。于是我右手一练，狠狠的抽在胖虎身上，剧烈的疼痛让他疼得在地面打滚。我语气冰冷的对着剩余人说道：“还有谁要拦路？”见所有人不吭声，我直接带着云林离开了学校。和云林分开后，就准备开车回家。然而我在这条路上转悠了1个多小时，都没开出去。难道是被鬼拦路了？我一下车就看见四周一片白雾，而且这里根本就没有路，只有土坡。所以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了这么一个环境？我很快在空气中发现一丝鬼气，沿着鬼气的痕迹走，没走一会儿，就听到一阵惊悚的呜呜咽咽的哭泣声。我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女人蹲在一个大石头旁，可能是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她缓缓扭头，被吓得一个激灵。卧槽，好丑！随即我不由自主地拔出了长剑，抵在身前质问道：“你为什么拦我的路？”女鬼口中喃喃说道：“还我孩子，夺走我的孩子，我要让你们偿命。”说完，她就要做事跟我拼命，然而下一刻却停在原地。莫林大人，我有点懵，眼前这鬼是谁？能喊出自己的名字，想必是认识自己的。自己现在可没有穿阴丝袍，除了熟人以外，不可能有鬼喊我大人。女鬼着急地说道：“我是殷小花啊，鬼母的事情您还记得吗？”我猛然反应过来，是你啊！原来我在阴间修炼5藏藏鬼术，收服的第一只鬼就是鬼母，因为鬼母很特殊，当时是靠殷小花的帮助才能收服的。我很是疑惑地问道：“你知道是我，所以故意拦我的路？”殷小花一边说一边看了看四周，不是的，可能是因为我怨气太重，才改变了周围的环境，误把你拦住了。随即他又呜咽地说道：“大人，你要帮我啊！我孩子被一群陌生人抓走了，我没办法找到孩子。”殷小花害怕我拒绝，又连忙说道：“莫林大人，只要您愿意帮我找到孩子，我愿意100倍报答你。”我想了片刻，就开口道：“我可以答应帮你找孩子，但你要跟我签订服从契约。”殷小花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只要您帮我找到孩子，就算是让我散伙，我也愿意。我点了点头说道：“那你跟我走吧。”殷小花听后就化成一团雾气，附在了我手中的长剑上。随后我打开手机，在聊天群中发消息，谁的消息灵通？我想打听一点关于鬼的事情。很快一个叫凤鸣雨的人就回复了我：“你要抓鬼吗？还是说想要买鬼？我们单独加好友细聊。”于是我就加上了凤鸣雨，发去了消息：“你好，我想找一个被抓走的鬼孩子。”对面也很快回复道：“晚上来万林 KTV 找我，我会带你去找。”随即我收起手机，就开着车先回了家。刚进门，李薛就出现了：“大人，您走了之后，有人偷溜进来了。”我脸色不好看的问道：“知道对方是谁吗？”李薛立马说道：“我在对方身上留下了气息，需要我去帮您查一下吗？”我点了点头说道：“你去查一下对方是谁，小心一点，如果对方跟鬼域有关，你一定要保护自己安全。”李薛点头答应后就离开了。等到晚上7点左右，我开车来到了万林 KTV， 见到人后我直接问道：“你能帮我找到那个鬼孩子吗？”凤鸣雨笑着说道：“这件事情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带你去找我舅舅，他消息贼灵通，只要是在云川，没有他查不到的事情。”说着他就带着你来到了。
了 KTV 隐藏下的黑市。就在这时，一个男子跟我擦肩而过，却碰了一下自己的胳膊，我很是无语，这么宽的路都能撞到。然而下一秒我就反应过来，赶忙查看自己的衣兜，这才发现自己带着的1万冥币没有。不用想，肯定被刚才那人偷走了。凤鸣宇见我不走了，就转头问道：“怎么了？”我看向刚才那人跑走的方向，低声说道：“我的冥币被偷了，我要去把冥币拿回来。”还不等他说什么，我就径直的对着小偷消失的方向跑去。凤鸣宇着急的在你身后追赶，别追了，敢在这里边偷东西的小偷，背后肯定有人罩着，你的冥币追不回来。我没理会凤鸣宇的劝告，径直的向前走。很快穿过一个路口，就看见刚才那男人冲入一个小屋子里。我跟着来到了这个小屋子门口，这屋子里汇聚了一群人，正恶狠狠地瞪着自己。而刚才那个小偷正大摇大摆地站在最后位置，一只手还甩着本该属于我的1万冥币。就在我准备进去时，一个黑衣男子却拦住了我：“小子，你干什么的？”我指着里边的那个小偷缓缓说道：“里边那个小偷偷了我的冥币。”男子听后当即不满道：“谁是小偷？你小子嘴巴放干净点，冤枉人可是要付出代价的。”他话刚说完，大厅里其他人就开始向我逼近。看这情况，这些人明显不是第一次仗着人多欺负别人。与此同时，凤鸣宇也追了过来，刚好看见我和一群人对峙，他吓得不行，连忙陪笑道：“对不起，误会了，我朋友第一次来黑市，不懂规矩，请诸位兄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那黑衣男子丝毫不领情，笑着威胁道：“既然是你朋友，你不知道看着点吗？这里可是孙爷的地盘，你知道得罪孙爷会有什么后果吗？”凤鸣宇连连道歉：“我知道，不好意思，我这就带我朋友离开。”凤鸣宇说着就准备拉我离开，然而却没拉动，只听我说道：“我的冥币被这群人偷了。”凤鸣宇低声提醒道：“这里是孙涛的地盘，他是一个4级御鬼师，你别搞事情了，我们赶紧走。”然而我就跟没听见一样，还是冷冷地看着这群人。黑衣男子见此，直接就召唤出了自己契约鬼。大厅里的其他人见此，也都纷纷召唤出自己的契约鬼。见这群人给脸不要脸，我就对着凤鸣宇说道：“10分钟之内我会解决这件事情的。”凤鸣宇见我一副准备干架的模样，只能赶紧拿出手机，在聊天群里呼救：“救命！莫林在黑市中遇见麻烦了。”云林看见群消息就立马追问道：“什么麻烦？怎么回事？”凤鸣宇连忙回复道：“他带的1万冥币被孙爷手底下的人偷走，莫林要跟他们打起来了，赶紧来人，我怕莫林死在这里。”云林着急的回复道：“什么？孙爷不是一位4级御鬼使吗？你赶紧劝住莫林不要冲动啊！”凤鸣宇都快急哭了，连忙回复道：“劝不住一点啊，现在御鬼使都这么凶吗？”林夕见此也连忙回复道：“惹了孙爷，那我现在过去。”云林看到林夕的消息立马大喜：“对，林夕你跟孙爷认识，你赶紧过去说点好话。”凤鸣宇也赶紧回复道：“赶紧来吧，如果来晚了，可能就要给莫林收尸了。”与此同时，那群人的契约鬼已经朝着我扑咬过来。凤鸣宇看见这一幕，咬着牙准备强行救我离开，忽然一阵凄惨的鬼叫声突然响起，紧接着就是此起彼伏的鬼叫声。凤鸣宇很惊讶地看着我周围那些鬼，居然跟遇见天敌一样快速地逃跑。凤鸣宇揉了揉眼睛，这才确定自己没有看错，这群鬼确实是在害怕。他甚至看见有3只鬼在一瞬间被拦腰斩断，消失在半空中。只见我右手持剑，一剑一鬼，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于是，在不到10几秒的时间里，20多只契约鬼就死了一大半。凤鸣宇看着我手中那柄长剑，喃喃自语：“这是什么鬼气，这么厉害？”就在这时，我的背后忽然出现一个男子，拿着一件螺旋形状的鬼气朝着我过来。就在凤鸣宇以为我要受伤时，却见我反手挥动长剑，扑哧一声，那男子拿着鬼气的手臂瞬间被斩断。处理完所有契约鬼后，还有一只漂浮在空中。这只鬼的诡计很有意思，我想要收服才没有斩杀，而这只契约鬼也发现情况不对，想回到自己的宿主身上。然而我只是抬手便镇压了这只契约鬼，把它收入了镇鬼书主。叮，恭喜您获得诡计，瞬间移动。使用之后，可瞬间出现在目光能看见的最远地方。与此同时，一位男子就感觉到自己跟契约鬼断了联系，于是就对着我嘶吼道：“你凭什么夺走我的契约鬼？把契约鬼还给我！”我一脚踹飞了对方，然后对着其他人说道：“还有谁不服？可以站出来！”现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不吱声。凤鸣宇感觉自己人都妈了，这么离谱的吗？他想到了很多种后果，唯独没有想到他一个人竟然弄死了20多只契约鬼。而我此时已经走进了屋子，躲在角落的小偷吓得脸色煞白，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样子。“对不起，大哥，饶了我！”小偷一边说一边把1万冥币乖乖的递了过来。而凤鸣宇则有点不知所措：“你一个人把孙爷的地盘给砸了？”不用说，孙爷肯定在赶来的路上。果然不一会儿，就见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大门口，他看着大厅里一片狼藉的样子，冷声朝我质问道：“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淡淡的说道：“你的人偷了我的冥币，我小小的惩戒了他们一下。”孙涛冷哼一声：“你不觉得自己做的很过分吗？”他话音刚落，我就把长剑搭在孙涛的肩膀上，然后笑着说道：“我不觉得自己做的很过分。”随即就冷了脸：“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你最好别惹我。”孙涛抬手就准备把搭在自己肩膀上的剑折断，然而在他手触碰到利剑的那一刻，他体内的契约鬼传出害怕的情绪：“别惹他，你会死，千万不要惹他。”要知道自己这可是恐怖级的契约鬼，此时却产生了害怕的情绪。凤鸣宇紧张的咽口水，莫林真是凶，谁都不怕，面对4级御鬼使丝毫不怂，甚至还挑衅。就在凤鸣宇以为你俩会打起来时，孙涛却讨好的笑道：“你做的不过分，是他们错了。”我收起了长剑，冷冷的说道：“管好你的人，如果有下次，我不介意连你一起教训。”孙涛再次说道：“我知道了。”这态度丝毫看不出来有一点点的生气。一旁的小弟看不下去了，上前提醒道：“孙爷，这小子砸了我们的地盘，甚至夺走了兄弟们的契约鬼，就这么算了吗？”孙涛直接一巴掌扇飞了这个小弟。我对着凤鸣宇问道：“这里是黑市，杀人应该不用承担什么后果吧？”凤鸣宇连忙说道：“不用呀。”孙涛不自觉地为自己捏了把汗，很明显，这家伙的这句话是说给自己听的。如果自己真的做出了什么过分的举动，今天这里一定会死人。我看这孙爷如此识趣，就带着懵逼的凤鸣宇离开。凤鸣宇赶紧打开云川御鬼社聊天群，看着大家都在追问现在怎么样了的刷屏消息，凤鸣宇连忙按了灵犀：“你不用来了，事情已经解决了。是莫林被解决了吗？莫林已经被整死了吗？孙爷出手了吗？”群里顿时再次被各种疑问刷屏。凤鸣宇见此苦笑不得，连忙在群里说道：“他没事，孙爷那个老杂毛也没敢找莫林麻烦。”
烦。莫林一个人把孙爷的场子给砸了，太帅了，简直无人能敌，孙爷都不敢惹他。发完这些后，他也不管群里沸腾的消息，收了手机，然后指着你腰间的长剑疑惑地问道：莫林，这件鬼器属于什么级别的？我并没有回答。关于阴气的事情，没必要和阳间的人说。见你不愿意回答，凤鸣宇便识趣地转移话题：你的契约鬼也是恐怖级的吗？我摇了摇头说道：不是。凤鸣宇惊讶地捂着嘴：难道是噩梦级鬼？我没有正面承认，而是催促道：行了，别八卦了，你不是帮我查消息吗？凤鸣宇从震惊中回过神说道：对，这边走。很快我俩就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店，店里坐着一个老人。凤鸣宇指着老头对我说道：这人是我舅舅。刘峰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笑着说道：明宇来了，好久没有见你，最近怎么样？凤鸣宇回道：还行。说着又介绍道：这是我朋友莫林。听见你的名字，刘峰凑上前仔细地看了看我知道你小子前几天在倩家大闹了一场，昨天险些把御鬼社总部都给掀翻了，而且你这家伙还出售了好几件极品鬼器。听见刘峰的这番话，我顿时了然，凤鸣宇的这个舅舅消息网确实很厉害。刘峰再次开口道：找我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我找您想打听前段时间谁抓走了一个鬼小孩。刘峰听后拿出一个本子说道：我帮你看一看啊。他一边说一边快速翻动起来，随即他很快就翻找到了我要的消息，并把这消息誊抄在一张纸上，然后把纸递了过来说道：你要的消息在这上面，1000冥币，不讲价。我没有犹豫，拿出了1000冥币递过去，随即我接过纸张并打开，只见上面写着：鬼孩子被齐道观的弟子抓走了。凤鸣宇见我俩交易成功后说道：我舅舅的消息很准的，只要是他给你的消息，100%是真的。我点了点头问道：齐道观在哪里？是个什么地方？凤鸣宇瞳孔猛然一锁，惊呼道：我的祖宗啊，你该不会又要去齐道观闹事吧？我无奈地说道：也不算是去闹事，我就是去要点东西。凤鸣宇明显不相信，微微撇嘴说道：齐道观在云川地位很高的，云川一共有2个比较大的道观，第一个道观是净慈堂，第2个道观就是齐道观。净慈堂里有御鬼使有道士，而齐道观里边则清一色的都是道士，大概有10几位道士吧。我摸着下巴沉思，自己没和道士打过交道，但自己的师傅曾在阳间也是一个人人敬仰的天师，也属于道教一派。凤鸣宇看我沉默不语，再次开口道：齐道观是正统道士，他们有专门抓鬼的技巧，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帮人抓鬼，偶尔做点其他小生意，比如说出售鬼之类的事情。我点了点头说道：好了，我知道了。随即我就转身离开。凤鸣宇看着我的背影很是无语，这莫林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啊。想了想，凤鸣宇还是跟了上去，他怕最后局面不好收场。当我来到齐道观大门口，还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一个守门的年轻男子就惊呼道：大师兄，救命呀！有鬼，有大凶鬼啊！他一边喊一边转身冲入道观。我站在原地疑惑的四周看了看，这里并没有鬼，只有自己一个人啊。他说的鬼难道指的是自己？我很是纳闷，自己之前刚回到阳间的时候就被人误会是鬼，现在又被人误会是鬼，这是为啥？就在这时，刚刚那名年轻男子已经带着一个胖师兄走了过来。胖师兄一边走一边呵斥着：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怕什么？我们是道士，是抓鬼的，你居然被鬼吓成这样，传出去丢不丢脸？胖师兄冷哼一声，刚准备踏出门，下一瞬间也惊呼道：我操，有鬼！胖师兄吓得向后倒退，然后对着一旁的男子吼道：赶紧关门，别让鬼闯进来了。男子喃喃回答道：师兄，关门好像没用吧？原来齐道观所有弟子都会一种叫做观气术的基本入门功夫，他们看鬼都是通过观气术来判断鬼的强弱。胖师兄刚刚使用观气术，那股凶悍的鬼气压得他喘不过气。就在这时，我抬手缓缓敲了敲门，询问道：有人吗？胖师兄吐槽道：这鬼还挺有礼貌，但他还是吓得直打冷战。第一次遇见胆子这么大的我，居然来敲道观的门，这跟老鼠去猫巢有啥区别？于是胖师兄对着身旁的男子吼道：赶紧去把大师兄喊来。而大师兄此时正在屋子里休息，听说有鬼闯入道观，直接起身来到了前院。你们干什么？被一只鬼吓成这样，成何体统？把门打开。胖师兄低声提醒道：大师兄，真的是一只很凶的鬼。万玉一身正气的吼道：赶紧开门，道士怕鬼，这件事情传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胖师兄见此只能硬着头皮开门。而当我走进院子的那一刻，万玉等人不约而同的同时向后倒退，这还真的是一只很凶的鬼，鬼气冲天的。万玉甚至感觉这还是对方在收敛鬼气的情况下造成的影响，如果对方不收敛鬼气，恐怕眼前的景象会更骇人。而此时的万玉已经没有了抓鬼的念头，因为他不仅看见了滔天的鬼气，还看见了对方肚子里居然还寄养着5只鬼。于是他赶忙收回目光，然后硬着头皮朝我询问道：你来我齐道观干什么？我开口道：你们前几天是不是抓了一个鬼小孩？万玉点了点头，承认道：对，那个鬼小孩的母亲很着急，可以把鬼小孩还给我吗？我可以给你们冥币。万玉听后脸色铁青，眼前这只鬼居然明目张胆的找他要鬼，这太不把齐道观放在眼里，把他们这些道士当什么了？而我则有点不明白，自己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这些道士的表情为什么跟吃了狗屎一样难看？我又不是白要鬼小孩，自己愿意给冥币还不行吗？于是我再次开口道：能不能给？万玉心脏咯噔一下，对方这是在威胁自己，被一只鬼给威胁了，这传出去多丢脸。但他还是吩咐道：去把前几天抓的那只小鬼拿过来。很快一个师弟端来一个灰黑色的坛子，坛子上贴着符纸。万玉把坛子上的符纸解开，一道黑色身影畏畏缩缩的从坛子里飘了出来。这小鬼的个子很小，跟7、8岁的小孩子一样。他看见万玉等人的那一刻，下意识的向后倒退，缩着脖子。当他看见我时，却惊呼：莫林大人！而他这一句莫林大人，更加让万玉笃定我是一只鬼，而且还是一个有身份的鬼。小鬼跑到我面前后，对着我感谢道：多谢莫林大人的救命之恩。而我则是喊道：殷小花，出来吧，你儿子我帮你找到了。殷小花出现之后，就上前抱着他，红眼骂道：叫你不要乱跑，你不听，被这些臭道士给抓了吧？如果不是莫林大人出手相救，你绝对难活。殷小花说完，又恶狠狠地瞪了万玉一眼，然后就带着儿子回到了店里。随即我拿出2000冥币递给万玉后，就转身离开了。万玉看着我离开的背影，喃喃自语：这只鬼还挺有素质的。胖师兄不甘心地说道：大师兄就这么让这只鬼走了？万玉冷哼一声道：当然不是，今天丢的面子肯定要找回来，你去买点符纸回来，我要绘制一个抓鬼大阵，亲自把这只鬼给抓了。胖师兄听后恭敬的道：
师兄威武，我这就去买。而我在离开奇道观之后，就遇见赶来的凤鸣雨。他看见我后，惊讶地问道：“你没事？”我无奈地开口道：“我当然没事，事情也已经解决了。”凤鸣雨震惊不已，这就解决了？本以为这莫林会跟奇道观的那群人发生摩擦，但似乎什么都没发生，看来是自己想多了。于是凤鸣雨开口问道：“你吃饭了没？我请你吃饭。我忙活了一晚上，也确实饿。”随即我就跟着凤鸣雨进了一家饭店。凤鸣雨走进饭店的第一反应就吐槽道：“怎么这么脏？”而我则转头对着凤鸣雨问道：“你怕鬼吗？”凤鸣雨听后警惕地看着周围：“你啥意思？这里有鬼？”随即意识到什么，挺了挺胸口道：“我可是遇鬼使，我不怕鬼。”我听后点了点头说道：“不怕鬼就行。”我们来到鬼窝了。我话音刚落，饭店里瞬间就出现10几只凶险级的鬼。凤鸣雨下意识地向我的身边靠近，我扭头看向他，很是疑惑地问道：“你不是不怕鬼吗？”凤鸣雨闻言再次挺了挺胸口道：“我当然不怕。”然而当他看见一只披头散发的女鬼时，脑子里突然涌入不属于他的各种凄惨死亡的记忆。下一秒他就忍不住这种剧烈的精神冲击，呕的一声吐了一地。这是一只噩梦级的鬼，死定了，这次真的死定了。就在这时，我一把将他拉到自己身后，而凤鸣雨刚站的不远处瞬间出现一道深坑。原来那只噩梦级的鬼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起了攻击。与此同时，原本的饭店变成了露天的坟场，一具具尸体从坟墓里爬出来。凤鸣雨甚至可以闻见扑鼻的臭味。我对着凤鸣雨解释道：“别慌，这些都是幻觉，应该是刚才那只鬼的诡计。”凤鸣雨再次逞能道：“我知道，我不怕。”我无语的说道：“你不怕？你拽我衣服干啥？衣袖都给我拽脱线了。”凤鸣雨尴尬的向后倒退2步。就在这时，一只腐烂的尸体径直的朝着凤鸣雨扑来。就在他准备召唤出自己的契约鬼时，我连忙出声阻止道：“不要召唤你的契约鬼出来，出来会被吃掉的。如果太害怕，你就把眼睛闭上。”于是凤鸣雨听话的闭上了眼睛，然后死死的贴在我的身后，丝毫不敢动弹。那只鬼见凤鸣雨没有召唤契约鬼出来，气急败坏的嘶吼一声，而我也使用了鬼眼技能，姓名、红叶、境界、噩梦级、诡计、幻境，用对方心中最恐惧的东西制造幻境，恐吓对方。我打量了下周围的环境，那看来这坟场幻境应该是凤鸣雨心里最害怕的东西了。这噩梦级的鬼收入镇鬼书中，也是一个不错的战力。下一秒，晨曦的身影就出现在我面前，他挥动手指，直接破了周围的幻境，随后朝着我说道：“大人，您稍等，我这就帮您解决麻烦。”说完，他就冲了上去，而我则拽着凤鸣雨说道：“走，我们先出去。”当凤鸣雨睁开眼时，就看见2只噩梦级的鬼在打架。于是他疑惑地朝着你问道：“怎么又有一只噩梦级的鬼？那是你的契约鬼吗？”我点了点头，没多解释什么，而是直接冲到一只凶险级鬼的身前，直接使出分鬼术，将这只凶险级的鬼压缩成一个头骨，收起来后又动手去抓下一只鬼。这些鬼等级虽低，但也不能放走，抓起来以后也许有用的。凤鸣雨见状人都麻了，2只噩梦级的鬼在打架，这莫林却在抓小鬼，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契约鬼被打败。另一边晨曦却是越战越勇，发出让人心悸的尖锐叫声。下一秒他就一爪子刺穿了那只鬼的胸口，接着他就提着这只鬼走到了我的面前。大人，这只冒犯您的鬼我已经抓住了。我一抬手就把这只鬼丁，恭喜您获得诡计幻境，冥币产出80元每天。我的冥币收入再次增加，我想着自己随便卖几件鬼器就几万冥币，这对比之下，镇鬼书的产出也不是很多啊。就在这时，镇鬼书忽然浮现一行字：已捕捉5只鬼，再捕捉5只鬼，所有冥币收入翻10倍增长。我震惊的合不拢嘴，这个镇鬼书真是惊喜不断啊！所有收入翻10倍，那噩梦级的鬼一天收入就有800元冥币，而我现在手上有3只噩梦级的鬼，一天冥币收入就是2400元冥币，自己再多培养几只噩梦级的鬼，不就发财了？而我不知道的是，奇道观的胖师兄在买符纸的路上，远远看见我和红叶打了起来，此时他正火急火燎地对着万玉说道：“大师兄，我刚才买黄符的路上，看到刚才来咱们道观闹事的那只鬼，跟另外一个噩梦级的鬼打起来了，咱们要不要去坐收渔翁之利？”万玉有些犹豫地说道：“那只鬼有点凶，我担心抓不住。”胖师兄连忙劝说道：“这些符纸我都准备好了，咱们把抓鬼阵提前布置在那只鬼的必经路上，就一定可以把他给抓起来。”万玉听后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说干就干，于是他就说道：“那你去喊师兄弟们带着家伙神跟我去抓鬼。”于是我和凤鸣雨在收拾完残局，刚离开鬼饭店还没走多远，就突然被冲出来的万玉等人堵住了去路。只见万玉一手拿着木碟，一手拿着符纸，嘴里念叨着什么，而其他人则手持红线，形成一个正方形，将你困在其中。就在我疑惑不解时，胖师兄端着一盆香灰酒朝我泼了过来，我顿时对着胖师兄怒骂道：“你神经病啊！”胖师兄一脸不可置信地说道：“你怎么没事？这不可能啊！”胖师兄说着，还拿出一张符纸在你面前晃了晃，看我没反应，又是疑惑地问道：“你不害怕？”我一巴掌就抽在胖师兄脸上：“你脑子进水了！”胖师兄一脸委屈地对着万玉说道：“大师兄，这只鬼太凶了，他还打我。”万玉见此也顿时慌了，他拿出一个铃铛急促地摇晃起来，嘴里的念叨就没停过。我彻底恼火了，这些人都纯纯的神经病啊！于是我一挥手，把拦在身前的红绳子给扯断，然后冲到万玉面前质问道：“你们一群人大半夜的犯病是不是？”万玉没搭理我，嘴里念叨的速度更加快了。见万玉不回答，我再次逼近他吼道：“你神神叨叨的搞什么玩意儿呢？”而此时我距离万玉很近，说话的气息都喷到了他的脸上。万玉顿时一愣，这家伙有呼吸，于是他惊呼道：“我操，原来你是个人，吓死我了！老子还以为遇见了个硬货，难怪这些对付鬼的东西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我听后更是生气了，怒斥道：“你特么才不是人！”万玉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以为你是鬼。”他越解释我越觉得被冒犯，黑着脸怒斥道：“你才是鬼，你全家都是鬼，脑子进水了啊！”
人鬼不分了啊！万玉一脸尴尬，人跟鬼他自认分得清楚，但是正常人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鬼气？更别说身体里还有鬼。胖师兄一脸不敢相信的上前问道：“啥玩意儿？这家伙是人？谁家人鬼气冲天的？”他说着还用手感受了下我的呼吸，然后又是一阵惊呼：“真特么的是人啊！”我一脸嫌弃的说道：“你们闹够了吗？”万玉连忙再次道歉道：“对不起，纯属于误会。”我也不和他们废话，直接说道：“赔钱！你们这香灰弄了我一身，把我新买的衣服都弄脏了。”万玉又是连忙道歉：“兄弟，实在是对不起，这是我给您的心意。”万玉说着就从兜里拿出来2000元冥币递了过来。今天这件事情纯属误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看万玉态度放这么低，收下了2000元冥币后说道：“不要再有下次了。”随即就带着凤鸣雨离开了。胖师兄看人走后就疑惑的问道：“师兄，刚才那个人咋这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重的鬼气？这也太稀奇了。”万玉也一脸郁闷的说道：“我怎么知道？世界这么大，总有些东西我们不理解。”一个小弟子忐忑的问道：“他该不会修炼什么邪门的功法吧？”万玉直接打断道：“别乱说话，这人我们惹不起，这事情等师傅回来之后再说。今天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这个人你们也都没有见过。”而另一边，我和凤鸣雨分别后就回到自己家，鬼差李薛已经等候多时，见到我后立马恭敬的禀报道：“大人，已经查到了，前几天偷溜进来的人是仙云的那位堂哥仙无海，他带了几个人来，想要偷东西。”我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随即我暗自想着，还以为是鬼域的鬼发现我，接着我又想到自己还抓了10几只低等级的鬼，没有地方放置，看来明天还要炼制一件容纳鬼的鬼器才行。接着我又拿出手机打开了云川域鬼社群，只见里边发布了很多抓鬼的信息，但大多都是一些抓小鬼的消息。然而第14条任务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任务14：明海大厦死亡4人，需要人去查看情况，危险程度3级，完成任务奖励300冥币，可以去看看这里是不是大鬼在作恶。于是我就接了这个任务。第二天，明海大厦大门口，几个穿着制服的男子正讨论着什么。队长赵虎开口道：“这件事情很棘手，我们这些普通人可管不了，安心等遇鬼使来处理就好。”就在这时，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忽然靠近，赵虎连忙开口警告道：“这里很危险，请离开这里。”然而他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声响，赵虎的身体应声倒地，随即黑帽子男拿着手枪就加快脚步进了明海大厦。旁边一位男子这才反应过来，迅速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赵虎声音很弱的叮嘱道：“危险分子，赶紧呼叫总部，赶紧联系遇鬼社的人。”我刚开车来到明海大厦附近，就听见一声枪响。当我加快速度来到大门口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我对着其他人说道：“我是遇鬼社的人，我负责明海大厦的任务，怎么回事？”一个男子上前把事情的大致经过跟我叙述了一遍。原来明海大厦前天晚上死了4个人，而这些人都是被活烧死，但明海大厦并没有发生火灾。刚刚还突然出现一个戴着黑帽子的男人，开枪射伤了他们的队长赵虎，闯进了明海大厦内。我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了，你们在这里等我。”话音落下，我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明海大厦中，顿时一阵阴凉迎面扑来。我冷哼一声：“晨曦，出来！”一只红色的鬼出现在我面前，躬身道：“大人，有什么吩咐？”有个带枪的人在这里，帮我把他抓出来。晨曦点头道：“遵命。”随即他就穿过了天花板上了楼，而我则开始不紧不慢地走楼梯。但随即我就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阴司的直觉通常都是预示着有某种事情发生。于是我再次把楚行也换了出来，去跟晨曦一起。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楚行恭维道：“大人，您是阴司，有什么事情您解决不了？”见我表情严肃不说话，楚行就缩了缩脖子，不再说笑，连忙动身跟上了晨曦。而我也来到了2楼，放眼过去什么都没有。为了防止被人偷袭，我又把红叶给换了出来。红叶出来后却颤声说道：“大人，我害怕。”我颇有些惊讶，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感觉到害怕？红叶再次重复道：“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让我感觉到来自灵魂中的害怕。”我听后脸色顿时一变，连忙大声吼道：“晨曦，楚行，回来！”然而没有任何回应。于是我连忙加快脚步上楼。忽然一阵尖锐的叫声刺客云霄，这声音震得我到耳朵心坎，紧接着又是一阵轰隆隆的巨响，整个明海大厦都猛然一颤，我的心顿时就提了起来。刚才那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是晨曦的声音，我连忙向楼上冲去。晨曦可是一只噩梦级的鬼，此时却发出来撕心裂肺的惨叫声，2万冥币啊！可千万别有事。我越接近楼顶，晨曦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就越大。就在这时，我头顶青花突然被砸出一个大洞，一团漆黑色的火焰瞬间摔在地面，而晨曦的身影此时正处在火焰中心的位置，他的灵魂此时在被火焰焚烧。大人，您快走！他话音落下后，就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看着漆黑的火焰，喃喃道：“幽都明火，这火焰诞生于阴间的幽府，这火会焚烧鬼的本，但凡沾上一点点，就会瞬间被火焰吞噬。这种火焰为什么会出现在阳间？”我连忙挥动长剑，唰的一声，直接把幽都明火跟晨曦之间的联系展开了。幽都明火落在地上后，失去了可以燃烧的物体，火苗逐渐缩小消失，而晨曦的身体也小了一圈，看来短期之内很难恢复。我此时才看出来，眼前这并不是幽都明火的火种，这只是幽都明火的火焰。晨曦很自责地对着我道歉：“大人，对不起。”我出声安慰道：“这跟你没有关系，你先休息。幽都明火这玩意儿就连自己都害怕，晨曦不敌也很正常。”就在这时，头顶又是一阵剧烈的爆气，这应该是楚行在跟鬼在战斗。我连忙对着红叶喊道：“去帮忙！”而此时那个黑帽男正对着一只鬼怒斥道：“谁让你跑出来的？幸亏我带了幽都明火来找你，要不然你绝对会死在这里。”我就想出来透透气，吃点食物。这些人来找我麻烦，等我杀光这些鬼就跟你回去。黑帽子男很是不耐烦地说道：“那你动作快点。”下一刻，这只噩梦级的鬼就会凑在了一起。楚行此时很无语，对面这只鬼实力并不强，可偏偏这只鬼能使用一种很可怕的火焰。忽然楚行一个不注意，手臂就被漆黑色的火焰沾上，于是那火焰就像是被泼了汽油一样瞬间爆发。楚行连忙一使劲，硬生生的把沾染上黑色火焰的手臂扯断，而他身体的颜色也暗淡了许多。楚行知道，如果自己再次沾染上火焰，那自己一定会死。就在这绝望的时候，红叶出现了，楚行的压力瞬间。黑帽男看见又来了一只噩梦级的鬼，惊呼道：“怎么还有？这已经是第3只噩梦级的鬼。云川这种小地方居然有3只噩梦级的鬼。”他循着鬼影来的方向看去，就看见我出现在楼梯口。
我。黑帽男咬着牙拿出一个瓶子喊道：“张奎，这火焰都给你了，杀光这里所有人！”他说着就把瓶子扔了出去。张奎抓住瓶子很是兴奋，然后哗啦一声捏碎了瓶子，下一秒漆黑色的火焰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红叶跟楚行则是不断倒退。张奎目露凶光的吼道：“我要杀光你们！”随即就朝着楚行、红叶冲来。我直接一个闪身挥着长剑朝着张奎冲杀过去，这可不是普通的砍杀动作，而是散魂抓鬼术中的散魂抓鬼术天生破，加上我是阴司的实力，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绝对能分分钟秒杀噩梦级的鬼。但现在这些鬼有幽都冥火，导致我的每一击都不得不小心。黑帽子男看我跟张奎打的有来有回，不禁再次惊呼道：“我操，这家伙这么猛的呢，能跟噩梦级的鬼打得不分上下！”只见我使用了鬼技幻境，周围的环境顿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漫天火海涌现，一具具尸体倒在黑色的火焰中。这副场景就是张奎心里最惧怕的场景。张奎开始变得暴躁，我则连忙发动了武器，瞬间移动。下一刻，我刚刚10几团火焰落下，而张奎在甩出这些火焰后，身上的幽都冥火明显暗淡了。要知道他身上的幽都冥火并不是重物，用一点就会少一点。见此，我再次挥手，一把火焰瞬间死死地捆住了张奎的膝，然而他身上的黑色火焰却依然顺着铁链朝我焚烧而来。我吓得连忙松开了手，黑色的火焰这才逐渐消失。黑帽男此时震惊的嘴巴都合不拢，这家伙怎么拥有这么多的诡计？这不科学啊！要知道获得诡计的条件可是很苛刻的，首先需要跟鬼沟通，然后再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获得使用诡计的权利，而且不是什么鬼都可以的。这家伙却挥挥手就能轻易的施展出3种诡计，真的是前所未见。更离谱的是，这家伙居然还有3只噩梦级的契约鬼，而且这3只噩梦级的鬼甚至不惜冒着丧魂的危险，也听从这家伙的命令。就在这时，张奎已经挣开了锁链，然后张嘴喷出。我连忙挥手施出一根发簪，而张奎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小玩意，还挥手试图把发簪捏碎。然而下一秒他就慌了，只见那发簪瞬间就穿透了他的手心，径直朝他眉心冲去。这发簪是学姐送给自己的礼物，同样也是一件阴器。张奎也在被击中的一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紧接着陈曦忽然出现在他身后，一爪子洞穿了张奎的胸口。楚行见此也连忙抓住张奎的手臂，两鬼硬生生的把张奎一分为2。随即两鬼开始大口啃张奎的身体，补充自己。虽然我很想镇压这只鬼，但镇压的前提是把对方活捉，或者是让对方失去反抗的能力。而张奎身上有幽都冥火，生擒他很难，所以必须给他致命一击才行。红叶在旁边看得直流口水，这玩意儿可是大补啊！但斩杀张奎跟他没有太大关系，他不好意思上前分食。陈曦瞥了红叶一眼，拽下一只腿递给了他。红叶激动的不行，一边表示感谢，一边接过腿就开啃。黑帽子男见张奎死了，彻底慌了，连忙拿出。我摸着下巴看着黑帽子男人，幽都冥火这玩意儿，自己如果能弄来，绝对实力大涨。就在我想问黑帽子男关于幽都冥火的消息时，砰的一声。黑帽子男自杀。另一边御鬼社的会议室里，李冰烟正面色凝重地说道：“明海大厦出现了一只噩梦级的鬼。”会议室里的人顿时议论纷纷，怎么会出现噩梦级的鬼？这可怎么办啊？一位男子轻声问道：“莫林不是在明海大厦执行任务吗？那只噩梦级的鬼他不能对付吗？”李冰烟听后语气冰冷地询问道：“鬼跟鬼也有高低之分，万一莫林的契约鬼不敌那只噩梦级的鬼怎么办？”现场顿时鸦雀无声。那名年轻男子再次开口问道：“总部的人不管吗？”李冰烟无奈地说道：“总部当然会管，但前提是你能活着等到总部的5级御鬼使过来。”所有人的心脏都猛然一紧，远水解不了近渴啊！李冰烟冷静地命令道：“我已经向总部求援了，当务之急是我们去支援莫林，通知所有御鬼使现在就出发。”很快，明海大厦外汇聚了足足100多位御鬼使。就在所有人准备进去和噩梦级的鬼斗上一斗时，大厦中打斗的声音忽然消失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安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有东西出来了！”李冰烟不自觉地捏紧了手中的鬼气。当他定睛看向明海大厦时，只见我的身影缓缓出现，而我的身后则跟着2只噩梦级的鬼，手里都拿着一个不知名的东西在啃食。李冰烟等人下意识地向后倒退，有些等级低的鬼已经吓得直接回到了宿主的身体中。有人小声地惊呼道：“居然有2只噩梦级的鬼，这家伙也太恐怖了吧！”李冰烟深吸一口气，压下恐惧后，才朝我开口问道：“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一只噩梦级的鬼？”我点了点头说道：“是的，但是已经解决了。”李冰烟听后顿时松了口气，我则是好奇地问道：“怎么来了这么多的人啊？”李冰烟缓缓回答道：“我喊人来帮你对付那只噩梦级的鬼。”我很是随意地说道：“一只噩梦级的鬼而已，我一个人可以对付，不用你们帮忙。”李冰烟听后顿时无语至极，什么叫做噩梦级的鬼而已？要知道这噩梦级的鬼足以毁灭整个云川市了，也就莫林这种拥有2只噩梦级鬼的御鬼使才能说出这么桀骜不驯的话。我又开口说道：“里边死了个黑帽子男人，你帮我查一查他来自哪里，然后把他具体资料给我。”李冰烟点了点头答应下，随即我就开车来到四方院，准备买一点材料炼制可以容纳鬼的鬼器。然而我转悠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自己心仪的物品。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男子来到我面前招呼道：“莫先生您好，我家少爷想要见你。”“你家少爷是谁？”“这家四方院就是属于我家少爷的产业。”我听后很感兴趣，于是我就跟着西服男来到了一个单独的包厢门前。只见里边站着一位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年轻男子，看见我后，他很是热情地打招呼道：“兄弟，这边坐，我叫福万三，我找您是想跟您做生意。”我好奇地问道：“什么生意？您手上应该还有鬼器吧？”“就是那种极品鬼器，我愿意高价收购您的鬼器，这是我给您的定金。”福万三说着就拿出一个黑色箱子，我把箱子打开，里边全都是冥币。我去，眼前这家伙真有钱。福万三看着你惊讶的样子，笑着说道：“这里有20万冥币。”我冷静地问道：“你想以多少钱的价格买我的鬼器？”“我不是要买你的鬼器，我帮你卖鬼器，每次帮你出售一件鬼器，我从中收取20%。”我听后很是犹豫，20%的话，一件价值3万冥币的鬼器就需要支付给他6000冥币，这分走的有点多啊。见你犹豫不决，福万三再次说道：“我最少要15%，不能再低了。场地费、维护费，还有人力、宣传费，这些
些东西都需要钱，15%是我的底线。我想了想，起码不用自己操心卖鬼器了，于是我就点头答应了。可以，鬼器我过几天带给你。福万三笑着说道。没事，我不急。对了，莫兄弟，你来四方院想买什么？我笑着说道。我想买一些特殊的材料，但转了一圈没买到。福万三听后说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收集一些特殊的东西，不知道有没有您喜欢的。说着他就转身带你来到包厢里，一个隐藏的房间，四周的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有一些不知名的骨头，或者是一些残破的铜器之类的奇怪东西。我刚走进这个房间后，就被一个通红的宝石戒指吸引。莫兄弟，你如果喜欢这个戒指，我可以把这个戒指送给你。我开口问道。这是什么宝石？这颗宝石看着很普通，但上边却沾染着一种死亡的气息，很适合用来当做制作鬼器的媒介。福万三摇了摇头说道。具体是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但这玩意儿是我从欧洲食人族那里弄来的。我听后点了点头说道。我给你一件鬼器，换这个戒指。福万三心中猛然一惊，自己这枚戒指可不值一件鬼器。随即他就明白过来，莫林这是不愿意欠他人情。于是福万三开口道。莫兄，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要麻烦你。我疑惑地问道。什么事情？福万三笑着说道。后天我要去参加一场很重要的交易，想请您当我的保镖，这戒指就当是报酬。我略微沉思，这戒指的确不错，刚好合适，于是我就答应了下来。收下戒指和20万冥币后，就开车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就开始炼制鬼器。5个小时后，我看着面前的5件鬼器，看来自己的效率不错。接着我就找出一个铁灯笼，然后把得到的戒指放在灯笼的中心，最后以冥币为媒介点火燃烧锻炼。只要2天，这件可以永久使用的鬼器就算是彻底炼制成功了。就在这时，剧烈的敲门声忽然响起。我一打开门，就看见凤鸣宇和他舅舅刘峰站在门外。凤鸣宇开门见山地说道。莫哥，我舅舅他女儿丢了，我想请您帮忙找一下。一旁的刘峰也连忙接话。莫兄弟，如果你能帮我找到我女儿，我愿意给你一件鬼器。我疑惑地开口问道。你自己的消息不是很灵通吗？为什么不自己去找？刘峰叹了口气道。我最快能在2天内查出我女儿的下落，但我不知道我女儿是走丢了还是被人绑走了。这些年我得罪了不少人，我怕我女儿出事，你能帮忙想想办法吗？还没等到我开口说话，刘峰再次抢先开口道。我知道关于幽都明火的消息，只要你愿意帮我找我女儿，我可以给你幽都明火的消息。我心脏猛然一痛，他竟然连幽都明火都知道。随即我压下情绪，笑着说道。其实你就算不给我幽都明火的消息，我也愿意帮你找你女儿，我可是个热心肠的人。凤鸣宇撇嘴翻了个白眼说道。快照镜子看看你那虚伪的嘴脸吧。我没搭理凤鸣宇，继续朝着刘峰保证道。怎么说我和凤鸣宇也算是朋友，所以别说是帮你找你女儿，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陪你去闯一闯。凤鸣宇彻底听不下去了，无语的吐槽道。至于这么的献殷勤吗？你之前抓噩梦及厉鬼的气势哪儿去了？我尴尬的咳嗽了2声，转移了话题。咳，别聊闲话了，咱们谈正事。凤鸣宇见此也严肃对着我询问道。那你有办法找人吗？我笑着说道。之前没有办法，但现在有了。随即我拍了拍手，小鬼出来。下一瞬小李的身影就出现在身前。莫林大人，您唤我何事？我笑着向2人介绍道。这个小鬼虽然没有什么战力，但他有一个感知的轨迹，可以凭借一点点的线索找到想要找的人。而凤鸣宇则一脸震惊的说道。你居然跟云灵一样有2只契约鬼，真厉害。我很是不满的嘟囔道。2只契约鬼，你看不起谁呢？凤鸣宇再次无语的翻了个白眼。我是夸你啊，你咋不知好人心，真一点情商都没有。我也回怼道。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感觉出来你在夸我。随即我扭头对着一旁的刘峰询问道。有你女儿随身带过的物品吗？刘峰想了想，递过来一张他女儿的照片。你看这张照片可以吗？我接过照片说道。可以，然后把照片递给小鬼，命令道。帮我找到这个小女孩。小鬼把照片拿在手上，闭着眼睛。片刻后猛然睁开眼睛。大人，我找到了。我还没说什么，刘峰就很激动的上前抓着小鬼问道。我女儿在哪里？然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小鬼已经紧紧的掐住了他的脖子。刘峰一个机灵，这才意识到自己冒犯这只鬼了。刘峰丝毫不怀疑，如果莫林不在此处，这只鬼一定会活活掐死他。我赶紧命令道。放手。小鬼这才松开了手。我叹了口气对着小鬼道。带我去找人。随即刘峰就开着车，我和凤鸣宇坐在后座，小鬼则是坐在车头上指路。走的路越来越崎岖，看来刘峰的女儿在郊区。就在这时我忽然叫停了车。凤鸣宇不明所以的询问道。怎么了？我表情严肃的说道。赶紧送我回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做。见状刘峰不敢怠慢，一脚油门踩到底，把我又送回了家门口。我着急的下车进了家，很快就提着炼制鬼器的笼子出来。我暗自舒了口气，差点把这玩意儿给忘了。这笼子中间的火如果断了，就彻底废了，自己不就白瞎几万冥币？凤鸣宇看着我提着跟灯笼一样的东西，很是疑惑的问道。这是什么？我没有过多解释，只是说道很重要的东西。刘峰则小心翼翼的对着我询问道。您现在还有什么事情吗？我淡定的说道。没事了，去找你女儿。于是我们再次出发去找他女儿。离开市中心之后，一路上都是山路，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鸟不拉屎的地方。随即我们沿着偏僻的小路行驶了大概5分钟的时间，才终于到地方了。只见小鬼指着不远处一个房子说道。就在那里。我抬头看去，就看见一个普通的带院子的2层小楼，而我们的正前方有一条河流，隔开了两边的路，河上架着一个木质的简易桥。我们3人沿着木桥走到了对面，而此时的院子里，一个壮汉对着身旁坐在椅子上的男子询问道。大哥，这小姑娘怎么处置？男子冷漠的说道。弄死她，然后扔进河里。周围的人听见可以弄死这小姑娘，都眼冒金光，嘴角还露出淫邪的笑容。小女孩看着逐渐围过来的人，带着哭腔喊道。你们要干什么？别过来，求求你们别碰我。刚才的那个壮汉一把抓住小女孩的手臂，就像是提小鸡一般，把小女孩提了起来。就在此时，门外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壮汉扭头一看就呸了一声骂道。呸，晦气。紧接着院子里的10几人就纷纷走过来，把我们给包围住了。坐在椅子上，男子把烟头扔在地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来了。刘峰看见男子后质问道。周天，你哥不是我害死的，你为什么要抓我女儿报复我？周天冷哼一声说道。如果不是你把我哥的消息卖给仇家，他根本就不会死。刘峰深吸一口气，他很清楚凭几句话没有办法让周天放下仇恨，于是他开口哀求道。我求你了，放了我女儿。周天一脸邪笑的抓住了小姑娘的脖子，小姑娘被掐得一脸痛苦。刘峰见到这一幕
幕，急得都快要哭了。别伤害我女儿，我求您了。我对着一旁的凤鸣雨询问道：“这些是什么人？”凤鸣雨冷哼一声说道：“这些人就是些烂人，仗着有几位遇鬼使，竟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另一边，周天对着刘峰调侃道：“跪下来，求我，我就把你女儿给放了。”刘峰爱女心切，迫不及待的就准备下跪。我见此，连忙出声阻拦道：“别跪，他不会放你女儿的。”周天见有人坏他好事，一脸不悦的朝着我说道：“你小子别多管闲事。”之前的那个壮汉也威胁道：“小子，小心老子废了你！”说着，他还召唤出自己的契约鬼，想要吓退我。可惜我不吃这一套，直接挥动长剑，径直的对着他的契约鬼捅去。下一秒，中间一分为二，然后身体就像是烟尘一样消失在空中。壮汉一脸不可置信的道：“怎么会？我这可是凶险级的契约鬼，居然这么轻易的被杀了！”周天瞳孔猛然一缩，这是来了个高手。我语气冰冷的说道：“要么把孩子放了，要么你们这些人今天都死在这里。”周天抓着小女孩的脖子，不敢随意乱动，但还是出声道：“吓唬我，老子可不是吓大的。”随即他又朝着身后喊道：“红姐遇到点麻烦，需要您出手了。”紧接着，一位穿着白色旗袍、面容清秀的女子就缓缓走出来。凤鸣雨看见这位女子的那一刻，当即摆出防御架势，就连刘峰表情也跟着一沉。周天一脸傲然的说道：“这位可是4级遇鬼使，有他在，我看谁敢动我。”而这女子看见我的那一瞬间，却下意识的把脸瞥向一旁，而我则有点惊讶道：“原来是你啊！”那女子没有说话，自己现在可是周天的打手，这个时候跟莫林认识算什么事？但我却很热情的上前说道：“红颜熏，你不认识我吗？我前段时间才卖给你一件鬼器啊，你这么快就忘记了？”红颜熏见此，只能硬着头皮嗯了一声后说道：“我是周天的打手，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了。“看在我们认识的份上，我就不找你麻烦了，你走吧。”红颜熏听后就愣住了，这家伙怎么抢自己的台词啊？我才是货真价实的4级遇鬼使。我见他呆愣在原地，再次开口道：“别愣着了，你赶紧走吧，我不找你麻烦。”红颜熏一脸懵地问道：“你是认真的？”这莫林把自己准备说的话全都说完了，红颜熏只能无奈的对着我解释道：“我收了周天2000冥币，答应给他当1天的打手。”我叹了口气后说道：“这样吧，我给你3000冥币，你把2000冥币还给周天，然后你就走吧，这件事情你就别掺和了。”说着，我拿出3000冥币递了过去。红颜熏看着手里的冥币，这是给冥币的问题吗？但他还是拿出2000冥币还给了周天，说道：“这件事情我不管了。”周天呆呆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随后立马反应过来，对着红颜熏的背影喊道：“红颜熏，你不能走呀！”而红颜熏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身影消失在原地。凤鸣雨则默默的竖起大拇指，牛掰！没想到你这家伙这么有人脉，居然认识红颜熏，而且他还这么给面子，居然真的走了。我没搭理凤鸣雨，而是一脚狠狠地踹在周天的脸上。我的冥币你也敢拿？给你脸了！随即一把将周天手里的2000冥币给抢了过来。周天那些小弟见状，当即就准备冲上来，然而下一刻，这些小弟就停在了原地。只见晨曦的身影出现在空中，还张开了巨大的嘴巴，但凡有人敢动弹，绝对会被吃掉。周天的这些小弟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吓得腿都软了。刘峰赶紧上前搂住了自己的女儿：“没事了，没事了，爸爸来了。”我看场面都控制住了，又对着周天说道：“把你身上的冥币都给我。”周天赶忙翻自己的钱包，把剩下的800多冥币都给拿出来了。我接过冥币后，朝凤鸣雨说道：“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随即就转身出了院子。等了大概10几分钟后，刘峰跟凤鸣雨2人出来了。至于屋子里其余众人有什么结局，我并没有多问，而是朝着刘峰说道：“我帮你找到了女儿，关于幽都明火的消息，你应该跟我说了吧？”刘峰整理了一下情绪，才开口道：“幽都明火是一种奇火，这种火焰是5年前突然降世到青海市，黎家的家主第一个发现了幽都明火，并且把火种带回黎家了。”我听后有点失望，幽都明火居然被别人得到了。一旁的凤鸣雨则紧张朝我问道：“莫哥，你该不会准备去抢幽都明火吧？”见你不说话，他又连忙提醒道：“莫哥，你可不敢去抢呀，黎家势力远比你想的要恐怖得多，那就是个连遇鬼社都不敢招惹的家族。”我奇怪的看着凤鸣雨：“你是在暗示我去黎家抢幽都明火？”凤鸣雨连忙解释：“不，我可没有这种想法，我是单纯的担心你。”我完全没把凤鸣雨后面的话听进去，而是一个人喃喃自语：“其实也不是不行，只是感觉有点不道德。”凤鸣雨无奈的撇嘴，看来这家伙是真的有去黎家抢幽都明火的打算。乖乖嘞，那可是黎家呀，估计也只有莫林这样的狠人敢有这种大胆的想法。随即我们就坐车沿原路回云川市，然而行驶了大概30多分钟，车子依旧在山上打转。凤鸣雨透过窗户问道：“是不是走错路了？怎么又转回来了？”刘峰也发现了不对劲：“不对啊，我是沿着之前的路走的，怎么又转回来了？”他一边念叨着，一边开车向前行驶。行驶了大概10几分钟，刘峰停了车，看着车窗外那条熟悉的河流，刘峰惊呼道：“怎么又回到这里了？”我扭头对着一旁的凤鸣雨询问道：“你怕鬼吗？”凤鸣雨打了个冷战：“怎么又来？”但他还是再次壮着胆子说道：“我不怕鬼。”我推开车门笑着说道：“不怕就行，你跟我下去找鬼。”然后把笼子递给刘峰后说道：“你和你女儿待在车上，然后看好我这东西，不要让火熄灭了。”在我俩下车之后，发现周围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能见度不足1米。凤鸣雨低声询问道：“你怎么知道有鬼？”我也小声回道：“因为我经历过。”接着我俩就开始往前走，走了大概1米多远的位置，再转身就看不见之前停的车了。忽然咔嚓一声，凤鸣雨不知道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连忙低头一看是人的骨头，吓得一个冷战。随即他抬起头，猛然又是一惊：“有东西就在前边！”只见凤鸣雨右手指着正前方的方向惊呼道：“！”我满脸无语的对着他吐槽道：“别这样，我害怕。”凤鸣雨扭过头惊讶的询问道：“你也害怕鬼？”我无奈的说道：“不是，我害怕你，你这一惊一乍的，把气氛弄得这么惊悚，换作是谁不害怕？你刚才在车上不是说不怕鬼吗？”凤鸣雨一脸窘迫的说道：“对不起，我下次不装了。”我见此只能说道：“我把契约鬼召唤出来保护你吧，你别再咋咋呼呼的。”凤鸣雨如同小鸡啄米一般点头。很快3道鬼影缓缓出现，下一秒又是一道报名的尖叫响起：“这！”我无奈的打断道：“你干啥啊？”又一惊一乍的。凤鸣雨一脸震惊的说道：“不是，你居然有3只契约鬼，这不科学啊！”我吐槽道：“瞧你这一副没见识的模样，3只鬼而已，别大惊小怪的，行不行？”
凤鸣宇缓缓吐出一口气，3只契约鬼就3只吧，反正我这种凡人不懂。你看到他这副模样，笑着问道：羡慕了？凤鸣宇如实点头道：你这谁不羡慕啊？我摸着下巴开口道：那你给我点冥币，我可以帮你把契约鬼提升等级。凤鸣宇激动地问道：真的？要多少冥币？我笑着说道：1万冥币，我就能帮你把契约鬼提升至凶险级。凤鸣宇连忙答应下来：好，太谢谢你了，等我回去我就弄冥币给你。很快我俩就走到了一个山丘的位置，我隐约感觉到这山丘上有一只噩梦级以上的鬼，于是我扭头对着凤鸣宇说道：你就在这里待着，不用跟我一起了，我让楚行留下来保护你。凤鸣宇连不迭的点头答应下来，而我则带着晨曦上了山丘。不一会儿，我就看见在山丘的最上方，一个女人站在那里，好像是在向远处眺望。当这女子缓缓扭头看向我时，我差点没吐出来。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眶，以及一张腐烂流着脓水的脸。女鬼看见我的瞬间就飘了过来。喂，看见我的衣服跟鞋子了吗？当她看到我手上啥都没有的时候，又飘回了原来的地方。我发动了鬼眼，看到了她的信息：姓名、预估、境界、噩梦级、技能、斩击、凝聚鬼气，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伤害取决于使用者的强度。我暗暗咂舌，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好我就缺少攻击性的诡计，没想到就这么快送上门来了。我看这只鬼没有任何攻击性，于是我直接上前，右手放在女鬼的头上，想要镇压这只女鬼。然而让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这只女鬼没有任何反应，这是镇压失败了。正当我茫然不解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女鬼突然开口说话了：帮我找到我的衣服跟鞋子，我就愿意跟你离开。我这才明白，镇鬼术没有办法收服她，是因为这只女鬼的执念太重，如果不完成她的执念，就没有办法收服。于是我尝试着开口问道：你的衣服跟鞋子在哪里？女鬼抬起手指着云川市的位置说道：就在那里。我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我可以帮你找衣服跟鞋子，那你送我出去吧。我话音刚落，周围的景象就发生了变化，白色烟雾散去，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就好像这只女鬼从来都没有出现一样。凤鸣宇看见我回来，很八卦地问道：抓住那只鬼了？什么级别的？我很诚实地回答道：没抓住，是我答应了那只鬼一点事情，他才愿意放我们离开了。凤鸣宇惊讶地看着我，很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家伙还可以跟鬼正常沟通？不是只有在人跟鬼签订契约的情况下才能沟通的吗？我看着一脸吃惊的凤鸣宇，没多解释什么，而是说道：走吧，这次没有了鬼的阻拦，我们很顺利回到了云川。接下来的时间，在我细心照顾下，戒指鬼气终于完美炼制成功了。随后我就把之前抓的那些低等级的鬼全部都安排进了戒指里，殷小花还有他儿子也被我安排进戒指里。等以后如果戒指里有些鬼又比较出众，我就可以考虑再收入镇鬼书中。随即我又用1万冥币化成鬼气流入戒指中，给这些鬼当做生存的依赖。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弹出了遇鬼社的群消息：林夕，过几天跟子龙会有一个会议，有人愿意陪我一起去吗？云玲，我不想去，我不喜欢跟子龙会的那些人打交道。凤鸣宇，我也不想去。我看着手机，若有所思，去打听打听消息也不错。于是我发消息询问道：我可以去吗？林夕，当然可以了。凤鸣宇，林夕，你确定要带着莫林一起去参加会议？林夕，对啊，怎么了？凤鸣宇，没怎么，我就是怕你心脏不行，受不了刺激。林夕，就是参加一个会议，有啥刺激的？凤鸣宇，等你去了你就知道。时间来到第3天，我提着一个黑色的袋子，然后开着车来到四合院。今天福万三要去参加一场交易，我如约来给他当保镖。福万三看见我来了，很是热情：莫兄，您来了。我也没废话，直接把黑袋子递给了他。福万三好奇地打开袋子查看，下一秒他就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这黑色的袋子里居然装了10件鬼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福万三拿出1件鬼器查看，这是1件可以使用7次的极品鬼器。接着他又拿起另外1件鬼器，居然又是1件极品鬼器。他加快动作翻看另外几件鬼器，同样还是极品鬼器。这10件鬼器居然都是极品鬼器。福万三震惊的说不出话，这才几天啊，莫林就弄出来如此多的鬼器，极品鬼器什么时候这么不值钱了？还是莫林去抢劫鬼了？福万三连忙喊人过来吩咐道：把这些鬼器收起来，千万小心点，别磕碰到了。随即他又拍着胸口对我承诺道：莫兄，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些鬼器卖出一个好价格。我不紧不慢地说道：这只是一小部分，过几天我再给你送10几件来。福万三听后表情都委屈了，还有10几件鬼器，现在鬼器这么泛滥了吗？我看到福万三难看的表情，以为自己说的数目有点少，于是再次开口补充道：20多件也可以拿出来。我擦！稳如老狗的福万三彻底绷不住了。我见此试探的开口问道：20多件鬼器还少吗？福万三连忙回答道：不少，一点都不少。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我没来晚吧？福万三看见来人，连忙向我介绍道：这位是洪延勋。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就说道：洪延勋，我认识。洪延勋看见我也有点惊讶：又是你？福万三看我俩认识就笑着说道：你们认识就行，洪延勋也是我找来的保镖。这次的交易是跟北海黎家交易，黎家吗？你们应该都知道，名声不怎么好。我正疑惑名声怎么个不好的时候，洪延勋小声对着我说道：等会遇见危险，你躲在我身后，我保护你。我有点好笑的说道：不用，我自己可以保护好自己。我话还没说完，洪延勋就打断道：总之等会遇见危险，你躲我身后就行。随即我们一行人开着福万三的商务车来到了一处别墅。洪延勋下车之后神态紧张，仔细地观察周围每一个人。等我们都下车后，一位年轻男子上前对着福万三打招呼道：福万三，你可算是来了，可让我好等啊。福万三乐呵呵地回道：黎三，好久不见。等我们进入了大厅，发现来了不少人，而这些人都是在云川市某个领域有些话语权的人。黎三看人都到齐了，也直入主题的道：我邀请你们来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以后你们所有的收益上缴10%给我们黎家。这句话就像是一道惊雷一般，把所有人都炸得外焦里嫩的。随即所有人把目光都看向了福万三。福万三缓了缓情绪后，态度肯定地拒绝道：不行，你们黎家这也太霸道了，仅凭一句话就想瓜分10%的收益利润，这也太空手套白狼了吧。他的话音刚落，另外几人也都跟着表态，我也觉得不妥，不行，我也不同意。黎三还没有说话，他身后的保镖却狠狠地拍了桌子，然后指着福万三的脸呵斥道：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家少爷的话你也敢拒绝？我见此也反手拍了桌子，对着那保镖怒斥道：跟谁说话呢？你想死吧？那保镖一个闪身就出现在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威胁道：小子，你什么意思？我冷冷地看着对方说
说道：“松开你的手，不然我弄死你！”一旁的洪延勋察觉情况不对，朝我靠拢。与此同时，黎三身后的另外几人同样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架势。黎三对着保镖吩咐道：“回来！”那保镖这才松开我的衣领，转身回到黎三身后。洪延勋对着我小声提醒道：“刚才那人是一位4级御鬼使。”我冷哼一声，一个4级御鬼使居然拿出了8级御鬼使的脾气，真是可笑。洪延勋立即纠正道：“我的意思是，你要小心点他。”我冷冷地说道：“你说错了，应该是他小心我。”洪延勋很无奈地叹了口气：“好吧，我说不过你。”而另一边，黎三再次开口道：“我们黎家准备来云川发展，大家都清楚黎家的实力，如果有人敢跟我黎家作对，我保证他的下场会很惨。”随即他扫视了众人一圈后，又笑着开口道：“这样好了，我黎家也退一步，我只要5%的利润。”他话音刚落，福万三立马态度很坚决道：“不行！”黎三表情收了笑容，冷冷地说道：“那就是没得谈了。”随即他扭头看向另外几人：“你们几人也是这个意思？”庄若率先开口说道：“是的，我也不同意。”其余人也都表示不同意。黎三身后保镖再次跳出来，对着福万三叫骂道：“福万三，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啊！我看你就是想死！”黎三再次抬手制止了保镖，然后不发一言地拿出一个青灰色的罐子，随即就带着保镖转身离开了。于是房间就剩下我们这群人了。庄若很疑惑地询问道：“他这是什么意思？”福万三也是一头雾水，就这么走了。就在这时，那个青灰色毯子突然涌出大量的黑色烟雾，洪延勋惊呼一声：“小心！”与此同时，他也召唤出自己的契约鬼，另外几人的保镖也迅速做出反应，纷纷召唤出契约鬼。我刚准备冲上前去，洪延勋就把我护在身后，说道：“你保护福万三，这只鬼交给我对付。”我无奈只能待在福万三的身旁，等黑雾散去，一只手持一柄黑色大剑的鬼出现。一位3级御鬼使神色凝重地说道：“这是恐怖级的鬼。”下一瞬，那只恐怖级的鬼就出现在这位3级御鬼使，然后狠狠地斩下自己手中的黑色长剑。而那位3级御鬼使也反应很快，拿出鬼气成功抵挡住了这只鬼的攻击。然而他刚松口气，下一秒他的身体就被拦腰斩断。所有人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眼前这只鬼居然有3只手，并且他的第3只手也拿着黑色长剑。福万三怒斥一声：“黎三这家伙是打算把我们这群人都给杀了！”而我在看见这只鬼的那一刻，就贪婪地盯上了他。姓名宋战，境界恐怖级，轨迹拟态，凝聚出一柄武器供自己使用，武器的形状取决于使用者的想法。这个轨迹我可是太馋了。洪延勋见我眼也不眨地盯着那只鬼，便皱眉对我说道：“你赶紧带着福万三离开，我去拦着这只鬼。”说着，洪延勋和他的契约鬼就冲了上去。我不解地问道：“走，为什么要走？”而此时整个房间已经乱成一片，我看着所有保镖围攻这只3只手的鬼，准备随时找机会也上去凑个热闹，却越看越不对劲。洪延勋等人似乎一直处于下风，很快一只凶险级的契约鬼也被拦腰斩杀，一位3级御鬼使的右臂直接被鬼砍断。如果没有洪延勋这只恐怖级的鬼，他们这些人一个照面就被3只手的鬼给秒杀。洪延勋知道再打下去自己肯定会败，于是他便准备退走。他刚转身就看见我带着福万三笔直地站在原地，于是他着急地问道：“你怎么还没走？”我无语地说道：“我为什么要走？如果我走了，这只鬼谁抓？”洪延勋也吐槽道：“你是真的没看出来吗？这只鬼快要晋级噩梦级了，我们打不过，不走难道等死吗？”我很认真地纠正道：“你这话说的不对，是你们打不过，不是我打不过。”随即我就不紧不慢地喊道：“晨曦！”下一瞬间，我的身前就出现一只女鬼，而房间里所有的人和鬼都停止了动作。洪延勋喃喃自语道：“这种压迫感是噩梦级的。”3只手的鬼也察觉情况不对，转身便准备跑走。然而下一秒，晨曦的手臂就从这只鬼的身旁穿过，随即他就失去了反抗能力。晨曦拎着他来到我的身前，我伸出一只手，口吐一个字：“朕。”恭喜您获得轨迹拟态。镇鬼书中再次多了一页字：姓名宋战，境界恐怖级，轨迹拟态，冥币产出每天40元。一旁的洪延勋不自觉地咽下一口唾沫，这也太强了吧！仅仅是一招就秒杀了恐怖级的鬼。而另一旁的福万三也惊得说不出话了，内心一直在刷屏：卧槽卧槽，我就是喊他过来充数的，没想到他这么猛。而我则面无表情地对着洪延勋询问道：“我厉害不厉害？”洪延勋老实的点头回答道：“厉害。”随即我就吐槽道：“那你说你拦我干什么？你如果不拦着我，我早就把这只鬼给收拾了。”洪延勋低着头很是郁闷，我又不知道你是一位5级御鬼使。这时庄若带头走过来对着我感谢道：“小兄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指着屋外说道：“别着急谢我，黎三还在外边呢。”福万三等人听后都面色凝重，今天算是彻底的跟黎三撕破脸了。当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怎么安全离开这里。而此时的黎三正静静地看着屋子的方向，他听见屋子里打斗的声音，就知道那只恶鬼已经开始杀人了。那只恶鬼很凶，根本就收服不了，甚至签不了契约。于是他就用了特殊的手段，把那只恶鬼关进了罐子里。今天把那只鬼放出来，也只是想要弄死福万三这群人。届时他就会立刻进入云川商业市场，然后迅速在商业市场上站稳脚跟。黎三甚至已经想好以后如何发展属于自己的实力了。就在想得出神的时候，屋子里打斗停止了。黎三想着这里面应该没有活人了，接下来就是思考怎么再把那只恶鬼封印起来，有点麻烦啊。就在这时，忽然传来很多脚步声。黎三一抬头就看见福万三等人都从房间里出来。黎三不可置信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这怎么活下来这么多人？最后他看向洪延勋，难道说洪延勋杀了那只恶鬼？于是他盯着福万三说道：“福万三，看来你带了一位不得了的保镖。”福万三冷哼一声道：“黎三，你心思真歹毒，居然想置我们于死地。”黎三恶意满满的说道：“你们不死，我怎么在云川发展？本来你们如果服从我，我就不会要你们的命，可你们这群人不知好歹，非要跟我作对。”福万三很不服气的回怼道：“服从你？给你当狗吗？你是在做梦？”一旁的庄若也是跟着附和道：“你们黎家虽然厉害，但也别想为所欲为。”福万三不屑的嗤笑道：“你也不过只是一个黎家的养子，别总是端着黎家的架子来吓唬我们。”黎三身后的那位保镖再次跳出来，指着福万三骂道：“狗东西，你找死！”随即又对着黎三说道：“少爷，您歇着，这些人交给我处置。”黎三点了点头道：“蓝天，不要把福万三弄死了，我要一点点的把他折磨致死。”蓝天舔了舔舌头，嘴角露出一抹阴狠的笑容：“我知道了。”洪延勋向前踏出一步，我的手搭在洪延勋的肩膀上，缓缓说道：“不用你动手，这个人
个人交给我。看见我主动站出来，蓝天很不屑地嘲讽道：“小子，你就这么着急找死？”随即他身前浮现一只男鬼，然后接着嘲讽道：“看到没有，这可是恐怖级的契约鬼，你努力一辈子也不可能得到一只，懂吗？”我冷冷嗤笑道：“你是在炫耀？”蓝天笑得更夸张了：“哟，你还能看出来我在炫耀？”我淡淡的说道：“恐怖级的鬼，我还真没有。不过，晨曦出来！”我话音刚落，一阵红色烟雾瞬间涌出，而烟雾的最深处站着一只女鬼。蓝天不可置信的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噩梦级，怎么可能？”但随即他还是硬着头皮叫嚣：“一只噩梦级的鬼就想吓到我？可笑！”我摆手笑着道：“谁说我只有一只噩梦级的鬼了？处刑出来！”于是下一瞬间，晨曦身旁又多出一只噩梦级的鬼。红烟熏吃惊的看着两只噩梦级的鬼，喃喃自语道：“这家伙怎么这么厉害？”蓝天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旁的黎三也有点慌，但当他抬头看见遮阳板外的太阳时，又很快冷静下来，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都是误会，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吧，你们走吧。”我站在原地无动于衷，一旁的福万三等人也没有任何举动，大家都把脸皮撕破了。这个时候走，以后只会迎来黎三疯狂的报复。黎三见此，嘴角露出一抹不可察觉的阴狠，他对着南天缓缓说道：“把契约鬼收起来。”南天听话的把契约鬼收了起来。黎三对着莫林嘲讽道：“小子，真以为凭借2只契约鬼就无敌了？我今天就让你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随即他就按下了手里遥控器，头顶上黑色的玻璃缓缓收起，刺眼的光芒瞬间照了进来。红岩勋的心脏猛然一缩，坏了！一旁的福万三脸都白了，吓得一屁股瘫坐在地面。一旁的庄若也是脸色惨白。要知道鬼惧怕太阳，不可能在阳光下存活，就算是噩梦级的鬼，在阳光下也绝对不可能生存1分钟。蓝天更是放声嘲笑道：“哈哈哈哈，小子，你噩梦级的鬼要毁了！”黎三也嘲讽的说道：“我倒要看看你没了契约鬼如何嚣张。”然而他话还没说完，表情就变得吃了屎一样难看。怎么可能？你的鬼怎么一点事也没有？这不科学！蓝天同样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一幕，鬼怎么可能不怕太阳？福万三激动的大喊：“没事，没事，真的太好了！”红岩勋同样很震撼，居然没事。蓝天朝着黎三大吼：“少爷，快跑！”我冷冷一笑道：“不好意思，谁都别想离开。”就在这时，第一位率先逃离大门的保镖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袭击，身体被拦腰斩断，就这么结束了性命。蓝天刚准备说话，突然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凉意，他一低头，这才看见自己的胸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洞。解决南天之后，晨曦便朝着黎三走去。黎三一边不断后退，一边威胁：“我可是黎家人，你如果敢伤我，一定会引来黎家的疯狂报复。”他话还没说完，噗嗤一声，黎三的胸口也多了一个洞。福万三等人此时都陷入了沉默。黎三死了，他们有点高兴，同样也有点难过，毕竟这件事情被黎家人知道，肯定会遭受报复。我见此不满地说道：“你们这群人怎么都不说话了？今天这件事情你们才是主角，我只是一个保镖。黎三死了，你们这些人都有责任。”福万三连忙点头道：“对，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这就善后。”庄若也是连忙附和道：“对对对，这件事情我们都有责任。”我见他们如此识趣，开口安慰道：“你们不用怕，也不用慌，如果黎家人真的敢来报复，我会解决。”随即我就直接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了。第二天上午，一辆法拉利径直停在我家门口。林夕对站在门口的我挥手道：“莫林，走。”20分钟后，我俩来到了万海大酒店。林夕兴奋地说道：“这里可是高档饭店，国宴级的大厨。”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忽然打招呼道：“林夕，你们也来了。”看见我后，笑着说道：“哟，还带了新人啊？”这男人是紫龙会的石飞。前2天林夕才和对方发生了冲突，所以林夕不想理会，带着我径直走进了酒店里。当林夕看到是自助餐的宴会时，失望的喃喃道：“不是说有国宴大厨吗？”石飞在身后接话道：“国宴大厨在2楼。”林夕抬头，果然看见有2楼，于是他就想要带着我去2楼。看见林夕的举动，石飞就嘲讽道：“你是想去2楼？”林夕皱眉反驳道：“关你屁事！”石飞再次开口道：“我只是好心提醒你，2楼你可去不了，咱们这些人都去不了，只能待在1楼，而且我们今天可能连座位都没有。”林夕听后连忙拿出手机，在群里问了起来：“我们御鬼社的地位这么低吗？连2楼都去不了？”看着满屏回复的是的，林夕表情都凝固了。石飞笑着对着林夕说道：“这下你信我说的话了吧？这里的人都是商业精英，我们这些人来这里就是当做保镖的。”就在石飞说话的时候，我随便找了个位置坐，准备休息一会儿。石飞看见这一幕，又对着林夕说道：“管好你家的新人，这里的位置可不是随便坐。你看见那些人没有？他们手里拿的有号码，都是要拿号入座。”林夕抬眼一看，果然别人都是手里拿着号码找位置。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道：“你屁事真多，我坐一会儿怎么了？”林夕跟着附和道：“我也觉得你废话多。”石飞双手抱在胸口，冷哼一声：“行，我闭嘴。”随后他就看见一位很有气质的女子朝莫林的方向走来，暗暗笑道：“这下有好戏看了。”然而下一秒，他的表情就凝固了。只见那个女子热情地朝我打招呼道：“莫哥，您也来了啊，好久没有见您了。”我笑着说道：“我跟朋友一起来的。”石飞表情都僵了，这新人居然认识倩家大小姐。就在这时，一道热情的男声传来：“莫哥，是莫哥吗？”我一扭头，就看见王斌兴冲冲地朝我走来。等站定后，王斌又是一阵马屁：“好久没有见，小弟我都想您了。”石飞本就难看的表情，此时更加难看了。王家大少爷怎么也认识这个新人，还自称小弟。而我此时正向王斌介绍着林夕：“这是我朋友，我们可以去2楼吗？”王斌连忙接话道：“当然可以啊，拿这当自家就行，千万别客气。”我有点为难的说道：“但我刚才听说我俩好像不能去2楼。”王斌一脸不解的问道：“谁说的？”我扭头看向石飞，王斌也看了石飞一眼，然后才说道：“他不能去2楼，您可以去，您俩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林夕见此忍不住笑了，石飞这也太丢脸了。随即我们一行4人就来到了2楼，林夕一边走还一边笑呵呵的说着：“这下真的是沾光了，能吃到国宴级大厨做的美食了。”等你们找到位子坐下后，仙云很是疑惑的问道：“莫哥，您这段时间很忙吗？”我点了点头说道：“最近一直在忙着抓鬼。”仙云再次问道：“那您看有什么我能帮您的没？”我忽然想到之前答应女鬼预估的事，于是开口说道：“我答应了一只女鬼，要帮她找衣服鞋子。”仙云眼前一亮：“是不是一双绣花鞋和一件丝绸外衣？”我疑惑的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仙云笑着说道：“明天有一场拍卖会，他们宣传的，要不明天我带你一起去参加。”我点
点了点头，答应下来。就在这时，林夕忽然停下吃饭的动作，神色紧张的拿着手机对我说道：“出事了，赵飞他们在万灵山被鬼围堵，死了好几个遇鬼使了，说是那里有好几个恶鬼。云灵已经赶过去了，我们要不要去？”我摸着下巴思考，万灵山不就是我刚从阴间回来落地的地方吗？而且抓鬼的事怎么少得了我？于是我站起身说道：“当然去。”约莫20分钟后，我俩就来到了万灵山下。唐芳看见林夕来了，上前对着林夕打招呼道：“林夕，你来了。”林夕着急的问道：“堂姐，里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唐芳眉头紧皱的回答道：“情况很糟糕，死了10几位遇鬼使了。”忽然不远处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我转身一看，就看到云灵打着雨伞走了过来。我暗暗羡慕，不得不说，他每次出现的方式都是这么的高调。云灵对着唐芳询问道：“堂姐，人都到齐了吗？”唐芳连忙回答道：“可以调动的人都来了，有32位遇鬼使。”云灵点了点头说道：“那我们进去吧。”然而我们刚走大概100米的距离时，就看见一位遇鬼使的尸体横躺在路中央，看样子是刚死不久。林夕心中一紧，缓缓拿出鬼气护身。我想单独深入万灵山看看什么情况，于是就对着林夕说道：“你们先进去，我去东边看一看。”林夕点了点头，表示明白。而我刚走没2分钟，就看见一只鬼漫无目的的在空中漂浮，而这只鬼也很快就注意到了，张牙舞爪的就朝我冲来，但整体很僵硬，感觉就像是在执行某种命令一样。我一剑斩去，就把这些鬼劈散了。看来是有人故意把这些鬼投放在这里。于是我接着往前走，越走鬼气就越浓郁。很快我就来到了半山腰，发现周围的树木上有一些奇怪的图案，而这些奇怪的图案把鬼气都往一处凝聚，这应该是在养一只很厉害的鬼。就在这时，我忽然听见一阵石头滚动响声，我循着声音走去，就看见一个男子蜷缩在一个很浅的洞里。看见我的到来，男子一个机灵，神态紧绷地问道：“你是人？”我点了点头。赵飞听后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激动地爬起来说道：“兄弟，你是遇鬼社的人？”我再次点了点头说道：“对，我们遇鬼社来了32个，云灵、林夕都来了。”赵飞听后着急地说道：“坏事了，赶紧通知他们跑，这里有一只噩梦级的鬼，云灵他们绝对不是对手。”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已经来不及了，他们已经都进来了。”原来赵飞本是想要在群里通知大家不要过来，但手机突然就没有信号了，他刚刚被那只凶鬼追杀，侥幸逃脱捡了一命。我听后询问道：“你说的那只厉害的鬼在哪里？”赵飞指着东边的方向说道：“在那里。”于是我直接转身就准备过去，赵飞连忙抓着莫林的手问道：“你干什么？别过去，那只鬼很厉害。”我安慰道：“我知道，我就是去抓鬼。”赵飞见我不像是在开玩笑，他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眼前这家伙要么就是脑子不正常，要么就是有真本事。于是他尝试开口问道：“那要不要我帮你带个路？”而另一边，林夕刚斩杀一只普通级的鬼，随即就对着云灵提醒道：“云灵姐，这里的鬼越来越多了。”云灵眉头紧皱道：“我知道。”随即又大声对着其他人说道：“所有人向我靠拢。”很快，所有人都背靠背向云灵靠拢过来。唐芳皱着眉头说道：“情况不对，怎么感觉是我们被鬼围攻？”云灵也看出来了，这些鬼一波接着一波，完全就是在消耗他们的体力。于是他下达命令：“退出去！”林夕语气凝重道：“云灵，退不了了。”云灵的目光看向远处，这才发现下山的路已经被鬼堵住，他们现在就如同瓮中之鳖，被这群鬼包围。看来这幕后一定有人指使。于是云灵对着空气中喊道：“别躲了，出来吧！”但并没有人回应云灵。林夕疑惑地看了看周围，云灵，你是不是敏感了？然而他话音刚刚落下，瞳孔就逐渐放大，只见不远处的岩石上出现一位披着黑色斗篷的老人。云灵心里咯噔一下，他只是试探性的喊了一下，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于是他再次开口试探道：“前辈，这些鬼是您养的？”黑衣老人笑着说道：“没错，是我养的。”云灵此时也明白过来，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老人设的局。于是他冷声质问道：“前辈，您故意把我们引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老人哈哈哈大笑道：“我当然是想让你们这些人全部都去死，我的宝贝，可是很需要你们这群人的精血滋养啊！”随即老人就拍了拍手，周围的低级鬼就像是发疯了一样，朝着云灵等人疯狂进攻。这些鬼前仆后继，云灵的契约鬼甚至有点招架不住，开始向后倒退。一些2级遇鬼使的契约鬼甚至直接被生生的撕碎了。云灵眉头紧皱，这么下去，所有人都会死在这里。黑衣老人感觉时机差不多了，就从怀里拿出一个花色的香包，宝贝出来吧。紧接着一阵可怕的威压在空中释放，一位女鬼出现，漂浮在半空中。云灵等人顿时纷纷向后倒退，面露忌惮。老头下达命令道：“宝贝，杀了这些人，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食物。”女鬼没有犹豫，径直的就冲了过去。云灵用鬼气抵挡住女鬼的一击，但他身旁的年轻男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只见女鬼抓住男子的身体，活生生的把男子的头颅拧掉，然后用手做媒介吸收男子的精血。很快男子的身体就干瘪，紧接着女鬼就转头朝着林夕冲去。就在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一道黑色身影拦在他的身前，挡住了女鬼的攻击。林夕惊呼道：“莫林！”我笑着安慰林夕：“没事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林夕拉了一下我的衣角，小声道：“这种冷笑话一点都不幽默，大家都要死在这里了，你就别说这种话了。”唐芳绝望的喃喃道：“听说我们遇鬼社有一位5级遇鬼使，如果他来了，我们今天就有救了。”云灵深吸一口气说道：“别提那位5级遇鬼使了，我们现在应该想办法怎么活下来。”此时在场所有人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而我全程都直勾勾的盯着那位女鬼，口水都快流下来了。而女鬼也一直在和我对视。然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只女鬼居然转身逃跑，云灵等人都愣住了，我也懵了，到嘴的肥肉就这么跑了，这怎么能行？于是我径直的追了上去。远处那位黑衣老人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才赶忙也跟了上去。这只女鬼是他花费了无数心血才培养出来，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跑。云灵见最恐怖的女鬼走了，布局的幕后老人也走了，现在只剩下周围这些低级鬼了。于是他连忙对着众人命令道：“所有人全力冲出去！”于是所有人很快就杀出一条血路，众人沿着来时路撤退。林夕则是看着我离开的方向说道：“莫林，他好像去追那只凶鬼。”唐芳拽着林夕的手：“别管他，我们赶紧走。”林夕犹豫了一下，挣脱唐芳的手臂，朝着我的方向跑去。唐芳在身后不可置信地喊道：“你疯了！”而另一边，女鬼正对着我嘶吼：“你追我干什么？”我反问了一句：“你跑干什么？”女鬼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不追，我就不会跑。”我没搭理她，而是喊道：“晨曦出来！”下一瞬，晨曦就拦在女鬼
鬼的身前，女鬼挥动利爪，跟晨曦拼杀在一起，几个呼吸的时间就挣脱了晨曦，逃走了。我看得更稀罕了，只见我面前浮现着这个女鬼的信息：姓名、冰域、境界、噩梦级、轨迹、无限潜力。说明这个轨迹没有任何攻击效果，但可以让技能拥有者无限成长。我咂了咂嘴，要知道每一只鬼都有自己的极限，比如说晨曦目前是噩梦级，最多成长到致命级，如果再想提高境界就很难。但眼前这只女鬼可不一样，她没有成长上限，这就意味着只要给她足够的资源，她就能成为鬼王。这么有潜力的鬼，我当然不能就这么放了。女鬼在空中快速飞跃，我紧追其后，在距离女鬼大概还有5米的时候，我拿出发簪朝女鬼的方向狠狠掷去，发簪在空中划出一段弧度，下一瞬正中女鬼的胸口，女鬼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然后她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就在我准备把这女鬼镇压的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呵斥声：“住手！你在干什么？”我转头看向黑衣老头，冷冷地说道：“你瞎吗？我在抓鬼啊！”老头见此，直接拿出一张符纸就朝我伸来，晨曦连忙挡在我的身前。然而就在二者触碰到的一阵电光涌出，晨曦直接倒飞出去，老头再次挥动符纸，于是又一道闪电狠狠地劈在了晨曦。晨曦的身影在这一瞬间暗淡了许多，我暗暗思索，看来这老头手上的符纸不简单。黑衣老头很快就冲到我的身前，怒斥道：“小子，不想死就滚！”我丝毫不虚，抽出长剑指着黑衣老头，老头也就不再客气，怒吼道：“那你就去死吧！”紧接着，一道手臂粗的闪电就朝我迎面劈下，我连忙使出散魂抓鬼，并以长剑抵挡。闪电击中长剑的那一瞬间，我手臂被震得发麻。这位老头是我至今为止遇见最厉害的人类了，可我丝毫不怯，因为我发现这黑衣老头每使用一次符咒，体内的生机就会削减许多。再这么下去，就算我不出手，他自己也会死。黑衣老头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笑容，喃喃自语道：“阴气散魂抓鬼术，你小子真是福缘不浅，一个人类居然学会阴差的术法。”老头自知自己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仰天质问道：“这难道就是天谴吗？”我看见老头的举动很是一头雾水，这黑衣老头搞什么鬼？一会动手想要杀自己，一会儿又在这里发癫。就在这时，老头突然跪下哀求道：“小兄弟，你别杀那只女鬼，我求您了！我依旧没搞明白啥情况，刚才还是你死我活的，现在就开始对着敌人打感情牌了，搞毛线啊！”那老头还在求情：“我求你了，不要杀那只女鬼，我求求您了！”我看了一眼那只女鬼，然后又看了看黑衣老头，发现这二人长得似乎有点相似，难道这只女鬼是他的女儿？然后用了禁忌之术把女儿养成了女鬼。于是我无奈地解释道：“你放心，我不会杀她，我只是要收养她。”黑衣老头听见收养2个字，深深地松了口气，然后扑腾一声倒在地上没了气息。我蹲下身把符纸从老头手里拿出来，这才发现这符纸的材料并不是纸，而是用细线编制出来的跟符纸差不多的东西。紧接着我又发现老头衣兜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张，于是我把这张纸抽出来并打开，发现上边写的就是关于这符的描述，还有详细的学习步骤，类似于秘籍一样。上面还写着2符3剑天师传人，雷符、火符、天师斩鬼剑、桃木辟邪剑、铜钱驱鬼剑等信息。那看来这黑衣老头是个天师传人啊，只是没想到堂堂一代天师居然沦落到了杀人养鬼的处境，真是令人唏嘘。我收好符纸和秘籍，又走到女鬼的身前，把手放在了她的头顶，恭喜您镇压成功。就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莫林，你没事吧？”我一回头，发现是林夕追来了。我笑着说道：“没事啊，都解决了。”林夕一脸不敢置信问道：“那可是噩梦级的鬼啊，你怎么解决的？”我没多说什么，而是一边往山下走，一边说道：“真的没事了，我们赶紧下山吧，这里冷飕飕的，别冻感冒了。”当我回到别墅后，再次拿出秘籍，专门看了看关于雷符的描述，引天地之气驱使雷符。所以什么是天地之气啊？鬼气自己倒是有不少，看来还是得抽空去净祠堂问问看。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莫林，开门！”我一开门就看见凤鸣宇笑呵呵的站在门口。这么晚了还没睡呢？我懒得废话，直接问道：“说吧，找我什么事情？”凤鸣宇进来后就递给我1沓冥币，说道：“你前段时间不是说给你1万冥币，你可以帮我把契约鬼提升境界吗？”我点了点头，收下了1万冥币，然后就朝凤鸣宇说道：“出来吧。”话音刚落，凤鸣宇身前就出现一个鬼影。凤鸣宇震惊的张大了嘴巴，他的契约鬼居然被别人一句话喊出来了。接着我拿出3000冥币，让这些冥币化成一团。然后我把这鬼气注入到了面前的契约鬼的身体中，下一刻，这契约鬼的气息就开始逐渐攀升，身体的颜色也逐渐加深，很快就由危险级晋升成为凶险级。凤鸣宇见状欣喜不已：“哎呀，太谢谢你了，你这是怎么做到的？这不科学呀！”我笑着说道：“科学的尽头是玄学，我这是玄学你不懂。”一边说一边把还剩下的7000冥币揣到了自己兜里。凤鸣宇彻底酸了，1万赚7000，真是暴利。我没搭理他的酸言酸语，而是把那张雷符递给他，问道：“你认识这个东西吗？”凤鸣宇接过雷符看了看，就变了表情：“你雷符天师是你杀的？”话还没说完，就迅速的把雷符递还给了我。算了，我不想知道，你赶紧把这雷符收起来，我就当做没看见。我很是疑惑的问道：“这玩意儿来历很大？”凤鸣宇对我提醒道：“何止是很大，简直是太大了。你听说过雷符天师吗？”我摇了摇头，诚实说道：“没有。”凤鸣宇叹了口气，解释道：“3年前雷符天师病重，准备把雷符传给他女儿，不曾想中途发生意外，有人刺杀了雷符天师，并且夺走了雷符。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2符3剑5院天师府的人全部出动寻找雷符，但始终没人找到。这件事情最后就不了了之。”随即凤鸣宇神情严肃的说道：“你这件东西你千万不要再拿出来，雷符现世，生灵涂炭，你懂吗？”我
拿着雷符仔细的看了看，喃喃自语道：“这种宝贝居然让我得到了，我运气真好。”就在这时，我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接通后，刘峰颤抖的声音就传了过来：“莫兄弟，麻烦您来一趟万海广场。”我很是疑惑的问道：“你怎么了？”然而对面却传来一个陌生男人的呵斥声。说完了吗？随后电话就被挂断了。我看向凤鸣鱼问道：“你舅舅最近得罪人了？”凤鸣鱼想了想后回答道：“如果非要说得罪人，那就是前段时间弄死了周天。”我没再多问什么，而是直接出门去开车。凤鸣宇跟在我身后追问道：“我舅舅他出事了吗？”我拉开车门坐上驾驶位，对凤鸣宇说道：“对，我们赶紧的。”而在另一边的万海广场上，刘峰浑身是伤的跪在地上，一个黑衣男子一脚狠狠踩住了刘峰的头，然后威胁道：“刘峰，如果那小子不过来，老子今天就弄死你！”刘峰没有反抗，也没有求饶，任凭对方折磨自己。就在这时，一辆劳斯莱斯停在广场外边，我跟凤鸣宇下车后，黑衣男子一眼就看到了我，于是对着我怒骂道：“狗东西，给我滚过来！”我看了眼被打得很凄惨的刘峰，对着黑衣男子询问道：“把我喊过来总要有个理由吧？”黑衣男子冷冷说道：“你们弄死了老子的表兄弟周天，老子今天就是来报仇的。”随即他又戏谑地说道：“当然，你如果跪下来求我，说不定我心情好了，就只打断你一条腿，然后让你像狗一样活着。”我扫视了一眼周围，发现有9位2级遇鬼使，3位3级遇鬼使，这个阵容有点拉胯啊。于是我开口说道：“我给你们2个选择，要么死，要么把人放了。”黑衣男子觉得自己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朝着周围的人说道：“这家伙说什么？你们听见了吗？他居然说弄死我们！”一个小弟哈哈哈大笑道：“哈哈哈，曹哥，你没有听错，他就是说要弄死我们。”另外一位男子跟着嘲讽道：“一条狗也敢这么嚣张，这怕不是一条疯狗吧？”我眼眸微眯，然后抽出腰间的长剑。袁曹等人见此也都不再犹豫，纷纷召唤出契约鬼，10几人把我围在了中间，那些契约鬼也死死地盯着我。我冷哼一声，不想被散魂就滚。下一瞬间，一股无尽的鬼气以我为中心向四周释放，浓郁的鬼气瞬间弥漫在整个广场，所有的契约鬼在这一刻都惶恐起来。袁曹对着他的契约鬼命令道：“去弄死他！”但契约鬼好像没有听见命令一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举动。袁曹怀疑是自己的契约鬼没有听见命令，于是再次命令道：“动手！”他的契约鬼这次不但没有动手，此时甚至还要解除契约。袁曹彻底懵逼了，要知道解除契约可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随后更令袁曹惊讶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他的契约鬼居然跪在莫林的面前，其余10几人的契约鬼此时也都单方面解除契约了。这些人嘶吼道：“我的契约鬼怎么解除契约了？我愿意花冥币养你，你为什么解除契约？”一旁的凤鸣宇震惊的瞪大了眼睛。莫林的一个动作，10几只契约鬼同时解除契约，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对着跪倒一片的契约鬼问道：“有鬼愿意跟随我的吗？”话音刚落，10几只鬼立马争先恐后喊道：“大人，小人愿意跟随您。大人，小人任凭差遣。大人，我也愿意跟随您。”凤鸣宇有点快看不下去，这群鬼真的是太甜了。于是我伸出手露出了戒指，下一刻，那10几只鬼全部都投入戒指之中。随即我转头看向了袁曹等人，袁曹刚想道歉，我一巴掌就把他扇倒在地，其余人吓得立马跪了下来。我懒得理会他们的求饶，而是走到刘峰身前，对他安慰道：“今天这件事情我会彻底解决的。”刘峰发自内心的感谢道：“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男子缓缓走来说道：“兄弟手下留情。”袁曹就好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一般，冲到年轻男子的身前：“林哥，救命救我！”林才示意袁曹不要说话，然后看向我说道：“人你也打了，袁曹也跟你道歉了，不如事情就到此结束了。”我皱眉看着对面的人，心里很是不满。什么叫做事情解决了？袁曹刚才可是动了杀心，如果不是我比较厉害，我跟刘峰绝对看不见明天的太阳。于是我冷冷的开口道：“如果你代替他跪下来跟我道歉，并且自己打自己10个嘴巴子，我就考虑放了他。”林才当即就怒了，手指着我呵斥道：“你别太过分了！”我冷笑一声：“哟呵，让你跪下来道歉你就生气了？那你凭什么觉得就凭自己一句话就能让我放了他？你觉得你配吗？”林才气得脸色通红：“你小子真是不识趣！”然而他话还没说完，就感觉到脖子上传来一股凉意，他感觉有一只鬼的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林才彻底怂了，连忙道歉道：“对不起，我这就走。”于是我开口道：“晨曦，放他走。”晨曦很听话的放开了手，林才不敢再多说什么，转身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庆幸还好自己道歉的快，不然自己绝对死定了。刚掐住自己的绝对是噩梦级的力量。袁曹看着林才消失的背影，彻底绝望了。我对着晨曦下令道：“动手！”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小兄弟，大庭广众之下杀人不好吧？”我很是无语的转过身，怎么又有人多管闲事？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头站在不远处，我不耐烦的问道：“你又是谁？”老头笑着自我介绍道：“老夫叫做坤玄，也有人称呼我为火符天师。”袁曹绝望的脸上再次涌出希望，连忙求救道：“老天师救命呀！”凤鸣宇眉头微皱，今天这件事情有点麻烦了，火符天师居然来了。坤玄见我不松口，再次劝说道：“小兄弟，你怨气太重，杀人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冷冷的说道：“不好意思，今天的事情只有杀人才能解决，你一把年纪了，就不要多管闲事。”坤玄还是唠叨道：“哎，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杀人造孽啊！”我彻底的爆发了：“死老头，废话真多！之前袁曹要弄死自己的时候，一个出来说好话的人都没有，现在我要弄死袁曹，什么牛马东西都跳出来了。”于是我开口道：“如果你实在想救他，那就出手。”话音刚落，晨曦、楚行、红叶、冰玉4只噩梦级的鬼就同时出现在周围。坤玄下意识的拿出了一张红色的符纸，然后夸赞道：“小兄弟真是好本事，竟然拥有了4只噩梦级的鬼。”坤玄犹豫了一下，摆摆手道：“还是年轻好呀，年轻气盛，老朽就不多管闲事了，我这就走。”于是袁曹最后的希望也彻底的被浇灭了。我这次没有着急动手，而是看了看四周，问道：“还有人拦我吗？”我心里暗道：再有人跳出来，看我弄不弄死就完了。等了片刻，我看真的没人再蹦出来了，我就对着晨曦使了个眼神，晨曦秒懂，当即就来到袁曹的身边，一爪洞穿了袁曹的心脏。至于袁曹的那些兄弟，看见袁曹死了，也顾不上什么，各自逃窜。凤鸣宇则是惊讶的问道：“你怎么又多了2只噩梦级的契约鬼？这不科学啊！”我笑着说道：“这你就肤浅了不是？都和你说了多少次了，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而另一边，坤玄此时坐在沙发上，正询问着一个
年轻人，雷福找到了吗？男子表情严肃地回道：我们在万灵山找到了冰烟飞的尸体，但并没有找到雷福，雷福应该是被凶手拿走了。坤玄对着男子命令道：看来雷福就在云川市，你去查一查是谁杀了冰燕飞。与此同时，在另外一处酒店内，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子正站在房间的窗户前，一脸愁容地眺望远处。她来云川市是为了找到属于她的雷福。就在这时，一位男子进来后恭敬汇报道：小姐找到冰燕飞的尸体了。女子猛地转身追问道：尸体？冰燕飞她死了，她会不会是诈死？男子如实回答道：已经反复确认过了，是真的死了。女子有点接受不了的喃喃自语道：她怎么可能会死？她有杀妻杀女之仇，怎么可能会死？她夺走我诸葛家的雷福，潜藏这么些年，不就是为了报仇吗？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死了？随即女子又抬头问道：她怎么死的？男子再次回答道：错误使用雷福导致经脉受损，透支生命而死。但她在死之前应该遇见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女子听后立马命令道：去查一下这人是谁。第二天一大早，仙云就喊我一起去参加拍卖会。路上他和我介绍道，这次拍卖会是万海集团举办的，主要是出售一些可以使用7次的极品鬼器，你想要的绣花鞋跟丝绸外衣也会拍卖。这2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价格应该在3万冥币左右。我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台上的美女忽然提高了音量，接下来拍卖2件特别的鬼器，一双绣花鞋，还有1件丝绸外衣。我当即就坐直了身体。只见台上的美女拍卖员介绍道，这2件鬼器售价3万冥币，每次加价最少1000冥币。我还没来得喊价，就有一个中年人率先出价3万1000冥币。我顿了顿，见没人喊价，才出价道3万2000冥币。就在我以为没人会加价时，一个男生突然响起3万3000冥币。我循声看去，喊价的人是一个年轻男人，就再次加价道3万5冥币。然而我话音刚落，那年轻人紧咬不放3万6000冥币。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然后直接说道4万冥币。话音刚落，现场一片哗然。4万冥币，这家伙疯了？难道这2件鬼器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年轻男子这次并没有再次抬价，而是笑着对我说道：兄弟，你挺有钱呀，但我今天就教你一个道理，有时候钱是没有用。随即年轻男子站起身朝台上说道：在下山田，家师火符天师。现场的人再次讨论起来，原来这家伙就是山田，他就是火符天师的大徒弟。火符天师的徒弟怎么会来云川这种小地方？台上的拍卖员听见火符天师的名号后，看向左边的一个中年男子，于是中年男子开口道：既然火符天师的徒弟喜欢这2件鬼器，那就送给您了。山田笑着说道：那就谢谢了，等拍卖会结束之后，我请你喝杯茶。我见此赶紧站起身质问道：这2件鬼器我已经买了，你有什么资格送给他？中年男子反驳道：就凭我是拍卖会的管理人，我就有这个资格，而且我们又没有收你的冥币。山田也适时的说道：兄弟，不好意思，这2件鬼器你买不到，这就是人脉的重要性，明白了吗？我捏了捏拳头，这家伙太会恶心人了。就在此时，一道质问声音传来：怎么回事？我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福万三不耐地问道：是谁在这里闹事？赵三连忙指向我道：老板，是他在这里闹事，我这就让人把这家伙撵走。福万三刚准备发怒，然而在看清我的一瞬间，就一巴掌扇在了赵三的脸上。谁让你撵人了？随即热情地朝我打招呼道：莫兄，您来了，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一旁的仙云看了看福万三，又看了看莫林，又看了一眼远处趾高气扬的山田，这下事情要热闹了。随即他就听到福万三询问道：莫兄，怎么回事？于是我就大概把事情的经过跟福万三叙述了一遍。福万三气得脸色泛青，然后瞪着赵三怒斥道：赵三，你好大的胆子呀！赵三吓得脸色煞白，连忙解释道：少爷，我不知道这人是您的朋友啊。福万三语气冰冷地说道：他是不是我朋友，你都不应该破坏拍卖行的规矩。赵三硬着头皮解释道：那人是火符天师的徒弟，我想跟他拉近关系。福万三直接打断道：你被开除了。赵三彻底懵了，还想再说些求饶的话，福万三没搭理赵三，而是径直走到山田面前了，然后笑着说道：不好意思，这2件鬼器不能送给你。山田很不满地质问道：什么意思？你们要出尔反尔？福万三笑着说道：按照拍卖的规矩，那2件鬼器已经属于我朋友了。山田他再次说道：你得罪我，就是得罪我师父。福万三笑着说道：规矩就是规矩，就算是火符天师本人亲自来了，我也不会给他面子。山田气得转身就走，今天算是把脸丢到姥姥家了。随后福万三就让人把那2件鬼器打包送给我。接着福万三拉着我到没人的包间，和我小声说道：莫兄，黎家那边已经来了2拨人查黎三的事情，都被我压下去了，但我担心事情压不了太久。我点了点头道：别担心，只要黎家不死磕，就不需要太担心。如果他们要死磕，虽然有点棘手，但我能应付。福万三点了点头，我知道，如果有黎家的消息，我及时通知你。离开拍卖会场后，我径直来到了玉姑所在那个山头。然而我刚到，就发现这山里来了不少人，正疑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会这么热闹时，就听见身后有个男子提醒道：兄弟，这里有一只凶鬼，很危险，没什么特别的事情，赶紧离开。我点了点头后反问道：那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男子不苟言笑地说道：当然是除鬼啊。我听见这话，立马就急了，连忙往山上跑。身后的男人都傻眼了，都说有鬼了，怎么还往山上跑？而我这边很快就看到一个黑衣女子带着一群人在周围的树干上画着什么符咒。我出现的第一时间，那女子就发现了我，然后严肃地朝我提醒道：帅哥，这里很危险，你赶紧离开。我看向那女子问道：这只鬼很厉害，你不是他的对手，我劝你最好别抓。黑衣女子诸葛明月冷笑道：呵呵，还没有我抓不住的鬼。说完之后就转身接着忙碌起来了。很快天就彻底黑了下来，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了大雾。诸葛明月很快就发现不对，立马出声提醒道：大家准备好，鬼要出来了。话音刚落下，一道鬼影就逐渐浮现，只见4个男子忽然腾空而起，用一个红绳编织的网将女鬼笼在其中。只见噼里啪啦，女鬼身上不断冒出黑烟。与此同时，又有一个男人
朝女鬼拿撒了一把香灰，女鬼一个闪身就躲了过去，随即女鬼抬起手就展出一道黑色红绳编织成的网，瞬间就被破开一个大口，女鬼抓住机会冲了出来。诸葛明月此时也发现这只鬼是噩梦级的，于是他连忙开口道：“所有人赶紧闪开！”然而他的提醒还是太晚了，扑哧一声，女鬼的手就捅穿了男人的胸口，其他人吓得纷纷倒退。就在这时，他们在之前会突然散发出一阵金光，于是女鬼无法再往前逼近。同样，诸葛明月姐也不敢轻易踏入金光中，但女鬼不甘就此罢休，于是不断甩出一道道黑色的光刃攻击金光，金光也逐渐开始减弱。一位年轻男子朝诸葛明月询问道：“大师姐怎么办？”诸葛明月严肃地说道：“你们走，我善后。”年轻男子想要再劝说什么，诸葛明月直接打断道：“带他们走。”年轻男子也不再犹豫，带着师兄弟们离开了。而诸葛明月则从兜里拿出一张蓝色的符纸，也就在这时，咔嚓一声，女鬼冲破阵法，然后直进诸葛明月而来。与此同时，诸葛明月周遭浮现一阵蓝色的水雾，随即他也径直的朝女鬼冲去。下一刻，一人一鬼就缠斗在了一起。女鬼每一次斩击都被诸葛明月使出的雷电轻易抵挡住，可随着他每一次出手，他手中的伪雷符逐渐暗淡，显然这张伪雷符支撑不了多久。诸葛明月眼见不妙，直接掐了一个诀，紧接着一道闪电径直的劈在女鬼的身上，女鬼被打得向后倒退了1米多远。诸葛明月抓住机会便准备撤退，然而他刚转身，就看见我居然不知死活的朝那只女鬼走去，于是他连忙出声道：“赶紧走啊，你找死吗？”我懒得搭理他，而是拿出那双绣花鞋和上衣，随即我对着飘在半空的女鬼说道：“下来。”于是，在诸葛明月震惊的目光中，女鬼乖乖听话的落在我的身前。诸葛明月喃喃道：“这也太双标了吧！”我上下打量了女鬼2眼后，庆幸的说道：“还好没有受伤。”随即我就拿出绣花鞋和衣服给女鬼穿上。穿上衣服的女鬼立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腐烂的脸开始迅速愈合，还变得有点美感，就连气息也变得更强了。我用手摸了摸女鬼的头，赞道：“还不错。”一旁的诸葛明月彻底无语了，这玩意儿可是噩梦级的鬼，你当是自家养的狗呢？随即我把这只鬼收入了镇鬼书中，姓名、预估、境界、噩梦级、技能、斩击、凝聚鬼气，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伤害取决于使用者的强度，冥币产出80元每天。诸葛明月看见女鬼消失，震惊的朝我问道：“那只鬼被你降服了？”我点了点头就准备走。诸葛明月不死心的追问道：“那只女鬼为什么不伤害你？她为什么心甘情愿的被你收服？”我无奈的看了眼诸葛明月，然后才开口道：“我说她是被我个人魅力征服的，你信不信？”诸葛明月见我很是敷衍，就自报家门道：“认识一下，我叫诸葛明月，雷符天师府的大师姐。”我冷冷的点了点头：“哦，我知道了，那还有事吗？”“没事，我就先走了。”诸葛明月疑惑的问道：“你好像不是太待见我？”我在心里吐槽道：“你家的正宗雷符还在我身上，我是怕你要回去啊。”见我不说话，诸葛明月再次开口道：“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刚才那只鬼不攻击你吗？”我对着诸葛明月反问道：“那你能教我怎么使用雷符吗？”诸葛明月很果断的说道：“如果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就教你。”我立马反应过来，这方法不怎么值钱啊。诸葛明月笑着介绍道：“其实就是一门普通的入门功法，叫御气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净慈堂也有，他们的叫做引气篇，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一般的道教都会这种功法。”我听后却两眼放光，那自己要是学会了御气法，是不是就可以使用雷符了？见我神游天外，诸葛明月再次提醒道：“你现在可以说了吗？”我缓过神来说道：“没什么，就是那只鬼害怕我。”诸葛明月不相信的问道：“就这么简单？”我非常真诚的回答道：“真就这么简单。”诸葛明月听后忍不住多看了我几眼，噩梦级的鬼都害怕这人，是不是意味着他比噩梦级的鬼更厉害？随即我就和诸葛明月互加了联系方式，他把御气法发给了我。让我感觉新奇的是，不仅有文字，还搭配的有学习视频。正当我看得津津有味时，诸葛明月猛地转身，还拿出了伪雷符，如临大敌一般。我一抬头就看见阴差李薛飘了过来，恭敬地对着我禀报道：“大人，查清楚了，当初抓我的人明天就会去净慈堂。”一旁的诸葛明月有点懵，阴差的这句大人让他脑子都转不过来了，一个阴差称呼一个活人为大人，啥情况啊这是？我想了想问道：“知道对方的身份吗？”李薛恭敬地回道：“对方是2只鬼域的大鬼，还有一群人是子午府，这个子午府是鬼婆们的势力，这鬼婆以前属于我们夜斗，他们是阴间在阳间的代言人。”一旁的诸葛明月跟着补充道：“以前鬼还没有来到阳间的时候，鬼婆就是一个帮助人跟鬼沟通的职业，后来鬼异降临后，鬼婆就通过通灵手段从阴间召唤一些厉害的鬼来，最后成为了一方势力。”李薛接着说道：“之前鬼婆算出我的踪迹，然后跟鬼域的那群人一起联手抓了我，这一刻我才算明白为什么鬼域的那群鬼总是能够找到阴差。”于是我冷冷地说道：“走，我们去一趟子午府。”一旁的诸葛明月见此，连忙提醒道：“子午府的鬼婆养了无数小鬼，还有2个噩梦级的厉鬼，很危险的。”我冷笑一声道：“巧了，我这个人什么都怕，就是不怕鬼。”随即我一眨眼就换上了阴司袍。诸葛明月不可置信道：“阴司，怪不得说那女鬼怕他。”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行3人就来到了子午府大门口。我们刚站定，那大门口的铃铛就疯狂地响了起来，随即大门缓缓打开，就看见一位小女孩探出了脑袋。然而当她看见我之后，又连忙向后倒退。我们3人走入院子里，明显感觉到一阵阴冷的感觉袭来。当我再往里走，就看见一个老婆子拿着3根香，站在一个香案前，随即将香插在了香炉上后，才转身看着我说道：“前段时间我就听说一位阴司来了阳间，可是我怎么算都没有算出那位阴司的下落。没想到那位阴司居然是个活人，而刚才给我们开门的小女孩，则是躲在老婆子的身后。”我冷冷地质问道：“你跟鬼域的那些鬼联手抓了李薛？”老婆子很爽快地承认了：“是老婆子我做的。”我接着追问道：“跟鬼域的哪只鬼联手的？那只鬼叫什么？”老婆子没有说话，而是看向了我的身后。原来我的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站满了鬼影。我喊了一句：“冰玉，出来清场！”下一刻，冰玉就出现在鬼影中，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与此同时，那老婆子的身后浮现出2
两只噩梦级的鬼。我没说话，只是缓缓抽出了腰间的长剑。而那这两只噩梦级的鬼当即就不动，大概过了1分钟的时间，我身后的鬼就被清理干净了。老婆子这才开口道：“那只鬼跟你一样的实力，用阳间的等级划分，应该是灾难级。”我有点意外，没想到鬼域这种级别的鬼也来阳间了。随即我再次开口问道：“你本属于夜斗一脉，为什么跟鬼域关系这么深？”老婆子叹了口气说道：“没错，我们曾经属于夜斗。”说着，他又再次点燃了3支香后，才再次开口道：“7年前诡异刚降临的时候，我们跟夜斗还有联系，只要我们给阎王烧点纸钱，很多小事情都能得到夜斗鬼差的回应。但是在1年后，我们无论怎么跟夜斗沟通，都得不到回应。那个时候鬼怪入侵蓝星，我们这种跟阴间打交道的人最容易惹鬼身上。为了自保，很多鬼婆都跟我一样，选择沟通鬼域的鬼，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跟奈何桥一脉合作。”老婆子说着，又准备再拿3根香来点。我见此不耐烦地说道：“别点了，你都说我是人，你这迷鬼香对我能有什么用？一直点点点的。”老婆子身体瞬间僵住了，自己的这种小手段被揭穿，气氛有点尴尬。我想了想，继续说道：“行了，你现在用你的方法沟通夜斗，我看一看。”老婆子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一把红色的香点燃后，跪在阎王雕像前，嘴里不知道在念叨什么。随后就看到烟雾缓缓涌入阎王雕像之中。按道理来说，夜斗应该收到了这老婆子的呼唤，但为什么没有回应？唯一可以解释就是夜斗中有人搞鬼。于是我开口道：“行了，不用展示了，我知道了。”随即老婆子就站了起来，对我说道：“鬼域的那只厉害的鬼已经来云川了，你们应该很快就能见面。”随后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孙女后，抬起头对我说道：“我犯的错，我愿意承担，可我就这一个孙女，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她。”我没立刻答应下来，而是开口要求道：“放了你孙女可以，那你要帮我对付鬼域。”老婆子犹豫了一下，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的那2只噩梦级的鬼，我也看向那2只鬼，看来这2只鬼都是鬼域派来监视这老婆子的。于是我开口道：“你不用顾忌这2只鬼。”紧接着我就动手抓住一只鬼的头，另外一只鬼转身就想逃，我一挥手，一道铁链瞬间把一只鬼死死的捆住。随即我就把2只鬼收进了镇鬼书中，姓名、容风、境界、噩梦级、技能、鬼影、释放一个分身，冥币产出80元每天。姓名干粮具、境界、噩梦级、技能摄魂，冥币产出80元每天。紧接着镇鬼书还是自动翻回第1页，只见上面浮现着：“恭喜您完成任务，冥币收入增加10倍。”我当即就激动，差点笑出来。天降横财啊！我现在拥有10只噩梦级的鬼，一天的收入就是8000冥币，10天就是8万冥币，一个月24万冥币。我的妈呀！过个10几年，我的个人财产不就比整个夜都的财产都要多？老婆子看我傻笑，结结巴巴地问道：“你没事吧？”我连忙收敛了笑容道：“我没事。”行了，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跟鬼域还是选择跟我？老婆子叹了口气道：“我有的选吗？”我听后抬起手，下一刻10几只鬼就从戒指里出来了。然后我对着老婆子说道：“这些鬼给你了，以后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会给你发消息。”交代完这些事情后，我就带着诸葛明月离开了。诸葛明月在和我分别时，很是疑惑地问道：“你就不怕刚才那个老婆子背后捅你一刀？”我笑着说道：“聪明人一般都不会办蠢事。”随后我一回到自己家，就开始学习御气法。这法门其实就是教人怎么感受先天之气的，而我花费了足足5个多小时，这才感受到气的存在。接下来就是学习怎么使用雷符了。第一个阶段就是入门的照雷，第2个阶段是御雷，就是用雷电覆盖全身，抵挡对方的攻击。第3个阶段则是照雷跟御雷同时使用。了解完后，我就开始尝试用气催动雷符。下一秒，那雷符就好像活了一样，在我手上跳动，而我也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里边有一股力量随时可以释放。于是我把目标对准一股存在，然后释放，哧啦一声，正前方的那个存在直接被雷电劈得粉碎。就在这时，大门外一阵呵斥声：“开门，快点开门！”我打开门一看，就彻底愣住了。门口的女子看我不说话，抬起了手，下一刻就浮现在他的手心上，再不说话，我就把你家给烧了，你信不信？我慌张的舌头都打结了。我美女对着我质问道：“你还记得我吗？”我结巴的说道：“记得，当然记得。”原来这女人叫崔新玉，是奈何桥一脉判官的徒弟，红莲业火的掌管人，而她也是一个活人，所以1个月只有7天的时间待在阴间。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一个阴差，遇见了乱逛的崔新玉，不知道她是个活人，而且阴间的鬼都丑得要死。忽然看见个漂亮的，就眼前一亮，于是我就把她给抓了，并且奴役好多天，也没做啥，就是为了养眼。后来我就把她放了。等我再遇见崔新玉的时候，她已经掌握了红莲业火，我害怕她报复，就躲起来了。崔新玉冷冷地盯着我说道：“没想到你居然是个活人。”我反驳道：“我也没想到你是活人。”崔新运冷笑一声：“莫林，你在阴间是这个名字，没想到在阳间还是这个名字，不然我还不知道你来阳间了。”随即他似乎想起什么，就一下子黑了脸，下一瞬那粉红色的火焰轰的一声长高1米多，我吓得倒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的，你要干什么？随即我就拿出了手机，你信不信我拍视频把你发到网上去，就说你欺负老实人。崔新运见此就停下了脚步，我连忙问道：“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啥？”崔新运冷哼一声：“当然是来报复。”我对着崔新运吐槽道：“不至于吧，当初我以为你是个鬼，所以……”崔新运眼眸深处的寒光渐盛，不怕死你就接着说。我小声吐槽道：“谁知道有活人会做出魂魄离体入阴间的这种奇葩行为？”崔新运黛眉微皱，抬手就甩出一道粉色火，我连忙一个闪身，哗啦一声，火焰在地面涌出1米多高的火苗，我吓得胆战心惊的连忙喊道：“崔新运，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们应该向前看，不是吗？”崔新运眼眸微眯，不但没有消除怒火，甚至更加生气。莫林玷污了他的灵魂，居然来了一句：“都过去了，开什么玩笑？”这么想着，崔新运更生气了。我觉得你要换一栋房子。话音落下，一朵火苗就落在屋顶上方，随即整个别墅就燃气熊熊大火。我无语的看着这一切，我这是新房子呀！崔新运狠狠瞪我了一眼后，转身就走了。我彻底懵逼了，神经病呀！神秘兮兮的跑过来，就为了放把火把我房子烧了。我无奈的看着燃烧的房子，红莲业火这
玩意儿，我不敢碰。这房子是彻底保不住了，太糟心了。看来今晚又要住酒店。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静祠堂。一进门就发现这些人在收拾东西，好像要搬家似的。就这时，青云也看到了我，惊讶地问道：“莫兄弟，你怎么来这么早啊？”我打个哈哈道：“没事，不早。对了，你们静祠堂这是要搬家吗？”青云无奈地看了看我，说道：“现在要是不给东西搬走，晚上可能啥都没有了。”就在我还想说什么的时候，静祠堂道主李辉站在大殿门口朝我招呼道：“莫大人，这边坐。”当我来到大殿后，发现这里只剩下一张桌子。只听李辉笑着说道：“莫大人，你这晚上肯定有一场恶战，我静祠堂一定会受到牵连，这些房屋估计都要毁一半。”我尴尬地说道：“那倒不至于。”李辉也看得开，笑着说道：“您到时候打红眼了，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我这静祠堂就这几间木屋子，承受不住啊！”我无语地看着对面的老头子，自己有那么离谱？夜幕逐渐降临，整个静祠堂能搬走的贵重物品都搬走。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只见5个奇怪的男人走了进来，径直朝青云说道：“我是来拿钱的。”青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就抢先道：“就是你们抓了鬼差。”魁梧男人在看见我的那一刻，立刻就变了脸，朝青云大吼道：“你们静祠堂不守规矩，我在你们这里卖东西，你们却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我不屑地冷嗤一声，别拐弯抹角，你们故意出售鬼差，不就是想引我出来吗？都是千年狐狸玩什么聊斋？我也是在昨天去找鬼婆后，才后知后觉，自己刚来到阳间，其实就被这些人给盯上了。但由于自己是活人，他们算不出自己的踪迹，于是这些人就搞了一手出售鬼差、引蛇出洞的手段。随即我冷冷地说道：“你们估计是带着剿灭我的想法来的吧？”魁梧男子笑着说道：“莫阴差啊，不对，应该是莫阴司，你还真是聪明。”我疑惑地问道：“你认识我？”随即就变了脸色，强忍恶心地说道：“你们这些鬼域的鬼，真的是毫无底线可言，好端端的鬼不当，非要附身上到死人的身上。”魁梧男子调侃道：“莫阴司，你这是在我们身上找正义感。”魁梧男子说着，还不知道从哪里提拎出来一个小女孩的头颅，随手扔到我面前，说道：“我杀了她全家，你是不是要替她报仇？”我还没开口说话，旁边的李辉却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要杀她？”魁梧男子哈哈笑道：“这还要什么为什么？路上遇见了，顺手就杀了。”我没再说什么，而是抽出了长剑。魁梧男子不屑冷嗤一声，看来莫阴司长脾气了，忘记了被我撵成狗的样子。我瞳孔猛然一锁，一阵无形的风以我为中心释放，向四周蔓延。你是鬼域的公休，原来这公休当初一鬼屠杀阴灰域的10几万的鬼，那一夜鬼哭声响彻整个阴间。我那时还是个阴差，实力不济，也被他追杀。那时多亏几只关系较好的鬼一起出手，我才逃脱一命。但那几只帮我的鬼则都被公休给杀了。后来还是阎王亲自出面，才化解了危机。公休看我认出了，更是放肆的大笑道：“对对对，就是我。你小子那个时候还是阴差，侥幸让你给逃了。几年不见，你如今已经是阴司了。”我语气冰冷的说道：“刚好新仇旧怨一起算，我要让你魂飞魄散。”公休嘲笑道：“呦呦呦，莫阴司口气真大，你知不知道？为了对付我，可是准备了一个多月。”公休说着就拿出一根骷髅头拐杖，这根拐杖拿出来的瞬间，甚至可以听见无数诱鬼的哭泣及求救声。一旁的李辉缓缓站起来，朝莫林走去。青云连忙阻拦道：“道主您干什么？你之前不是劝告我们不要插手这件事情吗？”李辉很冷静地解释道：“没错，我是让你们不要插手这件事情，我没有说我不插手这件事情。”其实在遇见公休之前，他真的是不愿意多管闲事，又不讨好，但看见公休之后，李辉就改变态度，这些鬼真特么的都应该被除掉。青云见此连忙追问道：“那道主，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李辉摆了摆手说道：“躲着吧，你暂时帮不上忙。”随即他又朝我说道：“莫兄，老夫来助你一臂之力。”我点了点头，但没多说什么，而是提着剑径直的朝公休冲去。下一瞬间，一人一鬼变成混战。同样是阴气，二人公休甚至没有占据上风，他每一次进攻都很凶猛，手中铁杖还附加灵力攻击，很是难缠。既然近战不占据上风，那就改变策略。于是我一连施展多个诡计，诡计回练，诡计回应，诡计。诡计，然后直接把公休打倒退，甚至把他从尸体之内活活的打出来了。一旁的李辉都看得傻眼了。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莫林使用了至少于5种诡计，而且每一种诡计都极强。看来自己还是有点小觑莫林了。公休对着远处的3只鬼说道：“别愣着了，赶紧过来帮忙。”我见此也不甘示弱，你有帮手？不好意思，我也有帮手，打群架，谁怕谁啊！于是下一瞬间，我的面前出现了5只噩梦级的鬼。李辉震惊的合不拢嘴，噩梦级的鬼，莫林嘎嘎召唤，一点限制都没有吗？而另一边陈曦已经率先出手，对着一只恶鬼冲去。与此同时，主行这些鬼也都各自施展。现场打得不可开交，恐怖的力量向四周扩散，而我再次跟公休打在了一起。只见公休一个闪身出现在我的身后，挥动拐杖就朝我后背心狠狠地刺来。也就在此时，冰玉忽然出现，替我挡住了公休的攻击，扑哧一声被洞穿了，他的身体也逐渐淡化。我赶紧拿出1万冥币，化成一团鬼气，然后导入冰玉的身体中。冰玉身上的伤口逐渐合拢，伤势直接恢复。公休看着这一幕，朝另外3只鬼喊道：“都过来，让他体验一下什么是绝望。”随即他从袖子抖落出2只恐怖级的鬼，接着他一抬手，无数鬼气就注入了其中一只鬼的身体。片刻之后，这只鬼就成了噩梦级的厉鬼。随后公休以同样的方式把鬼气注入另外一只鬼的身体中，然后那只鬼同样成为了噩梦级。于是公休一防就拥有了6只噩梦级的鬼。公休眼含挑衅的看向我，我不屑的轻笑道：“就这，你管这叫绝望？你以为我不会？”我一挥手，把血召唤出来，随即拿出10万冥币，将其化成一团鬼刺，注入血的身体之中。血发出一阵阵恐怖的惨叫声，接着他的气息就开始攀升，危险级、凶险级、恐怖级、噩梦级。然后我再次召唤出宋寨，如法炮制，宋寨也开始气息攀升，最终踏入噩梦级。
青云惊呼道：“原来这才是冥币的真正用途。”接着我又拿出10万冥币化为鬼气，导入冰玉的身体之中。冰玉身体颜色逐渐加重，他的目光也更加的灵动。紧接着，冰玉的身体发出一声咔嚓的声音，下一瞬间，冰玉就跨入了致命级。刚才还是很嚣张的公修，此时则是一言不发，真他妈离谱！哪有人能流水线提升鬼等级的？还有这莫林怎么会这么有钱？他至少拿出了30万冥币吧？我直接下令道：“动手！”于是冰玉率先出手，陈曦也不甘落后，直接用嘴咬下了一只鬼的手臂。公修见连续死了2个帮手，连忙对着最后一个黑衣男子说道：“喂，别看戏了，你再不出手，我这些小鬼都要死在这里。”男子一边拿出一把信号枪，一边应付道：“知道了，知道了。”随即他抬起信号枪对着空中发射，轰隆一声，一道红色的烟花瞬间在空中绽放。没一会儿，好几辆面包车缓缓驶来，从车上下来一群穿着赤红色衣服的男子，为首的人拿一柄用铜钱制作的剑，其余的人则是拿着木质的剑。这些人的气汇聚在一起，在空中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士身影。李辉看见这一幕，喃喃自语道：“真是没想到，这群人居然跟恶鬼混在一起。”我疑惑地问道：“这些是什么人？”李辉脸色难看地解释道：“莫兄弟，这些人是铜钱天师府的人，他们手里拿的铜钱剑是驱鬼剑的仿制版。”就在此时，一位年轻男子挥动铜钱剑，他身后的那道巨大身影也做出挥剑的动作，长剑对着陈曦缓缓落下，陈曦试图抵挡，下一秒长剑光影顿时散发出一阵白色的烟雾，陈曦的手臂被斩断。面对这些铜钱天师府，陈曦这些鬼实力发挥不出一半，完全被碾压。李辉表情很严肃，今天真的是神仙打架，他想要插手也根本帮不上忙。就在所有人以为我必败无疑时，轰隆隆，空中一阵螺旋桨轰鸣的声音突然传来，一架黑色的直升机应运而等直升机停在不远处后，我就看见李冰烟带着10几个人从直升飞机上走下来，然后直升机飞走，下一架直升机停下，再从上面下来10几个人，直到第7架直升飞机飞走，一共下来100多人。李冰烟朝铜钱天师府的人冷冷地说道：“玉鬼社的人都敢欺负，真以为玉鬼社没人了吗？”原来云川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李冰烟早就知道消息了。本来以为莫林自己可以搞定，他不准备插手，可听说一群不该来的人来了，那他就要管一管这事情。随即李冰烟朝我问道：“没事吧？”我点了点头道：“暂时没事。”李冰烟笑着说道：“怎么样，加入我玉鬼社不吃亏吧？抓鬼我不擅长，但是治人我是专业的。”一旁的李辉也是暗自感叹，科学力量还是很厉害的。只见李冰烟缓缓抬手，周围特种兵拉动枪栓，随时准备开火。铜钱天师府的这群人脸色铁青，之前那个发信号的男人连忙开口道：“别开枪，别开枪！”李冰烟冷冷地嘲讽道：“真没有想到，你们这群垃圾居然跟鬼勾在一起，真是恶心。”那男人再次开口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有错，你们不要开枪。”李冰烟没搭理他，而是扭头看向我，我冷冷地问道：“这些人死了没事吧？”李冰烟一脸的无所谓道：“死了就死了呗，反正他们也是一群毒瘤。”远处的那些人听见这句话，皆吓得脸色煞白。那男人再次对着李冰烟求饶道：“李姐，别动手，有事好商量。”然而他话还没说完，砰一声枪声响起，他的身体应声倒下，其余众人吓得皆是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我不解地看向李冰烟：“你就这么把人给杀了？”李冰烟笑着地说道：“跟我又没有关系，这件事情你才是罪魁祸首。”我有点猛地看向他，怎么感觉有什么阴谋？李冰烟再次说道：“你看啊，这群人找你麻烦，然后你顺手杀了那个沈飞，这是不是很合理？”我连忙说道：“李姐，话不说明白，这锅我不背。”李冰烟无奈地解释道：“其实也没啥，就是这家伙干了很多坏事，我又拿他没有办法，今天借着你的手弄死他。”我听了后道：“那你这么说就没问题，这件事情我扛了。”随即我就扭头看向了宫修，宫修是万万没想到这莫林手段这么多，于是他转身就准备逃走，我一个闪身就拦住了他的去路，和他再次缠斗在了一起。宫修脸色难看的说：“我想走，你拦不住我，你的散魂抓鬼术对我根本没用。”我见自己的确是拿他没办法，就拿出了之前获得的雷符。下一瞬间，闪电覆盖了我的身体，于是，在宫修接触到我的瞬间，他的身体就开始虚浮。宫修连忙挥动阴气拐杖，才勉强抵挡住了我的进攻。一旁的李冰烟眉头顿时紧皱，莫林为什么会有雷符，还这个时候拿出来用？麻烦了。远处的李辉此时也一脸不解，看着我手里的雷符，这小子为什么会用雷符？这不科学啊！玉鬼使怎么能使用雷符？要知道，人类跟鬼签订契约之后，就是玉鬼使就会跟雷符这些东西互相排斥，更何况莫林拥有那么多的噩梦级别的鬼，排斥应该更加强才对。宫修则更加震惊，你小子怎么能使用这种东西？我冷笑一声说道：“为什么不行？我又不是鬼。”宫修更疑惑了：“你是人，那你为什么会在阴间？”我没说话，而是一掌劈向了对方。宫修根本就不敢应接，转身就想跑。我冷哼一声，手指轻拍，一道闪电释放，噼里啪啦，宫修顿时失去了行动能力，称他病要他命。就在准备痛下杀手时，一片片红色的花瓣飘来，然后落在地面就消失了。我一转身就看见一位穿着大红色长袍的女鬼。我没等对方开口，就直接警告道：“我不知道宫修给了你什么好处，或者是鬼域给你了什么承诺，但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如果我要杀你，奈何桥也拦不住。”那位女鬼笑着说道：“除掉我？你跟我同样都是阴司，你确定能除掉我？”我冷哼一声说道：“你觉得我凭什么7年成为阴司？我凭什么参加各种战斗却能活下来？你觉得我是凭运气？”那位女阴司疑惑道：“我很好奇，你都消耗成这样了，怎么还敢这么有底气？你那赵雷的神通不可能再使用第2次了吧？”其实我并不想与你为敌，我只是想要救他走。宫修幸灾乐祸道：“小子，没想到吧？你杀不了我。”我没再说话，而是缓缓张开嘴，一滴滴漆黑色的液体缓缓滴落，紧接着我的嗓子里发出了刺耳恐怖的声音：“我要出去，让我出去杀光这些鬼，让我出去！你上次已经出去1次了，这次应该让我出去。主人，让我出去，让我烧死这些鬼！”宫修表情凝重，对着女阴司说道：“快跑，快带我跑，快一点！”女阴司没有犹豫，她上前抓起宫修，转身就跑。我在心里无奈叹气，这5脏藏鬼术在阴间明明很好用的，在阳间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再次呕了一声，一只长着2只脚的女鬼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瞬间可怕的气息涌出，在场众人都喘不过气。他目光看向那几只鬼鱼的砰砰砰，那几只鬼就
气死人，瞬间爆了。陈曦、楚行这些鬼吓得额头紧紧的贴在地面，一旁的李冰烟呼吸都快停了。他此时只感受到无尽的可怕，甚至失去了思考。李辉喃喃自语：“鬼母，这是传说中的鬼母。”我脸色也变得煞白煞白的。为了把鬼母换出来，我身体彻底被掏空了。鬼母来到我身前，亲昵的说道：“哎呀呀呀，主人，您都好久没有换我出来了。”我指着宫修逃跑的方向说道：“抓回来。”鬼母听话的点了点头，然后把手伸入了一个黑色的罐子里掏了掏，一边掏一边喃喃自语：“应该用哪个好呢？阿大不行，他太慢了。阿二也不行，感觉不够厉害。这只不行，这一只也不行。”他好像在挑着什么。一旁的李冰烟看着宫修逃跑的方向，再耽误时间还能追得上吗？要知道鬼的速度可是很快的，几分钟就能消失了。鬼母还在喃喃自语：“啧，感觉这些小家伙都想出来透气，那就这一只好了。”很快，鬼母从坛子里抓出来一只蓝色小鬼，然后对着那只小鬼说道：“把他们抓过来。”蓝色小鬼点了点头：“好的，母亲大人。”随即，蓝色小鬼挥动叉子在空中搅拌，于是下一刻，那女阴司和宫修的身影迅速开始动，就好像有漩涡把他们吸附过来一样。这位女阴司见自己逃不掉，连忙向我求饶道：“莫林，别杀我，让我走。”我很不屑地说道：“现在知道走了，晚了。”而另一边，鬼母趁你不注意，抬起了自己的手，下一秒，宫修的身体被扭成麻花形状，我扑哧就吐出一口鲜血。鬼母连忙停手，然后慌张地安慰我道：“主人，您没事吧？我不出手了，我刚才只是想要试一试自己能使出几分力量。”我擦了擦嘴角的血，暗自有点庆幸，召唤出来的是鬼母，如果召唤的是另外几只，后果只会更严重。那几个肯定会尽情地释放自己的力量，他们可不会管自己的死活。随即，鬼母挥了挥手，抓住女阴司，然后把女阴司拖成团子，塞入了黑色的坛子中。接着，鬼母指向冰玉，朝我轻声问道：“那个女鬼好特别，可以给我吗？”冰玉吓得猛然一颤，我直接拒绝道：“不行。”鬼母轻声叹气：“好可惜啊，那接下来是不是该我许愿了？”我点了点头，说吧。鬼母笑着说道：“主人，找到我姐姐怨妻，然后杀了她。”我一阵头疼，你姐姐是个活人？鬼母点了点头，当初她为了争夺家产，把我活活烧死了。我刚刚感受到她的气息了，她还活着，你要帮我杀了她。我无奈的点了点头，行，我知道了。鬼母看出来我很难受，主动回到了我身体里，而我此时好像虚脱了一样，自己现在是连阴气都使不动。于是我对着冰玉开口道：“弄死他！”冰玉下一刻就用手直接把宫修活活的撕碎。这件事情到此就彻底的落下帷幕。至于那些铜钱天师府的人，则是全部都被李冰烟给带走关了起来。第二天一大早，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了酒店门口有人在讨论着什么。你们说莫兄弟没事吧？应该没事。我听说昨天打的一架很猛，把晋祠堂都给拆了。我说昨天晚上怎么感觉房子在颤抖？我还以为是地震呢。现在想想，应该是莫林打斗引起的动静。于是我朝着门外喊了一句：“谁呀？”福万三站在门口恭敬的说道：“莫兄弟，我是福万三。”另外一位男子跟着说道：“还有我是庄若。”我坐起身后说道：“进来吧。”随后福万三和庄若就进来了，然后他俩就好像是关心祖宗一样，关心起我来。“莫兄弟，您没事吧？听说您昨天吐血了。”一旁的庄若也是跟着附和道：“莫兄弟，我哥哥是医院的院长，我让他过来给您看看。”我无语的看着两人，一点小伤不至于吧？庄若突然就慌了：“受伤了？这可不行！莫兄弟，我让我哥亲自给您检查。”一旁的福万三也露出一抹慌张：“您昨天遇见是什么级别的鬼，居然能伤到的您？”我摆了摆手说道：“行了，你俩我没事，不用去医院。”福万三见此就转移了话题：“听说您房子被火烧了，我给您准备了一套新的别墅。”不得不说他消息真的灵通，昨天莫林房子被火烧，今天他就知道了。福万三接着说道：“咱俩住在一个别墅区。”一旁的庄若也是跟着说道：“我也在那个别墅区。”我无奈的开口道：“行，我知道了，我过几天就去住。”福万三犹豫了会儿，还是坦白的说道：“莫兄弟，要不您现在就搬过去吧，黎家人来了，我们害怕被报复。”我恍然大悟的点了点头：“行吧。”于是1个多小时后，我就站在了自己的新家。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福万三就着急赶来了：“莫兄弟，黎家派人来了，现在就在我家里。”于是我就跟着福万三来到了他家。刚进门就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西装的女人，翘着2郎腿，此时正在跟庄若说着什么。而这女子的身旁站着一个手臂上有纹身的男子。福万三小声和我介绍道：“她就是黎家的3小姐黎月梅。”黎月梅看见福万三带人来了，冷冷的说道：“福万三，你怎么还喊人来了？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只是来问问话，我又不杀人，你怕什么？”福万三笑着解释道：“这人是我朋友。”黎月梅话锋突然一转的质问道：“我就想问一下，黎三的死跟谁有关系？”随即他拿出一张照片问道：“这个女人你们应该认识吧？”照片上的女人双手被吊起，身体布满了一道道鞭打的痕迹，她一身的血，样子看着有点凄惨。我朝黎月梅质问道：“洪延勋他人在哪里？”黎月梅没有回答，而是问道：“黎三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系？”我直接说道：“黎三就是我杀的。”接下来该你回答我了，洪延勋在哪里？又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黎月梅漫不经心的说道：“这女人还挺好，都被打成这样了，愣是都没有透露一句关于你们的消息。”我皱眉开口道：“你听不懂人话吗？我是问他人在哪里，是谁把他打成这样子的？”话音刚落，周围就突然出现几道鬼影。黎月梅身体猛然一颤，她感觉到自己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她缓缓回头，这才看见一只女鬼正站在自己的身后，死死的盯着自己。这一刻，她本能的想要呼喊保镖，却看见那保镖此时都被鬼给抓住。她的保镖可是3级御鬼使，可此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黎月梅脸色凝重的看向我，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有噩梦级的鬼。黎月梅连忙说道：“别激动，千万别激动。”然而下一刻，陈曦就掐住了黎月梅的脖子，她脸颊瞬间就憋得通红。“我不是来跟我。”我见此就对着陈曦说道：“松开。”随即黎月梅的身体重重砸在地面，她大口的喘气，缓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差点掐死我，我又不是来找麻烦的，你还真的打算弄死我啊？”我意外的看了她一眼，问道：“什么意思？”黎月梅揉了揉脖子，看向福万三和周若，俩人对视一眼后就转身走出了别墅。等俩人都出去后，黎月梅才开口道：“这个女人不是我抓来的，也不是我动手打了她，是我大哥的人，我可以帮你把她救出来，并且你们杀了黎三的事情，我也可以帮你们压下去。”我冷冷的说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先说说条件吧。”黎月梅笑着说道：“你帮我成为黎家继承人。”随即黎月梅就开始述说她家的情况。原来黎家
家一共有3男1女，大哥是长子，二哥是次子，黎月梅则是3女儿，黎3则是养子。黎家主有2个老婆，大老婆生了大儿子，二老婆生了2儿子。至于黎月梅，她是小3生的孩子，天赋比不过自己的2个哥哥，所以在黎家没有什么人愿意支持她，并且她也一直受到大哥跟二哥的压榨。这么些年，她一直都在隐忍，直至半年前，她无意中得知她那个大哥想要弄死她跟她母亲，于是她就有了反抗的念头。但反抗需要的是实力。直至今天，她遇见我之后，那颗反抗的萌芽才彻底绽放。我了解完情况后，直截了当的道：“我可以帮你，但是你不仅要帮我救出红烟熏，压下黎3的事情，最后你要把幽都明火给我。”黎月梅听后不确定的问道：“幽都明火，你认真的吗？”我面无表情的说道：“我当然是认真的，你就说行不行吧？”黎月梅咬牙说道：“如果你能收服幽都明火，我可以把它给你，但前提是我能成为黎家的继承人，要不然我也没有办法接触到幽都明火。”我听后笑着说道：“很高兴我们能够合作。”黎月梅也笑着说道：“那你就先当我的保镖，然后我找机会让你以保镖的身份进入黎家。”我点了点头，没问题，保镖这活我熟。随即我又说道：“我想尽快把红烟熏救出来。”黎月梅站起身说道：“行，我现在就带你去。”我俩一出来，福万三就着急走上来问道：“莫兄弟，怎么样了？”我笑着说道：“放心吧，事情已经解决了。”福万三偷偷瞥了一眼黎月梅，看见黎月梅面带笑容，也就确定了莫林说的话，于是松了口气说道：“没事了就行。莫兄弟，真要谢谢你了，这份恩情我必定铭记于心。”我直接说道：“那刚好，我手里有几件极品鬼器，你帮我卖了吧。”福万三诧异的问道：“您这是没钱了？”我点了点头道：“没了。”福万三惊呼道：“20多万冥币，才2天就用完了。”随即福万三知道自己多嘴，连忙承诺道：“莫兄弟，您放心，卖鬼器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一边往前走一边说道：“那行，走吧，跟我回家拿。”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我的新家。黎月梅在踏入大门的瞬间，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一样，于是她开口问道：“你这家伙是不是养鬼了？”我随口回道：“算是吧。”黎月梅脸色大变，连忙后退2步，警惕地盯着我。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想什么呢？我是正经人，我是用冥币养鬼。黎月梅尴尬地咳嗽了2声，嗨嗨，这不怪我想多。前些年有一个兵家，一家36口人被人一夜屠尽，而杀他们的人就是为了养鬼。我听后追问道：“后来呢？凶手怎么样了？”黎月梅叹了口气说道：“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呢，而我没看见。”此时站在门口的冰玉双眼流出了血泪，另一边我已经从抽屉里拿出了13件鬼器，放在了桌子上，对福万三说道：“就这些鬼器了。”福万三还没说什么，黎月梅却激动地说道：“13件竟然都是可以使用7次的极品鬼器。”随即她抬头看向我问道：“可以卖给我2件吗？”我点头道：“可以啊，3万冥币，不讲价。”于是黎月梅就挑选了2件鬼器，剩下的我就都交给了福万三，而我则跟着黎月梅来到了郊区的一栋别墅大门口。就在我们准备进去时，一个保镖拦住了黎月梅：“黎小姐，您不能进去。”黎月梅二话不说召唤出一只恐怖级契约鬼，然后才呵斥道：“我是黎家3小姐，我看谁敢拦我。”这人见黎月梅如此强势，只能放我俩进去。而我一进去就看见一个男子用皮鞋踩在红烟熏的脸上，而红烟熏就好像死人一样躺在地面一声不吭。中年男子不屑地吐槽道：“这女人嘴真硬，不管我怎么折磨她，她愣是什么都不说。”我很愤怒，也很疑惑，红烟熏堂堂4级遇鬼使，怎么会被打成这样？红烟熏听见动静，艰难地抬起头，在看见我那一刻，他身体微微一颤，随即就红了眼。中年男子右手抓住红烟熏的头发，把红烟熏的头提起来：“哟，你还知道哭？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死人呢。”随即中年男子看向黎月梅，毫不客气地质问道：“黎小姐，有什么事情吗？”黎月梅皱眉说道：“把这个女人给我，黎3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用管了。”中年男子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打断道：“黎小姐，你一句话就想接下这件事，是不是有点离谱？这件事目前归大少爷管，轮不到你插手。”黎月梅刚准备发难，我就上前一步质问道：“他是被你打成这样的？”中年男子不耐烦地朝我呵斥道：“你 TM 的算哪根葱？有你多嘴的份！”他话还没说完，陈曦就忽然出现，一只手抓住中年男子的头，就往地面猛砸，地板都被砸得裂开了。突如其来的一幕让中年男子猝不及防，他赶忙召唤出自己的契约鬼。契约鬼刚出来，陈曦反手就把他的契约鬼给活吞了。中年男子立马怂了：“兄弟，有话好好说。”我再次开口问道：“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中年男子刚准备解释：“是我。”我也只是扑哧一声，陈曦的手就从中年男子的胸口穿过。黎月梅见此开口道：“人死了，事情我会承担，但你可别跑路呀，不然我可就麻烦了。”我走过去缓缓把红烟熏扶了起来，然后才说道：“你放心，我还没得到幽都明火，不会跑的。”黎月梅这才松了口气。这时候红烟熏虚弱的朝我感谢道：“谢谢你。”我脸色不好看的说道：“你不用谢我，是我连累你了。还有啊，你一个堂堂4级遇鬼师，到底怎么被抓的？”红烟熏露出一抹惨笑：“被算计了，怪我自己没有危机感。”我这时才发现他身上没有一点鬼气，就好像是被封印了一样。随即我就注意到了他手臂上贴着一枚铜钱，我没有去碰这枚铜钱，毕竟这玩意儿弄不好可能会对红烟熏的契约鬼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一旁的黎月梅也看到了铜钱，于是朝我解释道：“这是铜钱天师府的手段。”我不耐烦地抱怨道：“又是铜钱天师府，我倒要去看看这个铜钱天师府到底有多厉害，3番2次的找我时，觉得我好欺负不成？”黎月梅在一旁连忙说道：“铜钱天师府在北海，不在云川。”我轻呼一口气，差点把我气疯了，都忘记这茬了。我把心里的火气暂时都压了下去，然后朝红烟熏问道：“你知道在你身上设下封印的人叫什么吗？”红烟熏吐出2个字：“元辉。”我一边从兜里拿出手机，一边说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然后就在群里发信息问道：“谁认识元辉？我要找他。”林夕，你找元辉干什么？他可是铜钱天师府的人。莫林，解决恩怨，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林夕，我知道他就在我前面吃饭，你赶紧来。莫林，把位置发给我，我现在就过去。随后林夕就把位置发给了我，我当即就带着红烟熏来到了林夕给的定位万海广场。我一眼就看到了林夕，他此时正站在广场上，目光四处寻找。当他看到我的第一时间，就朝我小跑过来，然后指着不远处一个男人说道：“快点，人在那里。”眼看元辉要走了，林夕着急的吼了一句：“站住！”元辉站定后，疑惑的看向我们说道：“还有什么事吗？”我怒气冲
冲冲的说道：“别特么跟我装蒜，洪延勋身上的封印是不是你弄的？”袁辉当即冷下脸来：“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冷冷的开口道：“你马上把洪延勋身上的封印解开。”袁辉想也不想就拒绝道：“不好意思，我做不到。”我冷哼一声，晨曦出来。晨曦出现的瞬间就对着袁辉抓去，袁辉赶紧倒退，然后拿出一枚铜钱来抵挡晨曦的进攻。然而下一秒，砰的一声，铜钱就在空中碎裂开来。晨曦下一刻就抓住了袁辉。就在此时，一柄铜钱剑拦住了晨曦的动作。一个白胡子的老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只见那老头说道：“小兄弟，不是有噩梦级的鬼就能为所欲为。”我朝着老头质问道：“你要多管闲事。”老头再次劝道：“小兄弟，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行吗？”我冷笑一声：“你让我好好说话，我朋友险些被人活活的给打死了，所以我凭什么要好好说话？”老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袁辉，他是我铜钱天师府的人，要不我让他给你道歉。”莫林冷哼一声：“那我把袁辉打个半死，然后再跟你道歉，你接受吗？”就当老头还准备再说些什么的时候，林夕直接打断道：“铜钱天师府算个屁啊！你逼逼叨叨的，你信不信我能让你们离不开云川？”我惊讶的看着一旁的林夕，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硬气了？林夕有点小得意，朝我说道：“莫哥，这么惊讶干什么？这里是云川，是咱们的地方，轮不到这群人撒野。”白发老人面色难看的问道：“小兄弟，你想怎么样？”我不耐烦的说道：“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你们铜钱天师府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喜欢找我麻烦？”白发老人一脸疑惑：“你什么意思？”我不想再和他废话，径直朝袁辉走。白发老头很不识趣的再次拦在我身前：“小兄弟，你应该明白，你噩梦级的鬼对我没有用。”我嘴角缓缓勾起一个冷笑，下一秒，雷符就出现在了我的手指间，随即我整个人就像是一股力量朝着老头冲去。老头愣了一瞬，然后就连忙瞬间二股力量交汇，接着砰的一声，铜钱剑被炸得4分5裂，老头被震得倒退1米多远。于是我顺势一脚踹在了他的胸口，老头猛然一颤，那股雷电之力顺着我的脚传遍他的全身，随即白发老头就一屁股坐在地面，失去了战斗的能力。林夕眼睛放光的看着我手里的雷符，我的天啊，这是真的雷符吗？随即又满脸疑惑的问道：“不对啊，莫林，为什么你能既是御鬼使又可以使用雷符的啊？这不科学啊！”我一阵汗颜，这林夕怎么感觉跟凤鸣宇一样，都喜欢说这不科学这句话，于是我只能开口敷衍道：“你不懂，科学的尽头是玄学。”随即就不再理会林夕，转身朝白发老头呵斥道：“老东西，真以为自己无敌了？我今天饶了你，你回去跟你们的天师带个话，他日我若去北海必灭你们铜钱天师府。”白发老者气得脸部通红，最后他缓了缓语气问道：“我们铜钱天师府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至于说出这样的狠话吗？我们铜钱天师府为民除害，一直抓鬼降鬼，你这么做会遭天谴的。”我冷哼一声：“抓狗屁的鬼！你们跟鬼域联手，就是你说的抓鬼？”白发老头一脸的不敢相信：“你胡说什么？我懒得再多解释什么，滚吧！记得把我的话带到。”白发老头缓缓站起来，看了一眼袁辉，最后只能叹着气离开了。袁辉顿时面如死灰，整个人都蔫了。我走向前，抓着袁辉的头发，拖拽着他向洪烟熏走去。他此时都不忘甩锅：“离家，对你敢动我，离家不会饶了你！”我一脚踹在袁辉的脸上，怒斥道：“闭嘴！”随即我对他命令道：“把他的封印解开，别耍花招，否则我弄死你！”袁辉身体微微一颤，然后便开始动手解封印，随即向洪烟熏求饶道：“洪姐，对不起，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洪烟熏无动于衷，眼神都没给他一个。袁辉很快就把洪烟熏的封印解开了，随即扭头看向我，小心翼翼道：“那个，我可以走了吗？”洪烟熏冷嗤一声：“走，你觉得呢？”下一瞬间，洪烟熏就召唤出了自己的契约鬼，那契约鬼出现第一时间就一把扭断了袁辉的脖子。就在这时，我电话突然响起，一接通就听到了李冰烟着急的声音：“莫林，来一趟御鬼社总部。”我还没来得及问怎么了，电话就被挂断了。洪烟熏见此就说道：“你有事就先去忙，我自己去医院。”随即林夕也开口道：“莫林，看在今天这事我也算是帮了忙的份上，明天能不能陪我和云灵凤鸣宇去一趟北海？”我点了头，当然可以，刚好我也要去北海一趟。随后我就来到了李冰烟的办公室。李冰烟看到我时候，眼前一亮，立马和旁边的中年男人介绍道：“钟哥，这人就是莫林。”中年男子露出欣慰的笑容道：“莫兄弟，早就听闻你的大名了。”我疑惑的看着俩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中年男子见此，立马自我介绍道：“我叫钟海，我是御鬼社北海总部的部长。”随即中年男子朝一旁李冰烟说道：“你先出去，我单独和莫兄弟聊聊。”李冰烟点了点头，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小声说道：“这是你的机会，一定要抓住我。”我还在思考李冰烟这话是什么意思时，钟海出声问道：“莫小兄弟，有没有兴趣来北海发展？我听李冰烟说了你的事情，有实力，有脾气，有个性，我很喜欢，我想提拔你做北海御鬼社的副部长。”我恍然大悟，弄了半天是来给我升职的。钟海接着说道：“北海出了点事情，原副社长死了，很多人跟他一起都死了，现在北海急缺人。”我很是疑惑的问道：“云川这么多人，为什么选我？”钟海很认真的解释道：“这件事情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第一，你实力强，拥有雷符；第二，你跟铜钱天师府合不来，就凭以上2点，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本来我对什么副部长是不感兴趣的，但在听见铜钱天师府这几个字后，我就来了兴趣。”钟海还在解释，铜钱天师府可能暗中跟鬼勾结，我怀疑是他们联手，想要除掉御鬼社。副部长就是调查这件事的时候，和一共396位御鬼使一起消失不见了。钟海顿了顿，又说道：“铜钱天师府跟你不合，如果铜钱天师府做大，可能会报复你。”我开口问道：“有什么好处吗？”钟海笑着说道：“只要你答应，北海所有属于御鬼社的力量，你随意调遣，不管你干什么事情，我都会无条件支持你。”我听后很是爽快的答应了下来。钟海笑着拿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身份卡递了过来：“莫副部长，以后多多关照，这是你的新身份卡，明天我会通知北海御鬼社的所有人，你将会成为北海御鬼社副部长。”我接过身份卡后问道：“我后天可以去北海吧？”钟海点了点头道：“当然可以。”随后我俩又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就回了家。刚到家就看见冰玉蹲在角落里，不知道在想啥，我也没多想，而是直接回卧室躺在了床上。这一天也是够忙的。与此同时，北海的一处院子里，一个年轻男人
人正不停地摇着一个铃铛，嘴里还念叨着什么，而他身前摆放着一副棺材。随后那年轻人用一根红绳缠住了棺材里的尸体，然后把另一头缠在了一个写着冰玉2字的稻草小人上，最后于是原本老实蹲在角落里的冰玉忽然猛地起身，眼神变得无神，他身体不受控制地朝我的卧室走来。不一会儿，我猛地睁眼，就看见冰玉正掐着我的脖子，我有点懵，啥情况啊这是？紧接着我感受到窒息感，我连忙拿出雷斧，雷电之力瞬间涌现，硬生生地把冰玉震开。可能是力量受到了影响，冰玉恢复了一些理智，只见他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说道：“莫大人，快走！我控制不了自己。”话还没说完，冰玉就再次朝我袭击，我连忙躲开。下一刻，我的床当即就4分5裂了。不是这好端端的，冰玉怎么会攻击自己？眼看冰玉再次冲来，我只能再次使用雷斧挡住了他的攻势。冰玉可是自己花费了足足20多万培养出来的，我总不能把自己的鬼给打散魂吧？那不是太亏了？而且根据他的反应来看，他现在就好像是提线木偶一样，被人操控了。就在我俩僵持的时候，冰云竟然转身就跑，应该是操控冰玉的人，感觉他杀不了我，所以准备操控他逃走。我见此，连忙拿出镇鬼书，直接甩出去。下一刻，冰玉就被关进了镇鬼书中。同一时间，北海那年轻人操控的稻草人突然就爆炸，红绳也断了。年轻人喃喃自语道：“还真是个高人，看来只能下次找机会了。反正他的尸体在这里，不愁没有机会控制他。”而你这边，冰玉在被关进镇鬼书后就恢复了正常。于是我传声问道：“怎么回事？”冰玉情绪很激动道：“是杀死我的那些人，那些人养鬼，杀了我家里人，我在父亲的帮助下才侥幸活下来的。”他这么一说，让我想起上次黎月梅跟自己提起过，有人为了养鬼杀了一个冰家的很多人，看来冰玉就是那个受害者。随即我就明白过来，对方应该是用冰玉的尸体控制了他的，那这可不行，这是自己的鬼，怎么能被别人控制？于是我再次开口问道：“对方是谁？在哪里？”冰玉凄凄然地说道：“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北海，只要去北海，我一定可以认出他们。”我听后喃喃自语：“这北海不去还不行。”于是第二天，我和林夕、云凌凤、明宇一行4人坐最早的一班高铁来到了北海。出了高铁站后，我们随便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北海的遇鬼社总部，但出租车行驶了10分钟后，我就发现了不对，连忙说道：“这不是往遇鬼社总部的路。”凤明宇疑惑地问道：“你以前来过，你怎么知道的？”他说着就扭头看向了车窗外，当即就顿时收了声，因为此时的车窗外是郊区的景色。要知道遇鬼社总部可是在市中心，怎么可能越走越荒凉呢？于是凤明宇朝司机命令道：“马上停车！”司机不闻不问，甚至加快了车速。凤明宇冷哼一声，就召唤出了他的契约鬼。就在他准备强行让车子停下时，砰的一声，出租车司机就这么自爆了。这一幕也太恶心了，林夕当场就吐了出来。等我们下车后，发现四周浓雾弥漫，能见度不足1米。林夕开口问凤明宇：“是不是有人想让我们死在这里？”凤明宇点头附和道：“应该是的。”就在这时，2只恐怖级的鬼从迷雾中朝我们冲来。云凌对着我们说道：“你们先撤！”我拦下这2只恐怖级的鬼，我出声打断道：“交给我就行了。”不等云凌再说什么，我就召唤出了晨曦。云凌惊讶地张着嘴：“噩梦级，你就是他们说的5级遇鬼使？”我没理会云凌，而是再次开口道：“土行出来！”那2只恐怖级的鬼吓得转身就逃，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下一刻，晨曦闪身到其中1只鬼的身前，然后一爪子就解决了对方。楚行也同时解决了另外1只鬼。云凌再次惊呼道：“你竟然跟我一样，有2只契约鬼！”凤明宇看见云凌吃惊的表情，嘴角上翘，有点小得意。当初自己跟莫林一起抓鬼的时候，不知道被莫林震惊了多少次，这次总算轮到别人了。随后我们就没再遇见意外，顺利的抵达了北海的遇鬼社总部。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你们是云川来的遇鬼师吧？我叫曹明朗，是北海遇鬼社的代副部长。”随后他又装作不经意的问道：“几位来这里没有遇见什么意外吧？”我笑着说道：“没有意外啊。”曹明朗点了点头说道：“那就好，这段时间意外太多了，我们遇鬼社折损了很多人，你们来的真的是太及时了。”随即曹明朗就给我们几个分配了任务，我被安排去了西郊，林夕等人则是被安排去了别的地方。临分开的时候，我朝他们几个说道：“这北海水有点深，你们执行任务小心一点，有什么危险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随后我就跟着一个小队来到了西郊。小队里一个年轻女子抱怨道：“哎，自从遇鬼社副部长死了之后，每天都有抓不完的鬼，就好像有人故意放这些鬼出来一样。”一位中年男子安慰道：“别想这么多了，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然后又对我说道：“小兄弟，北海的鬼特别凶，等会儿抓鬼的时候，你如果实在不敌就躲我身后。”我点了点头和他攀谈起来。于是我就了解到，这中年男子叫做郑南，是一位4级遇鬼使，也是这个小队的队长，有丰富的抓鬼经验。天色逐渐变暗，我们也到达了一所学校的大门口。郑南对大家说道：“这里有2只恐怖级的鬼，我们只要小心一点就没大问题。”然而我走进学校后，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这空中弥漫的鬼气都形成一团团黑色的云雾了，怎么可能只有2只恐怖级的鬼？看见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郑南误以为我害怕了，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你别害怕，等会儿你别往前冲，先看我们怎么抓鬼。”说话间，我们几人已经来到了学校1楼。这些人找鬼的方式很简单，就是一点点的搜索。很快我们就在一间教室里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女鬼。郑南一声令下，动手，众人就纷纷召唤出契约鬼，一拥而上，把这个女鬼给分吃了。随后郑南说道：“大家再找一找，应该还有1只鬼。”于是众人再次开启地毯式搜索，一整栋教学楼都给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另外1只鬼。之前那位年轻女子开口问道：“会不会只有1只鬼？”郑南摇了摇头道：“总部的消息应该不会出错。”就在这时，一个男子忽然惊呼道：“我看见了，那只鬼在后院。”于是众人都朝后院跑去。我连忙朝郑南提醒道：“后院很危险。”郑南笑着说道：“放心吧，没事的。”当我们来到后院后，发现这里只有孤零零的一间老房子。一只脸部腐烂的鬼忽然出现，郑南等人连忙追了过去。一个男子和自己的契约鬼一个闪身，就拦住在这只的鬼的正前方。然后他对着郑南催促道：“我拦住这只鬼，你们赶紧动手！”但郑南却大声喊道：“快跑！”男子缓缓回头，发现又1只鬼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只见这只鬼一伸手就抓住脸部腐烂的鬼，然后就像是吃零食一般，把那只男鬼给嚼了。这是噩梦级的鬼，所有人都吓得腿软。我喊了一句：“晨曦出来！”下
下一刻晨曦就出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在场众人皆是一惊，这家伙是5级御鬼使，这种大佬级别的人物怎么来了？而晨曦一出现就是碾压，只见他一个闪身就抓住了那噩梦极鬼的脖子，紧接着一道赤红色的火焰突然从晨曦身上窜出来，然后瞬间就把这噩梦极鬼吞噬。我也有点吃惊的看着这一幕，晨曦居然领悟了新的诡计，小兄弟，你还真是低调，早知道你是一位5级御鬼使，我们就不会这么紧张了。我没接这话，而是反问道：这种噩梦级的鬼很多吗？郑南解释道：以前根本就没有噩梦级的鬼，自从副部长死了之后，就经常会出现了。我摸着下巴开始思考，通过刚刚的交手，我感觉这只噩梦级的鬼是被人培养出来的，看来这北海的水比想象的还要深啊。很快我们一行人就回到了御鬼社总部，一进门就看见所有御鬼使都脸色凝重的站在大厅里，只见曹明朗站在最中心的位置，无奈的说着：钟哥的事情我也很无奈，但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保存实力，我们现在去救钟哥就等于去送死。钟哥提拔我做代理副部长，他是我的恩人，我比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难过。我朝站在我前面的御鬼使问道：怎么回事？那御鬼使一脸愁容的说道：部长钟海回来了，但他目前被困在三象港，那里有很多噩梦级的鬼，这让我们怎么办啊？郑南率先出声道：曹部长，我觉得应该去救钟海大哥。曹明朗一副为难的说道：郑南，你应该知道三象港有3只噩梦级的厉鬼，而我们只有我一个5级御鬼使，我不想让大家去送死。而我在找了一圈也没看到云林3人后，就知道肯定出事了，于是我就开口问道：钟海怎么会被困在三象港？曹明朗一副后悔的表情的说道：这件事情也怪我，我安排云林3个去抓鬼，没想到他们竟然擅作主张去了三象港。钟海大哥得知后就着急的去三象港救他们，我拦都拦不住，我直接打断质问道：是他们擅作主张去的，还是你安排的？曹明朗当即冷下脸来：你什么意思？我冷笑一声，字面意思听不懂吗？郑南这时候站出来道：先不争论这些了，我们赶紧去救人。当即就有人跟着附和道：没错，我们赶紧去救人。曹明朗这次装都不装了，直接出声阻拦的：我现在是代理副部长，我说了不允许去救人，所有人就哪里都不许去。我再次开口道：你现在不是代理副部长了。曹明朗翻了个白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说不是就不是。我拿出身份卡展示道：因为我是正式的北海御鬼使副部长，前几天钟海刚任命的。郑南上前仔细的看了看身份卡后说道：没有错，莫林就是副部长。曹明朗露出一抹慌张，如果真的让莫林去把钟海救出来，那自己可就麻烦了。于是他故作镇定道：假的，这身份卡是假的。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都是御鬼社的老人，身份卡真的假的一眼就能辨认。我扫视了一圈众人后，冷冷的问道：你们还有谁质疑我的身份？都站出来吧。很快曹明朗身后几个人出声道：你小子别装了，你就是假的，你的身份卡肯定也是假的。我冷冷的下令道：所有人都跟我去三象港救人，但凡不从者一律当作叛徒处理。随后我扭头问身旁的郑南：御鬼社怎么对付叛徒？郑南缓缓吐出2个字：处死。我点了点头，然后再次看向曹明朗等人说道：他们都是御鬼社叛徒。曹明朗冷笑一声：呵呵，我看谁敢动我。随即他就召唤出了自己噩梦级契约鬼，恐怖的杀意瞬间笼罩在整个大厅。我冷哼一声：晨曦出来。曹明朗平静的脸上露出一抹凝重，这小子怎么也是5级御鬼师，事情有点棘手啊。我再次开口道：处刑出来。又一只噩梦级的鬼出现，下一刻晨曦就对着曹明朗的契约鬼猛扑过去，一道赤红色的火焰就覆盖住那只契约鬼的全身。处刑脸上露出诧异，这晨曦竟然领悟了第2种诡计，随即他就有点不服气，同样使出自己的诡计魂链，直接洞穿了契约鬼的胸口。紧接着晨曦将契约鬼撕成了2半，最后处刑和晨曦就将这只鬼给分吃了。曹明朗吓得脸色煞白，我没搭理他，而是对着其他人说道：把他压下去，等钟海回来再处置，其余人跟我去救人。而另一边的三象港，林夕看着眼前数不清的鬼，喃喃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鬼？凤鸣宇猜测道：我们可能被算计了。林夕一边拿出手机，一边生气的说道：真的太阴险了，我这就给莫林打电话。哎，怎么没信号？凤鸣宇见此无奈的说道：看来真的是陷阱，我们先想办法活下来吧。说着就冲了上去，而云林和钟海也正在全力抵挡前方冲过来的鬼，他俩之前已经联手杀了一只噩梦级的鬼。林夕心中暗叹，多亏了钟海是一位5级御鬼使，不然这次真的要死定了。随即他也冲了上去，足足过去了2个多小时，眼前的这些低级鬼被尽数灭杀了。林夕等人也都露出了疲劳的神色。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里时，一只噩梦级的鬼忽然出现，他眼睛赤红，眼眸深处露出让人心悸的杀意。钟海率先站出来说道：我来拦着这只鬼，你们想办法逃走。林夕等人知道现在不是墨迹的时候，然而他们刚走几步就停了下来。凤鸣宇面如死灰的说道：算了，不用走了，我们谁都逃不掉。只见正前方又一只噩梦级的鬼出现，林夕咬着牙：别放弃，莫林一定回来救我们的。随即就冲了上去。云林和凤鸣宇2人对视一眼，也跟着冲了上去。钟海的契约鬼跟另外一只噩梦级的鬼缠斗在一起，一时间难分胜负。而林夕3人联手还是被噩梦级的鬼压着打，根本就占不到一丁点的好处。林夕挥动一柄长剑，对着噩梦级的鬼刺去，下一瞬间长剑就斩断了噩梦级鬼的手臂。然而还不等林夕来得及高兴，那只鬼的手臂再次长出来，紧接着那噩梦级的鬼就朝林夕猛地冲来，然后一爪子就掏向林夕的腹部。林夕一个闪身躲过了致死攻击，但腹部还是被划出一道很深的伤口。就在林夕绝望的时候，一道雷电突然落下，砰的一声，那只噩梦级的鬼就被劈得4分5裂。郑南站在旁边吃惊不已，好家伙，这副部长竟然还会用雷斧。但下一秒我就懊悔的拍了拍脑门，我特么怎么忘记要抓鬼了？一只噩梦级的鬼一天能产出800冥币，1个月就是24000冥币，真的
真特么亏大了。与此同时，钟海等人已经压制住另外一只噩梦级的鬼，眼看他们要痛下杀手时，我连忙上前阻拦道：“等一下，这只噩梦级的鬼交给我处置。”钟海以为我打算契约这只鬼，连忙提醒道：“这些鬼是有人培养出来的，根本就降服不了。”我笑着说道：“交给我就行了。”说着我就走上前，一只手放在了这只噩梦级鬼的头顶，随即这只鬼就被收进了镇鬼书中。姓名：钟阳书，境界：噩梦级，技能：无，冥币产出800元每天。我摸着下班开始盘算，自己现在拥有一只恐怖级的鬼、9只噩梦级的鬼、1只致命级的鬼，每天的收入就是15000的冥币。就在我开心不已时，镇鬼书再次自动翻到首页，一行字自动浮现：抓鬼20只，奖励万灭镇仙符1张。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这是给的新任务，镇仙符听着就很牛逼的样子。至于抓20只鬼，那还不简单吗？北海遍地都是鬼。随即我看向林夕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提起这件事情，林夕就很生气，曹明朗那家伙让我们过来抓鬼，没想到是个陷阱，他想要害死我们，果然跟我猜测的一样。随即我就跟钟海说了刚才在遇鬼社发生的事。钟海听完后勃然大怒，曹明朗这个狗东西真是巴不得我死啊！回去我就好好审问他。